男人为了女人掏心掏肺，结果女人真的掏了他的心和肺，当然也嘎了他的腰子。刚醒来的王命发现自己躺在手速牌上，而且总感觉有种莫名的空虚，可能空虚总是在过度劳累之后吧。但当他看到一旁带血个手速刀后，他这才发现邪的还真是自己啊，自己竟然被嘎腰子。他想要拿到手机去报警，找回腰子重振雄风，结果因为浑身无力，一个踉跄就栽了下来。隐约间，他回忆起了昏迷前的淫女，原来他不仅被嘎了腰了，整个身体都被掏空了。王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没死，终于拿到手机后，却发现里面只能打开一款牛气。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了死去的太女向他招手，此刻他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只能启动那款名为《欲望世界》的游戏。下一秒，他便来到了另一个地方，正是欲望世界。王命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身体，好消息是自己还活着，坏消息是零件真没了。就在这时，一辆公交车朝他驶。随后，一名黑丝美女缓缓下车，不仅身材哇塞，长相更是超级哇塞。王命急忙收回刚才的话，这顶多也就算一个黑丝女。黑丝女目不转睛地盯着王命，但她却是一点也不害怕，毕竟自己整个身体都被掏空，现在还能失去什么？还是说你能杀死一个死人？这么一想，王命顿时感觉自己本就空旷的胸腔又宽广半截。随后，只见黑丝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请上车。王命本想上去看看怎么个事儿，但突然玩心大起，你说少爷请上车。黑丝女瞬间宕机，王命只好又重复了一句。这霸气侧漏个纵物，就差亮出自己赤果果的身躯了，就连一旁的路灯都看不下去。闻言的黑丝女脸上却是开始咔咔作响，布满裂痕的脸上也开始滴血，下一秒张开血盆大口嘶吼吧，请上车。王命轻蔑一笑，啊，我一个没有器官的人，难道还会怕这儿？说完就是一个大逼兜，直接将黑丝女打个旋转跳舞。现在对我说，少爷，请上车。男人甩手给了哇塞女鬼一个大逼兜，竟然只因女鬼没有对他说少爷请上车，女鬼直呼自己大爷。没有闪，但面对王命的咄咄逼鬼，黑丝女都快咬碎了后槽牙，却还是忍了下来。少爷，请上车。王命这才满意的走上了那辆公交车。进去的同一时间，身上的衣服竟然也焕然一新。这一刻，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此时车上已经坐满了人，但是所有人都是神情恍惚。王命直接找到了一名美女旁边坐了下来。这时候了还不忘撩个妹。紧接着黑丝米也走了上来，欢迎来到欲望世界，聆听神的低语。神说，属于各位的挑战现在开始。闻言，王命撇了撇嘴，暗道这货真是个神。同一时间，现实世界某废弃工厂内，一名医生模样的男人拎着一个箱子缓缓走出，门口停着一辆红色跑车与一名美女，全都摘了。男人放下手中的箱子说道，我办事您放心，一样不少。女人舔了舔舌头，你做得很好。医生刚想说不客气，结果突然一支手枪便顶在了他的脑，下一秒轰的一声，女人扣动扳机，下次可别做那么好啊。医生直接被爆头狗带，随后只见美女捧着箱子里的心脏，下一秒便兴奋地舔了上去。我听到了神的低语。此时欲望世界的公交车内，黑丝女开始介绍游戏规则。第一个挑战名为抛弃，再过10分钟他们会经过一座大桥，因为年久失修，承载不了他们这么多人，届时桥体坍塌，所有人都会死，但只需要下寻一个人，他们就能平安度过那座桥。至于这个人是谁，他们可以投票决定，也可以强行驱赶，只有完成最终挑战的人，神才会实现他们的欲望。介绍完后，他们现在还剩下的时间只有9分钟，而下车的那个人自然就是死了。众人惊慌不已，王命却是觉得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手机还没格式化。不过他现在这种情况，到底是死还是没死？这时车上的一名孕妇突然说道，别让我下车，我的孩子还没出生，我不能死。有的人说自己的癌症，还有人说自己的儿子还在重症监护室，自己不能下车。顿时车上所有人都开始说出自己不能死的恐动。王命都亚麻呆住，我尼玛，你们的理由都那么硬核吗？这么看来，我要找回器官好像也不算什么。随后一名中间男人站了出来，他觉得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最先淘汰的应当是团队里的拖油瓶，也就是第一个开口的孕妇。闻言，孕妇整个人都不好了，梨花带雨的就开始喊道，你们这么做还是不是人？哪知中年男却说女人用怀孕道德绑架他，让他们下去死，你难道就不残忍吗？这一番话下来，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与支持，纷纷开始赶孕妇下车，还美名其曰为了团队着想。最终孕妇被一伙人强行推到了车门处，一旁的黑丝女此刻也露出了得意的笑语，看起来像是什么目的得逞一样。王命见状心中已有猜测，眼看孕妇被推出车外，却被他一把拉了上来，随后开始不紧不慢地解释道，你们的逻辑从一开始就错了，他的确说要下去一个人才能过桥，但没说过这个人要在我们当中选了。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黑丝女。见状的黑丝女顿时急了，警告你们，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要过桥，你们再不把他扔出去就都得死。但这让王命更加确定了心中的想，把他扔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现在谁同意谁反对？众人闻言自然是全都同意，如果能让 NPC 下车，他们就不用杀人了。于是所有的目光此时全都死死地盯着黑丝女。就在她被气得浑身发抖时，王命大手一挥说道，现在公主请下车。悲剧女鬼身为 NPC， 被男主一脚踹飞。原来就在刚刚，男主发现了一个秘，上车的时候他给了黑丝女一个大。当时的黑丝女虽然愤怒，却没有还手，于是王命猜测应该是因为某种规矩，让黑丝女不能伤害成。闻言的黑丝女脸色一变，随后便朝王命扑了过来，却被王命一只手就挡了下来。什么档次，跟我坐一样的车，
多玩一脚便将黑丝女踢了出去。你给我下去吧！与此同时，车窗也现出了一行血液，这表明他们这一关算是过。就在众人高兴之时，却没人发现一旁的王命手中竟然凭空出现了一道符纸。我去，这是爆装备了！与此同时，一道声音不断的出现在他的导海：骚你上车吗？你将会得到恶魔或病毒。王命捂着脑袋喃喃道：这是正经装备吗？虽然有些鬼，但看起来是个召唤系道。随后一把塞进了也罢，我这一生如履薄冰，能爆出装备，都是我平日积德行善的结果，我受之无愧。也就在这时，车停了下来，下一局游戏就要开始了。车子停在了一座名为血色敬老院的门前，王命第一个下车，身后刚下车的孕妇突然发现地藏有一个盘破的布偶娃娃，而现实世界里，一个女人正坐在梳妆桌前，看着镜子中自己的丑陋的脸，她痛苦的抱头大喊了：为什么会这样？不，这不是我，我本来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都是她的错，我要她死！画面一转，再次来到欲望世界，孕妇被地上的布娃娃吓得连连大叫。王命见状，一脚将其踢飞了出去。很快，所有人全都陆续下了车，公交车也在这时离去。随着众人走进这座血色敬母院，一双红色高跟鞋紧跟着催着。只见一位身穿白色大褂的女人说：我是这里的院长，你们就是这次的义工。随后便招呼众人跟他进去。其中一名胆小的女生害怕地抱住了王命，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散落的手地与大，每个房间还充斥着各种声音，我饿，好吃真好吃。突然，院长停下了脚步，说道：你们每人负责3个房间，房门口有子女留下的信息，寄语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些信息照顾老人，否则后果自负。在1楼最右边是公用的厨房，厕所每个房间都有。说完，院长从怀中掏出一沓任务卡，一把扔了出去，紧接着转身离开。现在就去吧，他们已经等不及了。对了，天黑之后就待在房间里别出来，晚上最好别睡太死哦。版主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女人掏心掏肺，女人竟然真的掏了他的心和肺，还嘎了他的腰子。失去所有器官的王命穿梭在欲望世界，为了能够变回一个正常人，他开始经历各种挑战。而这一次的任务便是给敬老院的老龙送饭。按照门上小卡片的介绍，王命决定先去厨房。看着走廊上成片的鲜血，王命知道这个任务自己必须省心，照顾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来到厨房后，发现其他人也都在忙碌的准备的晚餐。王命也打算按照老人的喜好，给他做一份10成熟的肉。就在王命做饭的同时，那位人称刘哥的中年男的一番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这个刘哥并不是第一次进于欲望世界，但每场挑战都不会重，所以他也不知道避开危险的办法是。但有一点倒是可以提前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干出让死人复活这类事，因为人死不能复生，谁又能确定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他还是原来的他？闻言的一名男子有些惊恐地问道：难道说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是不？刘哥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那一定不是。刘哥还知道，只有将死之人或者某个欲望达到极致，才会进入欲望世界，所以他的这些话在场的人很难听得进去，但他还是得说，当欲望缠身，死反而是种解脱。与此同时，王命也已经将晚餐做好，随后端着菜单门外敲了半天门，却一直没人回应。王命只好直接推门而入。只见屋内一位捕兽如柴的老头正坐在旁上，见王命端过来的牛排，老头闻了2下之后，便开始大快朵。见状，王命觉得这次抽到的任务还蛮简单的，自己还真是运气好。就在这时，面前老婆突然出手，一把将手刺进了王命的胸口，嘴里不停喊着难吃难吃。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可把王命吓骨气，不合口味你就直说呀，我给你换成9转大肠还不行吗？动不动就掏人心窝，你礼貌吗？与此同时，老头的手在王命体内左掏掏右掏掏，发现里面竟然空空如也，气得老头不断的在王命胸口抽出来插进去，抽出来插进去。老头嘴里只会说阿巴阿巴，心里却想这货尼玛还是个人吗？但此时的王命确实不乐意，没想到活着被人掏，死了还要被掏，合着是人是鬼都要掏老子一下是吧？说着掏出了那句符文，老虎不发威，真当我是 Hello Kitty 呢？此刻王命仿佛死神附体，浑身散发着恐怖的血渍，就是你掏我心窝子，口味很刁钻是吧？下一秒老头便被王命一巴掌拍了下去，紧接着王命抓着老头的脑袋再次朝地上砸了下去，给你吃你不吃是吧？王命一边说话一边砸，真当老子没脾气呢，还不求饶？可怜老头只会说阿巴阿巴，王命听不懂了。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是车上的那名孕妇，但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因为整间屋子充满了鲜血。老头一把将手插进男人的胸膛，结果却发现里面竟然空空如也。原来男主早就被掏空了身体。愤怒的王命直接使用道具，开始对老头一顿输出，结果被一名孕妇看到这血腥的画面，顿时2眼一翻就晕了过去。此时的王命脑海里不断充斥着仿佛恶魔的低语：杀了他，爆头爆头。这样一向温和的王命，此刻竟然真的有种想把对方脑袋敲碎的冲动。可怜老头只会说阿巴阿巴咕噜咕噜。就在王命准备动手时，固然身上的虚影消失不救，王命那个无语3分钟就撤，行不行啊细狗？随后掏出道具打算再召唤一次，结果被提示恶灵车票，车版间隔需要3小时。坑爹啊！这玩意居然还有冷却时间。失去能力加持的王命马上秒错，那个大爷你听我说，刚才其实都是误会哦。没想到对方乖巧的点了点头。王命心想难道是刚才被自己锤怕，于是一脸坏笑的问那你吃不吃？老头立马乖巧的吃了自拍。此时的王命也清醒过来，看来恶灵车票会影响人的心智，要不然自己这种文明人不可能一直想着玩爆头啊，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也不清。
恶灵车票便是自己的底牌，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就在王命将孕妇拖进屋内时，孕妇也清醒了过来。王命刚想解释，孕妇就开始大喊救命，无奈王命只能捂住她的嘴，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别怕，听我说，事到如今我只能摊牌。其实我是相关部门，有些事你知道太多不好。总之我是好人就对，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保密。没想到孕妇真的相信，果然一孕傻3年了。原来孕妇是找王命帮忙了。王命虽然答应下来，但表示自己不能打包票，更不可能搭上自己。转眼1个小时后，大厅内众人纷纷说着自己的经历。有的人任务是打扫房间，结果却被咬掉了一只耳朵；有的人是帮一个老头按摩，结果那个老头整个背都烂。最惨的竟然还是那个刘哥，居然被咬掉了一条腿。就在这时，院长走了过来，手里还不停地擦拭着身上的鲜血。都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任务都做完了吗？众人纷纷抱怨，这些任务根本就完不成。闻言，院长舔了舔舌头，做道：任务完不成也不要紧，你们这些义工虽然做事不行，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紧接着，他便发现了姗姗来迟的王命与孕妇。王命立刻一脸献媚地说道：院长，当然是为了看您了，谁知道一下子被您的美丽惊艳住，走不动道了的，我这就过来。一旁的孕妇都看傻了，这货真的是官方的人吗？好家伙，一点都不挑是吧？闻言，院长走过去拍了拍王命的肩膀，今晚我单独找你。这可把王命整不会了，没想到他只是随口一说，对方竟然还当真了，心想该不会真触发了什么机制吧？院长走后，众人这才知道王命其实已经完成了任务，于是纷纷要求他说出通关的技巧和秘密。毕竟大家都是人类，应该互帮互助不是吗？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人不能那么自私。西装男刘哥3言2语就把王命推上了风口浪尖，王命终于受不了了，都给老子闭嘴！他们的老子最烦道德绑架。说完便拉起孕妇的手准备离开。见状，刘哥急忙叫住了王命。为了从王命手里得到线索，他决定用有关欲望世界的事情作为交换。他愿意把自己上次参加欲望游戏的情况告诉大家，而且这个消息对他们达成欲望肯定有帮助。刘哥点燃一根烟后说道：就是那次游戏让我看到了欲望世界的真相。女鬼邀请男主晚上嘿嘿嘿，却没想到男主身体早就被掏空，被嘎了腰子的王命就像失去了男人的发动机。原来就刚刚，王命在送走女鬼院长之后，众人得知他竟然通过了挑战，于是刘哥准备用自己曾来过一次欲望世界的情报，打算换取王命通关的命。原来刘哥全名刘长贵，因为沉迷赌博欠了一屁股债，经常被要债的打个半死。也就在那时，他进入了欲望世界，完成了一场挑战。当时他的欲望就是钱，他需要100万。回到现实世界后，他的欲望实现了。但他的父亲从工作的建筑工地意外高空坠，摔成了植物人，而刘长贵得到了赔款，刚好100万。他的欲望的确实现了，但代价却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因为他的欲望，他的父亲成为了植物人。闻言的王命心中猜测，如果按刘长贵所说，欲望实现的方式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以某种看似合理的方式来实现。王命的欲望是找回器官，那么很有可能找回来的是已经腐烂的器官，又或者是触发某个事件，从移植了自己器官的人身上打回来。所以最后在实现欲望的时候，他要尽可能避开这些不好的结。此时刘长贵再次请求王命能够帮帮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负责3个房间，现在才第1个他就少了一条狗。其实王命自己也不知道暴打老头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就算是说出来，恐怕这些人也只会死得更快。于是他只能告诉大家，自己真的没有发现什么游戏机制。说完便带着孕妇离开，但他扭头便有了打算。王命准备回来问问那个老头，希望能问到一些线索。此时老头早就被王命吓得缩在脚屋，一旁的孕妇疑惑地问道：你不是官方的人吗？刚才为什么不帮他们？王命没想到孕妇竟然会帮那些人说，明明在公交车上的时候，那些人狠心把他丢下车了呀。但孕妇却说，如果当时真的必须抛下一个人的话，或许自己也会做出跟他们一样的选择吧。毕竟她也有不得不实现的欲望。原来她的丈夫是消防员，前不久她在一次救援行动中牺牲了，他们现在只有这个未出生的。虽然医生说这孩子先天畸形，无法存活，但她还是想要保住这个孩子，只要他能完成挑战，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王命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是英雄后代，随后便开始审问老头，刚才到底为什么要套他？只会说阿巴阿巴的老头只能将原因写在纸上，自己不喜欢吃全熟的肉。但王命想到那个院长说门外的信息是他们子女留下的，上面明明写着喜欢吃全熟的肉哦，好家伙，这明摆着是坑爹呢。不过王命也因此推断出了一条线，但不确定对不。孕妇表示愿意试一试，毕竟要不是王命，他在车上的时候就已经死了。随后王命告诉他，门外的子女留下的信息大概率是错了，反着来或许就能避开危险。闻言，孕妇便准备尝试一下，但真如常贵所说的话，这孩子活下来真的会健康吗？但紧接着王命就开始头疼起来，毕竟晚上那位院长大人就该来找他了。虽然院长的身材很劲爆，但那玩意儿不是人了。2个小时后，就在王命悠哉地躺在床上时，院长竟然真的来了。愣着干嘛？跟姐姐走一趟吧。王命心中开始盘算，虽然恶灵车票的冷却时间到，但院长明显要比这小老头强很多呀。万一一下干不过他，那岂不是真的要被他干？干还是被干，这都是一个问题啊。为了保住清白，只能智取了。只见王命露出自己的胸膛说道：院长，其实我也很想跟，嘿嘿嘿，但我其实是一个没有发动机的男人，我的 V12发动机被坏人打走了，2台发动机都没了。院长，坏人他让我没有爱，他让我没有爱，切，没用的东西。负责401的义工和老不死都不见了，你去把人找回来再睡觉。尊都要我去吗？
院长，您不是说天黑之后不要出门吗？听冤劝吃饱饭，我打小就……你说什么？我是说，我打小就喜欢找人，雷专业，放心，只要把人找回来，我不会让你白干活。奖励什么的都不重要，主要是想帮院长分忧。好家伙，这也太能装了。随后，王命想起那个负责401的，无就是公交车上坐在他旁边的白丝妹。下午在大厅也没见到他，也不知道院长是让他找人还是帮忙收尸。但是已至此，他也只能听话照办。说着便匆匆跑了出去，嘴里还念叨：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阿麦。不过王命越走越心惊，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脚步声有抖派些了。不会引出什么奇怪的东西了。但是当他走到4楼的时候，王命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穿的是运动鞋啊，是不会发出这样的脚步声的。但从2楼跟到这里的脚步声，应该是高跟鞋。也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王命身后，终于追上你了。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身后有只鬼，但他却是唱起了歌。我害怕鬼，但鬼为伤我不好；我不害怕人，但人把我脏得遍地里招。原来男主是一个连内脏都没有，本来似乎没有必要怕。但当身后的女鬼不断潜视他的领航时，他觉得还是有必要的，自己得想办法跑。然而女鬼却是紧追不舍，一只手更是直接爬在他的肩上。王命决定不能再坐以待毙，只能掏出自己的大宝贝吓退他。于是大喝一声，便要掏出自己那张道具车票。大胆妖孽，竟敢班门弄斧！大威天龙，我掏！结果大威天龙还没出来，自己的手却是动不了。只见女鬼的一只鬼手正抓着王命的胳，随后脑袋也缓缓飘了过来。你刚才说什么？别着急，等等我马上就要拼好了。王命闻言撒丫子就跑，心想等你大爷，我只是手麻了不能用车票，又不是腿麻了。周树人曾说过，打不过就喷，喷不过就跑。王命一溜烟就将女鬼甩在身后，爬在他肩上的那只鬼手也慢慢爬了下去。王命这才扭头发现，原来这女鬼是碎的。想到他刚上3楼的时候还只有脚步声，快到4楼的时候就多了一条舌头和一只手。看来这只女鬼的身体零星散落在楼道各个，正在拼了。怪不得一直要自己拔，等他拼完，估计自己就得凉凉了。想到这里，王命赶紧拍了拍自己那受惊的小心脏，不过随即想到自己都没有信，所以压根没心跳啊。此时王命也发现这里没有血，看来比起2楼、4楼的情况要好很多呀。很快，王命找到401房间，上面的小纸条表明，里面的老人有老年痴呆，喜欢跟人捉迷藏，每次都会藏在窗帘后面，但跟他玩很危险，所以不要管嘛。王命按照自己之前的推理，信息要是反的来看，401的解决方案应该就是陪老人玩捉迷藏。但当王命打开门才发现，说是会躲在窗帘后，结果这屋里压根没窗帘。就在王命不知道该去哪找时，楼道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就看见2个大凶器扑面而来，正是他前来寻找的白丝妹子。王命急忙询问他负责的那个老人去哪了，得知女生正是因为和老人玩捉迷藏才这么害怕。王命不禁心头一震，难不成自己分析的线索是错了？那么那名孕妇……想到这里，王命急忙询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大凶女第1次玩的时候，就找到老人正躲在窗帘后面，但老人又要求重新玩。可第2次找到老人后，发现窗帘后面变成了2个人，第3次窗帘后面就变成了3个人，玩1次就多1个人。现在窗帘后面都已经站不下。当王命来到那处窗帘，才发现这里竟然真的站了一整排老头。大凶女害怕的直接扑倒了王命怀里，下一秒便开始了她的炸裂发言：哥，我当你女朋友行吗？你主动来找我，一定很喜欢我对不？现在我是你女朋友啊，你不能不管我。王命直接懵逼了，急忙解释自己只是来完成院长任务。殊不知在他转身的那一刻，身后的大凶女一把将王命推了舞去。你是我男朋友，你死也得保护我活下来，对不起了陌生人。说完便撒丫子跑路。这狠毒的一推也让王命看清这些人，这人呢，一个孕妇都有胆子去试错，而他就恨不得让自己去替他死。果然，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拔刀的速。说完，王命急忙将道具掏了出来，随后一把拉开了窗帘。Surprise！ 下一秒，只见一排排河马头人身的怪物出现，狰狞的样子在这一刻显得诡异无比。被你找到了，接下来换我来找你吧。3、2，找到你了。来人掀开窗帘，里面竟然藏着一排河马怪。我去，就会偷袭年轻人，恶灵铠甲合体，我要打10个。此时的王命感觉自己强得可啊，只是随手一击就解决一只河马怪。面对源源不断冲过来的怪物，王命一拳便轻松解决。固然一只手穿透了王命的胸口，这些河马怪竟然搞偷袭，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王命现在最烦的就是被人套。王命一把将胸口的大手扯了下来，线头都被你们搞崩了，你们是真该死啊！此时的王命彻底爆。片刻之后，屋内已经血流成河，王命也被累得气喘吁吁。所有河马怪竟然全都被王命解决，他身后的虚影也在这时缓缓消失。原来是道具的使用时间到了，3分钟。虽然不能够真男人，但总算赶在恶灵车票到期前把这些河马怪全都解决了。但是王命万万没想到，那些死去的河马怪此刻竟然开始快速愈合。只是片刻，所有河马怪竟然全部满血复活。王命扭头一看自己东某了，这尼玛开挂！网管，我要举报啊！此时没有道具加持的王命只能求饶。那什么，你们快看呐，今夜月色那么好，咱们要不别打架，赏赏月。说到这里，王命突然懂了，这老头就是在血月出现之后狂化攻击。再联想到院长曾经说过，天黑之后就待在房间里别出来，晚上最好别睡太死。原来他是故意这么说了。不出意外的话，
危险就藏在这道诡异的月光之下。这些房间里没有窗帘，如果真听院长的话，躲开房间。天黑后，里面的老人被血月照到，这会狂化攻击。看来院长这婆娘不干人事，纯拿他们当饲料喂这些老家伙呀。想到这里，王命已经彻底崩溃。心急左耳一字莫是托。只见王命一个闪身，踩着河马怪的头跳了过去，紧接一把拉起窗帘，挡住了那些红色的月光。下一秒，那些河马怪便安静了下来。随后身体也开始消散，只是片刻便全部消失不见，只剩下一位面色和善的人类老头。危机终于解除，于是王命走上前安抚道：“乖，很晚了，咱们先睡觉，明天再玩捉迷藏好不好？”为了防止老头再次被月光照到，王命从房间里将窗帘扯了下来，然后盖在了老头身上。虽然找到了401丢失的老院长那边也算能有个交代，但是血月还没消失，现在移动可能会碰到其他危险。安全起见，王命决定在这里等车票冷却完再回去。就在这时，一张大脸出现，竟然是刚刚自己逃跑的白丝女。此时一边爬一边朝王命喊道：“救我！我看到你了！文蛋，你是我男朋友啊，快来救我呀！”然而下一秒，一只白色的大手猛地抓住了白丝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王命自始至终就这么静静的看。吴师哥见死不救，师哥的车票还待冷却，实在爱莫能助。再说独自跑保是你自己选的路啊。就这样3个小时后，王命终于可以拿着道具离开，但眼前的一幕却是让他一悸，因为此时的白丝妹妹就只剩下眼前的一滩血。王命心想，这不会是被楼道里的碎大姐拿去拼自检了？想到这里，王命赶紧撤退。很快，王命再次来到他负责的203房点，然后便让里面的老人写下明天想吃什么。老头告诉王命，只要生肉就行。王命不明白老头为什么会喜欢吃这种东西。老头回答，其实他不喜欢吃生肉，但他儿子醒了。王命这才明白，原来这些都是他故意剩下来的肉，要留给他儿子吃。但是这些肉都烂了呀。老头却是笑着回答道：“因为我不知道他哪天回来。”此刻王命只能沉默，他在等他儿子，却不知道自己早就被儿子丢在这家诡异的敬老院自生自灭。因为爱意留下的生肉，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滋生出了腐败的臭味，爱恨颠倒，执念纠缠，真残酷啊！这就是欲望世界吗？安竹只是打扫的房间，结果一开门就转角遇见爱啊，不是，是遇见鬼。原来王命完成第1个任务之后，第2天所有人便被院长叫到了一起，而这一次的人数也比昨晚又少了一些，显然是一些人没完成任务命丧黄泉了。王命在人群中找到了那名孕妇，见她还活着，王命就安心了。孕妇也是连忙向王命道谢，感谢他昨天告诉自己线索，同时还表示既然这个方法是可行的，那能不能把这条线索告诉其他人？王命大方的表示没问题。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正是凶狠无比的院长大人。只见他大手一挥，没有废话，直接发出了今天的任务卡，紧接着舔了舔舌头说道：“王命，你过来。”随后递给王命一个包裹，算是对他昨晚找回401老头的抱抱。王命急忙一脸谄媚的说道：“应该的，为院长分忧是鄙人的荣幸。”手上却是很诚实的接过了包裹，但下一秒就被院长一笔勾了过去。是吗？那今晚我再来找你。闻言，王命欲哭无泪，悠悠苍天，额伯于我呀。事后，王命打开包裹，里面竟然是一沓钞票。他没想到欲望世界还有留空货币。一旁的长贵见状解释，这就是欲望世界的货币，因为他上次参加挑战的时候见别人用，他们称这东西为许愿币。王命心想，这么阴间的图案，称呼倒是挺阳光，接着一脸嫌弃的放入怀中。见状的长贵急忙解释道：“千万别小看这东西，上一场挑战的玩家为了抢10块许愿币自相残杀，最后死了3个人。”同时长贵很是纳闷，昨晚王命到底做了什么，会让院长给他这么多许愿币？王命告诉他们，自己只是帮院长找到了400名失踪的老人和义工。消息一出，顿时让众人以为王命一定是又掌握了什么新线索。这时长贵又是第一个站了出来，表示昨天自己已经给了王命一些有关欲望世界的信息，如果他觉得不够，自己还可以告诉他一些，以此来换取王命手里的线索。王命也没想到，这货竟然还真的藏有私货，于是让他展开说说看。根据长贵所说，他猜测大家应该都是和他一样来自临海市，或者说都是从临海市来到了镇，因为欲望世界基本都是按区域来吸纳玩家的。事实上，众人之间确实都存在着联系，这也说明长贵所言非虚。于是长贵急忙向王命承诺，只要王命肯告诉他正确的线索，从这里出去之后，他愿意给王命10万作为答谢。其他人也是纷纷笑话，有的给3万，有的给5万。王命闻言内心激动的一批，因为线索原本他就打算让云丽告诉他，没想到还会有这笔意外收获，但表面上还是装杯的说道：“也罢，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问，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紧接着便将昨晚的经历与猜测说了出来。和众人沟通完线索后，王命便来到了新的任务房间前。今天他的任务是打扫房间，门上的纸条是这么写：“我妈有老年痴呆，忘东忘西，连上厕所都会忘记。性格虽然狂躁，但从不会伤害别人。各位义工不用害怕。”看完信息之后，王命便开门走进去，却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忽然，王命身后一道身影出现，张着血沉大斧子粗了过，一把掐住王命的脖子，好道：“我女儿呢？我要见我女儿！”王命没想到这老太太一板名气，力气倒是大的要死，再这样下去脖子都会被她捏碎。就在王命准备使用恶灵车票时，他突然想到了门上纸条的提示，既然上面说老太太连上厕所都会忘记，那她还能记得什么？于是下一秒，王命便切换形态：“妈妈，我是你的宝贝女儿呀，我来看您了。”老太太一愣：“你是小芳？”见状，王命急忙继续演戏：“对呀，妈，我是小芳呀，您不会把我忘了吧？要是这样，
呜！说着，王命还假装要哭的样。好家伙，这操作可把健忘的老太太给惹兴。怎么会？妈妈怎么会不认识你呢？小芳不哭不哭，只是……随后瞥了一眼王命的胸部，说道：“可是你怎么？妈妈记得你挺大的呀。”王命一本正经的胡扯道：“呵呵，这您就不懂了。现在就流行我这样的，不但能穿漂亮衣服，还寓意天下太平。喜欢大胸的男人都是色鬼。呸！好家伙，要是我不傻，我都信了。”此刻老太太已经恢复成人形，王命见状便将老太太哄进了屋子。老太太此刻也已经完全相信，眼前的王命就是她的女儿。哎呦，乖女儿，都是妈的错。妈妈还以为你是院里的护工呢。闻言，王命心头一震，护工？自己这些挑战者不就是护工吗？于是试探性的问：“院里的护工怎么？我感觉他们人还不错呀。”闻言，老太太突然脸色狰狞的说道：“你这是被他们骗了。俺主怎么也没想，击败北的竟然是一沓钞票，还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就在刚刚，王命遇见了第二位坐在这里的老，但老人却声称王命这些护工经常打，还不给老人饭吃，还会给一些老人打针，而打完针的人全都死。王命没想到，在这些老人营里，危险居然是来自他们这些护工，自己似乎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在安抚好老人之后，院长也如期而至，找到了王命，还交给了王命一个任务，因为有一批货送到，需要王命去一趟门口，把货搬到5楼。最后还叮嘱王命，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打开箱子。看着院长离去的身影，王命不禁疑惑，说什么今晚再来找我，结果就这突然变得这么冷淡，不像他性格呀。然而院长此刻确实心情不太好，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护工都在捣什么鼓。今晚既然没人死，很快王命便来到了大门口接偶。社牛的他见面就开始打刀：“哥，看你眼生，似乎不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吗？哥，你是做什么的呀？”闻言，司机像看傻子一样看向王命：“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干嘛的吗？”眼看司机放好箱子后就要离开，王命及时拦了下来，表示自己只是想问这箱子里都是什么，信息还没套到。王命可不想对方就这么跑掉：“哥，别急啊，抽根烟再走呗。”这一招果然好使，即便对方现在是个鬼男人，但是当司机要烟时，王命却用手指了指司机兜里的烟：“再震了，别愣着，也给我一根吧。是可忍鬼不能忍了。”就在司机打算发飙时，一张许愿币就甩在了他的脸上。最一刻画风突变，司机立马见钱眼开，喜笑开颜。王命冷笑一声：“呵呵，有钱能使鬼推磨，真是诚不欺我。”紧接着，司机很懂事的掏出一根华子递了上去：“哥，请抽烟。”王命刚想询问，司机就已经猜到他想要问什么。当王命得知里面装的都是一些药子我镇定剂之后，王命一脸的疑惑。司机点了根烟，缓缓说道：“哟，哥，您不知道你们院里不是有些老人不听话吗？打一针就都老实了。”王命心想，这难道就是204老婆婆说的针，打完人都死了的那种？不过这时间点，院长专门叫人送过来，难不成他现在就想让着他们些护工杀人吗？就在王命思索之时，司机又抛出一则重磅内部消息：大晚上出来搬货，您就不怕撞见那东西？但是司机说到这里却又卖起了关子，怪我多嘴，这可是机密，我还是不怕。王命甩手又是2张钞票，我没听清，你刚刚说什么？拍看，我刚才是说，虽然机密，但您可是我亲哥。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原来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姑娘特别有孝心，为了能一边赚钱一边照顾自己病重的母亲，她自愿放弃大好的前程，选择来这家敬老院当护工。本来一切都好好的，谁知道有一天那姑娘的母亲忽然失踪了。等再找到的时候，她的尸体居然零零碎碎被人扔在楼道的垃圾桶里，每一层都有，别提有多吓人了。然后那姑娘就疯了，直接从楼顶跳了下来。王命这时也才明白，原来楼道里的女鬼就是那姑娘母亲。至于凶手有没有找到，司机就真不知道了。于是便准备离开，不过在走之前，他还是送给王命一些道具：一支白色蜡烛与一个打火机，以后在走楼梯的时候可以点亮。因为现在血月还没结束，要从1楼走到5楼，很有可能会撞见楼道里碎大。于是王命为了保险起见，将蜡烛点上，并放在了货物箱上，紧接着便是一路狂奔。而后面的碎大姐果然不敢靠近烛光，王命玩心大起，高举蜡烛喊道：“大威天龙，给我退！”下一秒，碎大姐竟然真的慌忙逃窜。此时王命只感觉一个字：爽。但随后王命便发现一个垃圾桶内传来了碎大姐的声音：“我马上就快拼好了，马上！”王命心想，那司机弟弟说的果然都是真的，这里竟然还有一块。当王命拿着蜡烛打开垃圾桶盖，里面的身影竟然让他大吃一惊，竟然是他。神秘院长竟然才是这里最恐怖的鬼！就在刚刚，王命在垃圾桶找到了一处尸体碎块，里面是一张人皮面膜，正是当初被碎大姐抓走的白丝妹。难怪当时他没有看到尸体，原来是被分开装进了垃圾桶里。王命不禁感慨：当欲望缠身，死反而成了解脱。片刻之后，王命来到敬老院的最高层，这里只有501一个房间，但门上却没有贴子女信息，院长也没安排任何人照顾501的老人。或许里面藏着什么院长的秘，好奇心驱使王命想要打开门去看看，结果下一秒院长出现。你在干什么？被突然的一幕差点把王命的伙儿都给吓懵了，慌忙解释自己只是来送东西，随后便按照院长的吩咐将箱子放到了大厅。只是当王命回头拿这次的报酬时，发现此刻的院长已经化身恶鬼。此刻的院长在红色月光的照耀前，一脸狰狞地说道：“呵呵，忘了告诉你，来了5楼就别想着回去了。”王命反手就掏出了恶灵车票，去你大爷！卸磨杀驴，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下一秒，院长的拳头便朝王命砸了过去。好在王命及时躲过。王命感觉现在这娘们真是强的可怕，这一拳足有20年的功力，自己光凭借恶灵的力量，怕根本打破。只能说着，两人便开始了下一轮的硬碰硬。院长丝毫不惧，呵呵，就凭人吧。只见王命哧溜一个滑铲，从院长趴下王，下一秒撒丫子就跑，打又打不过，傻子才跟你硬碰硬呢。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拉上窗帘，终止鬼话。但当王命跑到窗户那，才发现我滴个亲娘脸，窗帘呢？紧接着院长便来到了王命身后。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但又有什么用呢？现在你一定很失望，很疲惫，很压抑，很煎熬。说着便准备一拳彻底解决王命。要么说反派都死于话多呢。此时王命灵机一动，指着院长的身后喊道：“你们还愣着干嘛？快砍他呀！”院长急忙回头看去，结果下一秒便被王命一拳偷袭，直接将其打进了墙里。王命趁机再次逃走，但恶灵车票只剩下不到1分钟了，自己恐怕真的要交代在这。此时院长仿佛意志毕武，已经爬到了王命的头顶上方。此时王命已经避无可逆，就在院长朝他扑来之时，王命突然想到了那个501房间，然后一脚便踹了上去。我倒要看看501里到底藏着你什么秘密。院长一脸的慌张，你不能进。只见王命竖起一根中指嘲讽道：“拜拜了您嘞！”说着便哐当一声关上了门。与此同时，他的恶灵车票时间也在这时结束。王命劫后余生般大口吐：“不起，我受够了，真是受够了。”但当他回头看到屋内的一幕时候，竟然发现里面还有另一个院长。难道这是院长还是护工的时候？院长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缜密院长化身恶鬼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原来在 long ago， 院长的母亲身患重疾，为了挽救母亲，院长四处借钱。他求了很多人，能借的钱都已经借了，就连高利贷都借了，可是母亲的病却始终治不好了。院长知道，此时他的母亲就仿佛一个无底洞，实在承受不住的院长，最终含泪将母亲活活闷死。而这一切正是501房间里的一段影像镜。看完这些后，王命终于明白，原来院长就是司机口中说的那个姑娘，而杀害他母亲的凶手就是他自己。这么说来，楼道里的女鬼就是院长的母亲，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分尸丢在楼道里，院长是怎么下得去手的？王命百思不得其解。或许在欲望世纪，离奇与不可思议本就是常态。又是一晚过去，众人再次来到了敬老院的一口，大军集合。只不过这一次人数却没有减少。有过一次经验的王贵站出来说道：“大家放轻松，根据我上次参加的经验，这回的挑战应该很快就要结束。因为院长也说我，他们的任务是每人负责3个房间，按照任务进行。今天照顾最后一个房间的老人之后，挑战就完成了。”闻言，众人很是高兴。不过长贵也提醒他们，虽然完成挑战就能实现愿望，但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与此同时，只有王命没有丝毫放松。真的会这么简单吗？就在这时，院长抱着一个箱子出现，因为血液褪去，院长也变老了。紧接着，院长发布了最后一个任务，因为明天一早，敬老院里老人的子女就会前来探望老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子女到来之前，给这些老人注射镇定剂，让他们安静听话。等子女们看望结束，他们这次的任务就算完成。说完，一把将房间号撒了出去。不过院长还是提醒道，如果完不成任务，引起子女的不满，可是不可饶恕的过错。此刻就连王贵也都感到了不对劲，于是便将王命拉到一旁说道：“我参加的上一场挑战，最开始挑战者将近50个，但最后剩下的人只有3个。”王命听懂了，他们现在的存活的人数太多，在欲望世界，幸存者是少数，全军覆没才是常态。现在还剩下这么多人，太反常了。明天是挑战结束的日子，也可能就是他们生命结束的日子。这时王命也说出了一条线索，因为箱子是他搬进来的，他怀疑这批注射剂很有可能有问题。闻言，长贵严重怀疑院长是不是看上王命，但只有见识过院长发狂后的王命昨晚的经历是有多惊险。同时，他在根据昨晚他照顾的那个老人所，这些注射剂会要了他们的命。很明显，这次任务的坑就在这里。如果老人死了，他们的子女肯定不会放过他，这针根本就不能拔。虽然这条线索没有印证过，不能保证100%正确，但听院长刚才的语气，如果不给老人注射，说不定院长也会对他们这些人下手。事到如今，王命只能让长贵将这些线索告诉众人，毕竟长贵已算是老玩家，比较有说服力。至于他们是否选择相信，取决于他们自己吧。随后，王命拿到一张房间号205，门上的纸条写着里面的老人有精神病，需要全天用约束带保护，否则会做出伤害自己甚至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切记千万别解开。当王命进去之后，果然看到床上一位被腿部的老人，一见到王命便朝他疯狂大喊：“解开！快把这些该死的东西解开！我没有病，我是正常人。”下一秒，老人直接变身，嘴里竟然吐出了一条10米长的舌头。该死，你跟他一样都该死。那么这一集，王命又该如何化解呢？七旬老人被五花大绑在病床上，下一秒竟然吐出了10米长的大舌头。早有准备的王命一个闪身躲过去，紧接着在老人吃惊的目光中，一把将捆绑带解开。没想到老人叫得更厉害了。王命心想，这不是帮你解开了吗？难道是自己判断错，真的不能松开这家伙？眼看老人一脸怒气地对着自己，王命急忙掏出恶灵车票打算开干，结果下一秒，你踩到我舌头了。王命尴尬一笑，随后急忙将老人的舌头一股脑全塞进老人口部。啊哈哈哈，误会，这都是误会啊！你慢点，好家伙，还真是离谱。直到过了3分钟之后，老人这才恢复成了正常人模样，嘴里还不停说着自己是正常人，自己没有。王命就一直对，这敷衍的态度让老人很是不满。
你是故意这么说逼，其实在你心里还是觉得我有病。气得王命指着自己的心脏吼道：诽谤！你是在诽谤我吗？我连心都没有好吗？人怎么可能没有戏？你神经病吗？下一秒，只见王命一把撩开自己衣，露出自己空荡荡的宽膀胸怀。不信你自己看。老人一看，顿时来了兴趣。哟呵，小伙子，你这拉链挺别致啊！王命一气之下气了一下，这是缝合线，缝合线了。老人叹了口气说道：哎，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容易啊。见状，王命知道老人对自己已经没有了恶力，于是便想试试看能不能套出更多信息。既然看了我的缝合线，那咱们可就是朋友了。随后，王命便直奔我亲爱的朋友，我一直想问你，刚说我跟他一样都该死，这个他指的是谁？没想到此话一出，老人顿时面露狰狞。该死的家伙，我要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其实王命已经猜到答案，你说的这个他就是你儿子对吧？闻言，老人彻底癫狂，杀了他，我要杀了他！眼看刚塞进的舌头又吐了出来，王命只说了一句话：你儿子已经死了。这一刻，老人顿时停了下来。王命知道他儿子果然是破局的伴了，老人这才缓缓将舌头收了回去。他死了？怎么死的？王命回答：他人都死了。再问这些又有什么意义？眼看老人平静下来，王命便开始询问老人：都说虎毒上顾食子，你为什么这么想你儿子死？何况还是个独生子。原来有一年，老人的老伴得了重病，医生说有把握就回来，但手术费需要80万。老人原本是想把房子卖了，先把人救回来，结果他儿子说什么也不卖，结果到头来一套房子比他亲妈的命还重要。老人越说越激动，这个不孝子终于死了，哈哈哈哈！发泄完之后，老人突然问王命：明天应该就是亲属探望的日。王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问起这，只见老人拍了拍王命的肩膀，说道：小伙，你是个好人，我跟你告个别，咱们也差不多要说再见了。原来在老人的记忆里，每次有亲属来院里探望，这里的护工就会换一批，住在这里的老家伙也会少很多，这和以前的热闹比起来冷清太多。就这样，血色敬老院的第3夜结束，翌日，一群子女们也都前来看望自己的父母，结果他们却发现自己的父母竟然都死了。这些子女瞬间暴怒，说什么也要让这些护工偿命，这可把这些护工吓坏了。下一秒，无数惨叫和求救声便响彻整个大厅，而那位院长正在楼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无杀开始。万万没想到，杀害老人的竟然是他们的子女。与此同时，一场大屠杀正在血色敬老院展开。这些子女化身各种妖魔鬼怪，不断的屠杀着那些护工，就连躲在2楼的孕妇都不放。眼看怪物朝孕妇扑了过去，幸好王命及时出手相救。此刻他已经使用恶灵车票的力量，因此王命必须在3分钟之内逃出这。同时，他也算是看出来，这简直就是一场无差别屠杀，打针会死，不打针也会死。这就是个死局。此时孕妇也是有些体力不支，她不想连累王命，但男主偏偏就喜欢孕妇，说啥也不放弃。既然跑不动，那就不跑了。王命转身来了个回马枪，一拳将追击他们的那些人轰飞。同时，王命感觉自己恶灵的力量似乎变强了，但紧接着他便发现不对劲，恶灵竟然在吞噬卡。可如果现在解开恶灵的力量，眼前的这些怪物绝对会瞬间要了他的命。原来恶灵一直在等这个机会，王命却是不信邪。他倒要看看，最后是他控制恶灵，还是恶灵吞噬他。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被怪物袭击的长贵，长贵拼死说出了最后的线索。原来那些让人致死的注射剂并不是院长买。闻言，王命顿时茅塞顿开。如果不是院长，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是那些老人的子女们。这些子女，他们都希望自己年迈的父母早点死，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打算让这些挑战者活着离开这里。但王命也想到了一个可能。没有时间解释，王命拉着孕妇便朝目的地跑去，正是他曾经打扫过的203房间。当两人进去后的同时，王命的恶灵车票已刚好消散。王命知道203房间的子女就在这群怪物，于是便故意大喊道：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因为你喜欢吃生肉，他每次都会留一份给，可你却连来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由他一个人跟这些食物一起慢慢腐烂。没照顾好他的不是我，而是你，想要他死的人也不是我，是他亲手养大的。果然，一名年轻人站了出来，就算是你说的那样，又能证明什么？说是留给我吃，但东西呢？不是辣了就是过期了。他甚至还会把食物藏在兜里，恶不恶心？我就问你恶不恶心？这一脏话直接气得王命青筋暴起，随后一把将一张纸条丢了过去，内容正是老人当初写给王命的。男人一愣，随后思绪便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的他最喜欢吃生肉，然而随着老人逐渐变老，虽然糊涂，但却一直记得自己儿子的喜好，但遭到的却是儿子无尽的嫌弃。接着王命又缓缓说道：虽然我不知道食物的保质期是多久，但我知道最开始这些食物并没有腐烂，也不脏，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从来没来过。直到现在，男人终于清醒过来，爸，对不起，我来接你回家了。也就在这一刻，两人的身影开始慢慢消散，直至化作漫天星光消失不见。王命这才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任务名叫哭泣的黄昏，而黄昏指的就是这些老人。黄昏不该哭泣。也就在这一刻，怪物们纷纷停止了攻击，仿佛是在等待某种救赎。通关了，通关了！王命终于解锁下一关，神明序列。就在刚刚，王命让一位老人与其子女成功和解后，随后他便打算将自己负责的另外2位老伴，也通过相同的方法让其冰释前嫌，重归于好。那位健忘的老人很快就是的，但轮到那位被捆绑的精神病老人时，他的儿子却是不愿意。他可不想让自己的父亲杀了自己，毕竟当初他为了钱放弃了救治他妈妈的机会。
于是王命只能自己先进去，让老人的儿子在门外等着。王命直言自己欺骗了他的儿子并没有死，但老人听完却是一点没有生气。不过王命又告诉老人，他的儿子虽然没死，不过也坚持不了多久，因为他的儿子病了，需要移植心脏，但医院提供不了。闻言的老人立刻表示可以用自己的心脏。随即老人解释道，其实当初妻子已经放弃了治疗，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拖累孩子，是老人瞒着妻子逼儿子卖房，只是没想了儿子拒绝了。那么补吧，事到如今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离开这，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将自己的心脏送给。话音刚落，大门突然被推开，只见老人的儿子咚的一声就跪在老人面前。此刻他已经完全知错，然而老人其实早已释然，又怎会怪他？就这样，孕妇云里也用同样的方式解决了他负责的3个房间，只是这条关键信息得到的太晚。等王命他们回到1楼大厅时，其他挑战者早已躺在了血泊之中。就在两人以为通过了挑战时，院长突然出现，拦住了他们的去。此时已经变成怪物模样的张牙舞爪的便朝王命冲了过来，但此时王命的恶灵车票还在领却期，眼看院长一巴掌就要拍响，王命急忙从口袋掏出一瓶安眠药，一把扔了出去，正中院长的面门。王命急忙解释，这时他从院长的501房间床底下找到。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瓶安眠药，原来当年院长的母亲并不是院长所杀，在那之前，院长的母亲就已经吃下了1整瓶的安眠药。院长闻言也彻底陷入了疯狂状态。王命趁机拉着云离就开始跑路，片刻之后，终于跑出了养老院。当他们再次回头，发现几行血字缓缓出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别让黄昏哭泣，就像朝阳从不悲杀。血色敬老院挑战结束，看完两人这才彻底松了口气。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在王命身后出现，同时将一张空白卡片递到了王命面前，正是此次的通关奖励，或者说是愿望。此时老王自然不会客气，随即写上我要恢复所有器官，但下一秒字体开始消散，愿望竟然无效。王命那个气啊！什么意思？神这么抠门的吗？一个器官就算一个欲望，那我不管要回哪个器官，回去之后还不是得死？随后王命也是不信，什么活着成为世界树，成为欲望世界的主宰，甚至还想成为萧炎迎娶女王奈兰云玉，结果这些朴实无华的愿望一个都实现不了，简直是坑爹啊！索性他也不闹了，最后只写了4个大字：我要活着。所谓的神，这次总该答应了吧？男人只是在医院拍个片，结果医生却发现这货竟然没有内脏器官。原来王命通关血色养老院之后，许下了我要活着的愿望，同时还领悟了神明序列逻辑链，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紧接着王命便发现自己竟然真的活着回到了现实世界。与此同时，手机上欲望世界的游戏也缓缓消散。王命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胸膛，心想自己没有器官，现在还算是个人吗？活着好像又没完全活。回想起之前的经历，王命依旧还是有些搞不懂地方。院长为什么要把他母亲分尸，还丢在楼道里？难道欲望世界里的事情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思考吗？所幸王命也不瞎想，当务之急还是赶紧去医院拍个片看看。然而王命不知道的是，一道身影正在不远处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见红发美女舔了舔舌头，说了：“在新世界继续聆听神的低语吧。”与此同时，欲望世界的敬老院里，院长已经恢复成了普攻形态，同时他的母亲也出现在他身前。院长痛苦地跪在面前：“妈，我错了，我当时不受控制。”但是母亲却是一脸的温柔：“傻孩子，妈从来没有怪过你们，是妈拖累了你，要不是你也不会。”然而下一秒鲜血迸血，院长母亲竟然被砍成了碎片，随后一柄砍刀落到一只大手上，紧接着一个扛着大刀的恐怖身影出现：“真是废！”男人愤怒地说道。见状的院长早已吓得瑟瑟发无夫，我已经帮你杀了很多人了，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母亲？只见那个名叫屠夫的怪物说了：“你第一次的欲望是从亲情中捡锅，第2次的欲望是复活母亲，什么事都帮你实现了吗？虽说是一块一块，呵呵。”说着还拎起了老人的尸体。谁叫你自己没说清楚，复活的母亲是什么样的？紧接着屠夫的大刀再次砍向老人，院长彻底崩溃，下一秒却被屠夫一把抓住，拎着院长恶狠狠地说道：“如果下次还有人能活着离开这，你们母女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画面一转，来到现实世界的一处医院内，王命正在排队等候。一旁一伙人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这些都是刘长贵的家人，他们都在等待长贵的归来。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刘长贵再也回不来了。很快医生便叫到了王命的。随着王命缓缓进入 CT 室，正在做检查的医生却是一脸的冷汗：“那什么，不好意思啊，小伙，这机器好像坏了，你要不明天再过来。”紧接着又解释道：“机器拍不到你的器官，肯定是机器出问题了，不然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没有器官呢？”呵呵呵，王命一阵头大。好消息是自己狗活了下来，坏消息是器官真尼玛没了。随后走在大街上的王命盘算，虽然没了器官，但吃饭喝水嘘，一切需要器官运作的东西都可以正常进行，就是不知道那方面的功能还在不在。看着身边洗浴中心的广告，下一秒王命狠狠地抽了自死俩嘴巴。想什么呢，王命，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远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什么情什么爱，男男女女吧，不见他。边说边挠头往家走去，回头自己手动试试就知道。但王命依旧没有发现，一副包裹严实的长发女人正悄无声息地跟在他的身后。仔细看去，女人脸上竟然布满了伤痕，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这是一个建在坟场之上的别墅，需要24个活人住满10天才能将身中的阴气消除。是的，王命刚出来就又进到欲望世界了，而且这次还是强制被带进来的。原来就在刚刚，王命正在用手机调查和他同一批进入的参赛者。按照刘长贵所说，敬老院的参赛者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欲望世界死亡率那么高，却从来没有失踪人口的报道。突然，王命的老板娘打来电话，一招河东狮吼，震耳欲聋。王命急忙解释自己做了个掏心掏肺小手术，自己差点忘了，现实世界的他还得打工。随后一路小跑往网吧跑去。与此同时，一座小巷内，2个混混正在欺负一个小女孩。只见小女孩手里抱着一只白色小猫，为了不让这2个变态继续虐待小动物，祝瑶表示自己可以把钱都给他，但2人却突然改了主意，今天劫色不劫财了，说什么也要看看祝瑶的小白腿。眼看那双万恶的咸猪手朝祝瑶伸了过去，却被一道声音阻止。只见一个黄毛跑过来，只不过下一秒便脚上一抹，直接来了个平沙落雁式。2个混混也认得此人，正是经常被他们欺负的林玉书。见状，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胖揍。但林玉书显然已经习惯，被打还不忘笑嘻嘻地说：“欺负一个小丫头多没劲，哥，要不你们打我，我可扛打了。”真的，混混没想到对方还有着爱好，说着便开始拳打脚踢起来。一旁的祝瑶急忙求情，却不想这2个混混打了人也不打算放过他。随后一脸恶狠狠地看向祝瑶。行啊，只要你自己脱了，我们就停手。嘿嘿，眼看祝瑶迟迟没有动手，2个混混对林玉书下手更狠。善良的祝瑶实在不忍心，只能咬着牙流着泪选择剖弃。2个混混这才一脸坏笑的朝祝瑶走去，这可把被揍了半天的林玉书给急坏，感情自己刚才白被揍了呗。就在这时，王命恰好路过，只见他手持木棍，一副流氓见了都要说是流氓的样子。原来是2只臭虫啊！别说我没给过你们机会，老子数到3，识相的赶紧滚！果然，王命这副流氓 plus 模样直接吓坏2个小混混，这一看这不是善茬呀！刚想要离开，只见王命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温柔的说了一句：“3不跑。”呵，那你们完了！2个混混都懵逼了。哥，你好像没数1、2啊！下一秒，王命直接动了，你再叫我做事。片刻之后，2个小混混鼻青脸肿的逃窜而去。林玉书也终于爬了起来。王命本想拉祝瑶起来，没想到祝瑶直接说出了王命的病了。原来王命曾经是祝瑶的学者，只是王命没什么印象，随后也没有过多停留，潇洒的转身离开，只留下一脸花痴的祝瑶。其实此时的王命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就在他一脸迷茫时，一直跟踪他的那个女人突然出现。王命竟然觉得有些眼熟，但他也知道对方来者不善，手里悄悄掏出匕首。直到对方拿着武器朝王命冲了过来，他这才想起来，这竟然是自己刚进入欲望世界时被自己一脚踢下车的售票员。故让王命感受到这一种熟悉的感觉。果然，下一秒，王命便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脸不甘的售票人。他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王命竟然再次进入了欲望世界。下一秒，只见王命已经来到了一张摆满食物的长桌前。这下轮到王命懵逼又伤莽了。先不说刚刚的售票员不是欲望世界的 NPC 吗？怎么会在现实世界中出现？然后就是自己怎么突然就进入了欲望世界？这玩意儿还能强制拉人的，太坑爹了吧！就在这时，在座的一位丑团外卖员已是一脸懵逼，但也有人知道这个可以实现所有愿望的欲望世界。就在大家议论的不可开交时，其中一位少年突然发话，并让众人看向自己的餐盘。闻言，王命低头看去，只见盘子中开始缓缓出现一张纸壳，上面写着他们所在的地是一栋建在坟场的别墅，因为阴气太重，需要24个活人住满10天才能将其消除。在这10天中，所有人可以随意在别墅内活动，任何东西、食物都可以尽情享用，但绝不能离开别墅。10天之后将开启大门，届时离开之人将聆听神的低语。而这一次的试炼名字便叫伟大的可悲。紧接着，所有人都开始慌了起来，只有王命已经开始思考：坟场、可悲，有这种关键词，看来这次的挑战主题很难不在阴间啊！突然，一道声音引起了王命的注：“诸位莫慌，咱们现在的情况其实并不差。”王命这才发现，说话的竟然是自己白天刚救过的学弟学妹，他们3个竟然同时进入欲望世界了。口团外卖小哥怎么也没想，自己只是开个玩笑，竟然真的有真赌从电视里爬了出来。原来就在刚刚，王命再次进入欲望世界，只不过这次是被迫进入。同时进来的还有他刚在现实世界救下的学弟学妹。王命没想到这欲望世界还能联机。与此同时，外卖小哥都快急哭了，咱们都住坟场上，这情况还不够差吗？林玉书则是不急不慌地说道：“此言差矣，你们想啊，这么豪华的大别野，凡住过吗？这么丰盛的美食，凡吃过吗？在这美住个10天，最后还能实现心中的欲望，这不香？哎呀，真香！”外卖小哥闻言一想，也是啊，反正也出不去了，事已至此，还是先吃饭吧。众人闻言也都觉得有道，王命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挺会调节情绪。然而就在众人愉快地享受美食时，王命却是借口离开。没办法，典型的血色敬老院后遗症。随后王命便开始检查这栋别墅。首先是大门，虽然锁死了，但采光还不错，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1楼主要分为客厅、厨房、餐厅和茶室；2楼有健身房、电脑房、书房、衣帽间以及几间大小不一的卧室；3楼有一个种满植被的阳光房，一个杂物间，一个琴宝，一个堆满各种娃娃的猫。剩下的都是空置的房间，可以住人。就在王命检查完这一切回来之后，他发现这些人吃饱喝足后，竟然聊得不亦乐乎，房间内充满了欢声笑语。王命见状都无语了，真是见鬼了！
难不成这才是欲望世界的正确打开方式？固然外卖小哥一脸恐惧地指着电视说道：“你们说，一会儿电视里不会爬出贞子吧？”闻言，一旁的祝瑶急忙缩了缩身：“贞子不会吧？”这一幕顿时引起了其他人的一阵螃蟹。哈哈哈，哥开玩笑呢，看来这小妹妹胆子很小，挑战还没开始呢，这就被吓到了吗？林玉书更是拍着胸脯安慰道：“祝瑶别怕，有我在呢。贞子要是敢爬出来，我就大喊菊花卦。”俩发音刚落，屋内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大厅内的水晶灯也开始不停地晃动起来。但是他们没注意到的是，电视机突然发出滋滋的声音，随后屏幕也从雪花变成了一口井。众人发现后一脸担忧，这不就是电影中的那口井？贞子不会真的从井里爬出来？就在这时，电视画面再次变成了雪，众人这才松了口气。嗨，原来是信号不好，大家就是自己吓自己，哪有什么真？但是美女的话音刚落，一只大手便从电视中伸了出来，下一秒贞子竟然真的爬了出来。众人急忙方步择路，但是离电视最近的一位美女坐没那么还没来及跑，可被贞子掐走了脖。随后在美女惊恐的眼神中，居然直接被贞子扭断了脖地死掉。见状，众人纷纷逃窜，只有王令依然冷静的一拼。随后只见王命一把将电视电源给关了，与此同时，贞子也停止了攻击，身子也开始慢慢消散。众人见状也安静了下，他们没想到王命竟然这么精神，只要关掉电视就行。之后，王命一脸无语的朝外卖小哥：“兄弟，你的嘴巴开过光吗？”小哥也是惊逢未地：“我也不知道啊。”林玉书的脑回路也是比较大，话非如此，但你说真得救到，还是很可怜的。谁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言出法违的谜？毕竟在欲望世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你快对我说我的貂蝉在腰上，证明一下自己。没想到下一秒，小哥竟然真的喊了出来。眼看没有事情发生，林玉书表示可以确定小哥没有言出法随的能力。王命一脸黑线，这都行。同时，有些玩家也开始担忧，这么快就死了一个人，这10天咱们可怎么熬啊？一名蓝发美女玩家蒙雨年则是比较冷静，一开始死亡率往往是最高，只要找到机制避开，就不会有危险发生。但还是有人担心的说道：“可我记得只要看过影片的人，最后都会。”闻言，王命也说出了自己分析，也不一定。如果机制跟电影里的一样，那刚才我关电视有人。见状，孟雨年突然想到，真不是樱花国电影女对不对？刚才我们已经见到了，那接下来会不会还有裂口女之类的怪物出现？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我美吗？”经过裂口女的都知道，当她问你自己美不美时，你的回答必须是美。原来就在刚刚，众人发现，只要在这里说出口的怪物名字，下一秒怪物就会真的出现。然而有人竟然故意提到裂口女，这是在试探。王命警惕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女人，其他人见状也是慌忙逃窜，朝着楼上跑去。不过依旧还是有个别跑得慢的倒霉蛋。面对恐怖的裂口女，男人早就被吓破了，竟然回答不知道。闻言，裂口女抡起手中的大锦刀，下一秒男人便被一刀两断。之后，裂口女不但没有消失，居然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众人纷纷逃进了房间内，王命也寻到一个房间躲了进去，紧接着趴在门上警惕地听着门外的动静，随后拿出自己那张恶灵车票，一旦裂口女进来，他就只能选择干一把。突然身后一道声音响起，差点没把王命的魂儿给吓。原来他的学弟学妹也恰巧躲在这里。那个哥，别紧张，咱们应该会没事的。王命不明白林玉书所说的应该是什么意思，林玉书则是指着王命手中的恶灵车票说道：“哥，没猜错的话，这是你在之前游戏中获得的道具吧？我在以往的游戏中也获得了一种特殊能力，它的名字叫幸运。”王命试探性地问道：“特殊能力？你是说神明序列？”闻言，林玉书立刻两眼放光：“哥，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呸！我一眼就看出你就不是一般人。没想到你还知道神明序列。没错，幸运就是我的神明序列，所以哥你大可放心，跟我一起人都会受到幸运的庇佑。2楼这么多房间，咱们是绝不会被裂口女盯上的。”结果下一秒，他们所在的房间门便被敲得砰砰作响。我美吗？我美吗？王命指着林玉书就是一顿疯狂输出。幸运是吧？老子真是信了你的邪，我看是霉运还差不多。林玉书刚想解释这一定是个意外，然而下一秒裂口女便破门而入。我美吗？让我把你们变得跟我一样美吧！地旁的祝瑶都快被吓哭了，眼看裂口女就要冲过来，王命只能掏出恶灵车票，紧接着身后便出现一道恶魔身，看来只能硬上了。面对裂口女的不断询问，王命缓缓抬起右手回答道：“你很美，但下辈子也长这么美了。”下一秒，王命直接按住裂口女的脑袋，狠狠地朝地面砸了下去，巨大的力量直接将整个别墅都震得一阵晃动。此时被恶灵附体的王命已经变得异常暴躁，拳头不停地朝着裂口女砸去。没死了，你没死了！哈哈哈！此时其他人也围了过来，虽然此刻的王命救了他们，但当他们看到王命身后的魔鬼虚影后，竟然觉得王命比鬼还可怕。闻言，林玉书直接就对了回去：“你才是魔鬼，你全家都是魔鬼，有我哥们在，区裂口女算什么？就算暴君来了也照样锤。”一旁的祝瑶疑惑地问道：“什么是暴君呢？小妹妹，暴君你都不知道？也是，你这个年纪应该没看过《生化危》。”结果话没说完就被林玉书一把捂住了嘴巴：“我忘了这茬，咱们不能说呀。按照之前的规律，只要说出对应的鬼怪就会出现，但是为时已晚。”下一秒，黑暗中便凭空出现了无数怪物。此时王命刚锤完裂口女，结果起身一扭头便转角遇见了沃德法。
王命一拳就是捶了上去。然而越来越多的怪物朝王命袭来，众人见状再次开始逃犯，只有林玉书和祝瑶留了下来，打算帮助王命。只见林玉书捡起一块碎木狗，同时发动自己的神明序列能力，幸运，下一秒便朝着怪物方向扔了过去，竟然打算给怪物爆个头。哈啊啊！这下可好，不但没有对怪物造成丝毫伤害，还成功了拉到了仇恨。所有怪物全都朝林玉书这里冲了过来。好在王命拎着半截大剪刀就追了上来，千钧一发之际将两人救下，随后更是拉飞飞秀将其余怪物解决。完事之后，王命擦着脸上的血迹说道：“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提鬼怪的名称，任何鬼怪都不要提。”昂德斯蛋。画面一转，同一时间的现实世界，一辆哈雷疾驰而过，随后停在了王命当初消失的地方。摘下头盔后，竟然是一位哇塞小姐姐。紧接着耳机中便传来了一道声音：“小婉，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少女拿着仪器检测了片刻之后回答道：“人已经进入欲望世界了。根据现场的残留波动，这边应该是强行拉入。”同时，她还惊讶地发现，这里似乎还出现过欲望怪物。闻言，耳机中也传来了焦急的声音：“什么？我现在就派人封锁周边区域，你自己小心点，我马上就过来。”这名神秘少女到底是谁？明明只是个单纯可爱的小女孩，但内心深处却有一抹黑暗。在过去2个半小时内，死亡人数就达到了好几人，这令没参加过欲望世界的新人们不由感到恐慌畏惧，更是担忧接下来的10天他们自己该怎么办。王命倒是一脸平静，拿着食物，并一边应付林书玉的搭话。这时，王命询问林书玉两人：“2楼已经没空房，要跟他去3楼吗？”林书玉当即表示：“王命去哪，他们就去哪。”让王命没有注意到的是，那位老玩家蒙雨眠悄悄盯着他看。不多时，王命他们来到3楼某处房间，一坐下的王命就受到了林书玉的讨好，直言想要抱王命的大腿。王命没空听他说什么，因为他已经察觉到乐龄车票的多次使用对他影响越来越大。沉思片刻的他询问祝瑶，听刚才他们的口气，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祝瑶示意自己是第2次来到欲望世界，不过没有得到神明序列以及道具。王命看向他反问，只有将死之人或者某种欲望达到极致，才会被拉入欲望世界。所以王命问祝瑶又是什么情况。祝瑶沉默了数秒，才说明自己的情况。原来在祝瑶的心中，一直想让一个人下18分地狱。闻言的王命想到之前的2个混混，不禁猜测是不是哪个霸凌祝瑶的人，所以也是让祝瑶这次如果通关，许下拥有自保能力的愿望。然后转头看向林书玉，问他又是因为什么。林书玉顿时哭着表示自己家庭困难，想要为妈妈分担。话还没说完，就被王命打断，让他说人话。林书玉便说自己通过2次欲望世界，虽然没有得到任何道具，却明悟了神明序列幸运的能力。王命问他2次通关都没有达成他愿望吗？林书玉敞开大手，那是因为我的欲望十分远大高尚，而那个愿望就是终结这个欲望世界。毕竟他也知道不是什么愿望，欲望世界都能实现的。而小时候妈妈对他说过的话，让他觉得欲望世界就不该存在。所以林书玉飘零半生，愿认王命为义父，只求能报得王命的大。听得王命那叫一个无语至极。就在这时，门外响起敲门声，瞬间3人神情紧绷起来。直到门外响起一道御姐音，说要分享一条线索，王命才打开门看向外面之人。来人正是蒙雨眠，他开门见山说自己有一种能力，可以直接获得一条欲望世界的线，想要和王命这种拥有攻击性神明序列的能力合同。王命一听，好家伙，这能力怕不是开挂。而蒙雨眠的线索居然是他们玩家当中藏着一个内鬼。在之前，蒙雨眠参加过1次欲望挑战，就有个挑战者是个内鬼，他不断的分化人群，然后暗中下手杀人。要知道，蒙雨眠那次拉入欲望世界的玩家可是高达3位数，结果在内鬼的搞事下只活了4人。而蒙雨眠来找王命，就是想通过王命能力干掉内鬼。尽管蒙雨眠还不知道内鬼是谁，但是能用排除法，王命他是解决了爆发危险之人，所以明显不是内鬼。而蒙雨眠又问王命对他身后2人了解多少，王命瞥了一眼，示意他们是自己的朋友。闻言，蒙雨眠暂时排除林书玉他们，因为不论内鬼是假扮还是附身，互相认识的人容易被发现扩战。说到这，蒙雨眠裂开嘴角，露出一个瘆人的笑容。毕竟在场4人都排除了，那么只要把全部的人杀光，威胁不就完美排除了？话语一出，林书玉2人脸色瞬间苍白。王命质问他，欲望世界死去，现实同样如此。按照这种排除法，可是一场屠杀呀！蒙雨眠才不在乎，欲望世界又不是现实，能速通的方案就是最正确的做。王命想到了他第1次参加的那位孕妇，确实为了活下去，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没有法律约束，任何疯狂之事都可以干出来。见王命似乎被他说服，蒙雨眠兴奋地把手伸向王命，可下一秒蒙雨眠愣住，只因王命又否定了一切。王命说那是野兽做，而他们是人，哪怕这个世界让勇敢者横死，仁慈者杀戮，求生者绝望，哪怕人性的自私与残忍多于灵魂的波澜壮阔，但我们始终拥有一抹人性的光辉。王命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活着离开，但是他不想自己人性被这样淹没。蒙雨眠明白了王命的拒绝，嘲讽王命在欲望世界仁慈就是最大的笑话。随即他又指向林书玉他们法本，会支持王命他的做法吗？你们可没有王命那种实力，活下来的几率可没有他大。不料林书玉表示义父的做法就是他们的选择，这可把蒙雨眠气坏了，同时也是满脸不可思议。而王命为了感谢蒙雨眠分享线索，
接下来他会还上一条有用的线索。说完就把大门用力一关。蒙雨眠气到无处发泄，大喊着这么做是在等死啊！王命掏了掏耳朵不予理会，林书玉两人则崇拜看向王命。王命刚才说的话帅到他们了。林书玉也是好奇王命为什么会进入欲望世界。王命当然不会说是为了自己的器官，随便说了两句糊弄过去，然后拍了拍两人快去睡觉。他来守前半夜，时间来到深夜，林书玉祝瑶两人熟睡之时，王命则是查看起自己神明序列的能力。他的能力叫做逻辑链，通过成立逻辑关系，能够临时强化神次等级以及身体道质，其他王命都能理解。他不明白的是神次等级是什么。忽然一道脚步声在空旷别墅响起，也是直接把林书玉给惊醒了。询问王命那是什么动静。王命走向大门前，想通过猫眼查看外面是什么情况，结果外面明明有脚步声，可是在王命眼中却没有人。正当王命疑惑时，林书玉颤抖指着王命的下，说是在门缝那。王命趴下低头一看，果然有一双脚，可下一秒一颗眼珠弹了进来，就这么水灵灵的来到了王命眼前。还没想到明白神明序列的用法，居然能令自己实力得到惊人的提升。本打不过的妖魔鬼怪们，也不是他的一合之敌。就在刚刚，一颗眼珠子突然滚到王命面前，王命没有被吓到，而是反问林书玉：“他的幸运就是让鬼怪找上他们的吗？”说完，就一脚把那个眼珠子踩爆。也就在这瞬间，屋外响起剧烈的敲门声，也把熟睡的祝瑶吵醒了。下一秒，大门被破开，一道小小的身影散发着诡异的气息。仔细一看，是一个破碎的娃娃。面对林书玉询问怎么办，王命二话不说冲向了那个娃娃，并动用恶灵车票加持力量，一拳就把那个娃娃给打爆。可紧接着却有更多的娃娃朝着屋内涌来，王命只能再次挥舞拳头，跟这些娃娃战斗在了一起。但是由于数量太多，王命也不可能全部打坏。忽然，一只惨白的玉手伸了进来，居然又是裂口女。与此同时，走廊外宛若百鬼夜行一般，什么妖魔鬼怪都有，对着那些挑战玩家下手。反观王命在解决裂口女后，也是累得不轻，3分钟的恶灵车票时间也将结束。他不明白是谁触发了这么多的机制，而恶灵向王命示意，只要和他达成交易，就会赐予更多的力量。王命直接拒绝，谁知道答应了会变成什么东西？没有这个老登，他照样能够解决。林书玉见王命道具失效，也不停地催动自己神明序列的能力，可是却毫无动静。就在一头丧尸将要咬到林书玉时，他的脑海犹如走马灯一般，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因自己的爸爸好每天都让自己妈妈把钱交出来，没有就是一顿打骂。甚至有一天，妈妈在回家的途中被一群小混混欺负了，可他爸爸却拿着谅解书逼迫妈妈签下名字，因为这样就能得到赔款50万。而这其实是林书玉的爸爸在欲望世界许下的愿望，只不过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之所以林书玉想毁掉欲望世界，就是这个原因。他的坚定信念似乎引动了神明序列，一拳就打飞了自己面前的丧尸，但却又有更多的丧尸朝着林书玉袭来，不过并未对他造成伤害，全部被他给解决了。一时间与丧尸们僵持在了一起，这令林书玉信心倍增。看着又有丧尸向着他扑来，本想动手的林书玉，他的脚却被布娃娃给拽住，然后直挺挺的倒下。看着眼前众多妖魔鬼怪，林书玉心中火热消失不见，大喊着救命。可就在王命惊讶眼神中，祝瑶这小丫头居然拿着蜡烛台挡在林书玉身前，尽管害怕的全身发抖，也不曾向后退去，只因林书玉曾经帮助了他很多。在他们躲避反击中，王命知道这样下去所有人都要死，所以在想自己神明序列逻辑该怎么用。他说了一声强化力量，结果逻辑判定不成立。王命又说因为他很强，所以力量会成倍增长，但逻辑还是不行。王命没有被气到失去理智，他再次述说因为他经常锻炼身体，所以他的力量变得很强大。而这次的逻辑判定通过，一股强大力量瞬间在王命身体中爆发，周身的妖魔鬼怪顿时就被王命打飞了出去，看得林书玉两人发自内心的崇拜。此时王命终于明白逻辑链的用法，比起恶灵车票，神明序列的力量显得更加澎湃。王命摧枯拉朽间就把这些妖魔鬼怪全部干掉，但是明显鬼怪的数量更多，打完一批又来一批，可王命却显得无所谓。他一跃来到鬼怪们上空，拳头轰下的瞬间爆发出一道璀璨的金光，涌进屋内的鬼怪立马被打成了碎片。而王命也准备去外面帮忙，不过发现高手也不少，他们各自拿着欲望世界的道具抵抗着那些鬼怪们。王命见状也放心下来，可以专心对付那几个强大的怪物。而这一战持续到了天亮，百鬼夜行才算是结束。而挑战别墅1楼大厅原本的20多人也只剩下了一半，至于王命几人则讨论林书玉神明序列幸运的能力。王命有些好奇他的幸运能不能对别人生效。林书玉告诉王命可以，虽然这是个被动技能，但在他的念头，幸运也可以庇护他以外的人。可无论是什么能力都是有代价的，就算是那些道具也一样。而林书玉代价或许就是他霉运，经常会遇到倒霉的事。一时间林书玉好奇王命的代价是什么。王命表示在使用能力结束后，有一头没死透的丧尸咬到他的脚，但是没有牙齿，所以他没什么事。那么根据判断，逻辑链的代价似乎是某种意外，王命也就怀疑林书玉的幸运是不是可以规避他的意外。闻言林书玉一脸笑容，那他们不就是最佳的搭档 CP 吗？而就在这时，蒙雨眠忽然找上了门。我有人都没想到，这个可爱单纯的女孩是那个。不仅妖魔鬼怪都是因她而生，甚至只要解决了她，似乎就能通关欲望世界。原本是蒙雨眠找上王命，他坦白了自己所有的事，包括他神明序列能力先知，以及他进入欲望世界是为了复活自己的孩子。第一次蒙雨眠许下愿望，可复活后他的孩子喜欢吃生肉。第二次再许下愿望，虽然变回了正常人，但又患上了白血病。而这一次，蒙雨眠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变得健健康康的，所以他也是跪下求王命。他身为一位母亲没得选，因昨晚死去的人太多，蒙雨眠不敢保证他一定能熬过去。他来的目的就是求王命和他一起杀了所有人，结束这
场游戏。王命没有答应，而是询问先知这个能力。蒙雨眠表示，他之所以知道内鬼，就是因为这个能力。闻言，王命直勾勾看着他反问：怎么能确定内鬼不是他自己的？毕竟内鬼就是想干掉所有人。蒙雨眠愣了一会，便明白王命不相信他。王命也是表示，他想杀所有人都得死，可他不想以这种方式通过。蒙雨眠微微点头，独自沉默的走人。至于他自己动手，那也不可能，毕竟也是有玩家能和他抗衡。而接下来只要和林书玉绑定，那么就可以利用幸运，避免被恶灵车票吞噬。不过这个幸运能力，王命也是让他去寻找线索。可刚才祝瑶的舍身保护，也是令林书玉很是感动。除了让祝瑶以后不要做外，也是给了他一把防身的剔骨刀。看着他们吵闹的样子，王命叹了一声气，示意还没有乐观的时候，因为昨晚那些鬼怪强度明显比之前强上很多。王命猜测，随着时间的推移，鬼怪说不定会越来越强，到了最后可能连他都打。闻言，祝瑶一脸自责，都是他拖了后腿。王命摇头表示跟他没关系，他已经断定鬼怪出现机制跟嘴中说出来的没关系。那么昨晚又是谁招来那么多鬼怪？如果是内鬼，为什么不继续弄个更可怕的鬼怪来把他们所有人都赶了？不过现在王命已经有办法找出那个内鬼，还让祝瑶回避一下，有话和林书玉说。林书玉见状表示，其实没必要瞒着祝瑶，因为祝瑶她太可怜了。曾经她在学校，水杯里被倒粉笔灰，书包课本被剪碎，凳子课桌被涂胶水，甚至还有人把脏水泼到她身上。而她的家庭比学校还可怕，她的继父很坏，总是想欺负她。真不知道为什么她到现在都没有黑化。可王命不是要排挤她，而是告诉林书玉，他昨晚说了一个鬼怪的名。但那个鬼怪并没有出现，所以王命推测鬼怪出现的真正机制是在某个人面前说出来。虽然刚开始排除他们三人是内鬼，万一内鬼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内鬼了，王命也是让林书玉说一个鬼怪的名字。林书玉闻言立马喊出笔仙，结果屋内毫无动静。王命让他多喊几个看看，动漫看多的林书玉却喊出两面宿魔等怪物，最后都没有出现。于是王命让林书玉出去喊人，招其他玩家一个一个来实验。他不信找不出这个内鬼，林书玉却询问王命：祝瑶不用是吗？王命反问他：祝瑶那个性格能当内鬼吗？而接下来第一个对象便是蒙雨眠。王命与他讲述一遍规则，就开始了实验。结果很明显，蒙雨眠不是。紧接着每个人开始进入到王命屋内，但居然全都不是内鬼。就只剩下了一个祝瑶，没办法，王命只能把祝瑶喊了进来，然后询问祝瑶。第一次有人提到暴君，可你并不知道生化危机电影，只知道丧尸。没等祝瑶疑惑王命为什么这么说，外面忽然就有人大喊丧尸出现了。这一幕令祝瑶脸色瞬间惨白。根据王命之前的实验，那么很明显内鬼就是他自己。祝瑶接受不了这个结果，极力的否认自己是内鬼。王命久久叹了一声气，其实他很早开始就怀疑祝瑶了，只不过没有证据。一开始有人提到了贞子，祝瑶你知道贞子的故事，或许还看过这部电影，所以贞子出现了。接着蒙雨眠故意提到裂口女，恰好祝瑶你也知道。最后是林玉书提到的暴君，你不知道暴君是什么，只知道丧尸，所以出现的是电影里的丧尸。而昨晚你睡觉的时候睡得并不安稳，应该是梦到了什么鬼怪，所以出现了百鬼夜行。面对种种证据，祝瑶无法反驳，泪水止不住的流了出来。他自责是自己害死了大家。王命上前安慰他，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毕竟他自己也不知道。可忽然王命一愣，因为他发现自己说了太多。本来祝瑶没有意识自己是内鬼，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鬼怪，可刚才那一提，祝瑶就算克制也克制不住了。无数的鬼怪巨现而出，蒙雨眠也是拿着电锯破开大门。现在既然知道祝瑶是内鬼，那么只要解决他不就万事大吉了？祝瑶害怕无比，他的身后出现一团团发丝，缠绕上了蒙雨眠的电锯，然后瞬间将他扯断。紧接着一只女鬼出现在祝瑶的身后，可祝瑶并不能控制她，这个女鬼又对着林书玉发动攻击。谁也想不到，怯懦的女孩在这一刻终于勇敢了起来。原来祝瑶没想到自己居然是内鬼，并且她所创造出的鬼怪正在屠杀其余的人。王命连忙出声提醒祝瑶想想开心的事情，但祝瑶愣了愣，开始拼命回想，但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开心的往事，她的脑海中全是各种痛苦的回忆。只见一个猩红的漩涡骤然出现，然后探出一只巨型的鬼手。在看到那狰狞的三眼鬼怪后，林书玉立马惊呼出声：这是祝瑶的继父，这些不是欺负祝瑶的那些人吗？而祝瑶不断的发出惊叫，整个人已经慌到了极点。王命也没想到他不光能找出鬼怪，还能创造出鬼怪。祝瑶真正害怕的不是丧尸之类的鬼怪，而是鬼父，是霸凌者。王命知道他们才是恶的根源，不出意外的话，这些东西比裂口女还要难对付。眼看鬼父伸出大手朝自己袭来，王命连忙往后一跳，迅速拉开距离，但他却知道现在是跑不掉了。哪怕祝瑶不想让这些鬼怪害人，但潜意识里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可怕的，没有办法，王命只好准备硬刚。而门外的挑战者们已然开始慌忙逃跑，鬼父一出手就抓住了蒙雨年，并且很干净利落的扭断了他的脖子。而林书玉也被丧尸群紧追，不断大喊救命。祝瑶不断捂着脑袋喃喃自语：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原来小时候祝瑶经历了一场车祸，他的父亲在那场车祸中丧命，而他的母亲在不久后就再婚了。他本以为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但没想到继父却是一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每天都借着各种理由接触自己。就算他逃回到自己的房间，也没办法躲避监控的监视。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堕入到了更深的地狱中。终于有一天，在继父表示要帮他搓背的时候，他割开了手腕，选择了自尽。不过也因此接触到了欲望游戏。祝瑶不知道那些霸凌者会不会为此感到愧疚和后悔，愧疚当初如此欺负一个女孩，后悔将无辜的她推入深渊，但他却坚信他们永远不会。多年以后，这些恶行只会被他们遗忘，而他却将永远记得，这些伤永远也不会愈合。一开始在旁观人眼中，他遭遇了霸凌，但时间一久，这些人就习以为常，甚至开始在他身上找问题。你为什么要惹他们呢？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呢？为什么不报警啊？为什么你还在这个学校呢？所有的这一切，祝瑶从来都没原谅过，他只是累了，所以就算了。但这并不代表他全都忘了。愤怒的情绪瞬间爆发，强烈的怨念不断涌出，眼中透露出坚定的祝瑶一字一字道：“我不是天上就该受欺负的。”这个冷静的男孩居然想要通过神明复活他人。就在刚刚，祝瑶回想起被霸凌的经历，瞬间进入黑化状态，而被他创造出来的鬼怪也更加疯狂。林书玉和王命立马就发现了不对劲，林书玉更是快支撑不住了。王命连忙拦住鬼怪，向着祝瑶大喊。祝瑶瞬间就被这一声叫唤给惊醒，第一次和王命相遇的回忆随之浮现。原来当初王命帮祝瑶打跑了几个骚扰他的小嘎嘎，而且他还让祝瑶以后勇敢一点，以后要是还有人敢欺负他，就报出他的名字王命。而王命知道这场欲望挑战根本就不是用武力能横推的，眼下林书玉已经快要被鬼怪干掉，现在自己唯一能用的就只有恶灵车票了。这种局势，就算被吞噬，王命也只能使用车票了。可就在这时，鬼父在冲到王命跟前后忽然消散了开来，随之消失的还有大厅内的其余鬼怪。林书玉和王命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当他们望向祝瑶后，就明白是他用自裁的方式救了大家。他忽地流出2行泪水，向王命询问：“王命哥哥，我还是很勇敢的，对不对？”此话一出，林书玉和王命都瞬间呆愣，完全说不出话来。说完，祝瑶的身体就向后倒去，整个人的生机随着消散，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王命连忙散去神明序列的能力，然后快步朝着祝瑶的位置走去。他才刚走出2步，天花板上的吊灯就砸到了他刚才的位置上。王命不由在心中暗道好险，刚刚差点就被砸死了。原来是因为林书玉的幸运庇护生效了。接着林书玉就跑到祝瑶身边，不断呐喊着他的名字，想要通过幸运的能力挽救他。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刀很深很深，深到祝瑶的身体已经开始变了，深到幸运也无力回天。林书玉瞬间就陷入到了痛苦当中。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我的神明序列是幸运，而身边却尽是不幸？祝瑶死了，其他人也都死了。一时间，林书玉就陷入到了痛苦当中。好半晌后，他才咬牙切齿地询问：“你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吗？本来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通关？”而王命也不由叹息一声：“或许吧，但我们坚持不到那个时候。祝瑶不想伤害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但人的思想控制不了，所以他选择了一条近路。你还记得这里最开始的样子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场景从一开始就是由祝瑶的内心世界构成的，这里本应该是他的城堡。”林书玉也忽然开始述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和祝瑶已经做了很久的朋友，他跟我说了，以前也有一位学长帮过他，他有听见位学长的话，鼓起勇气面对生活，这才坚持到今天，那就是你。”王命学长。王命不禁有些忧伤地为祝瑶闭上双眼，本被遗忘的一件事，此后再也无法忘记。祝瑶，没想到我们是以这种方式再次相遇，但是别难过，他还有机会。林书玉闻言脸色瞬间骤变，你说什么？你该不会是想让神复活他吧？男孩再次聆听神的低语，这一次他们许下的欲望却是想要复活死去之人。就在刚刚，祝瑶为了停止群魔乱舞选择了自裁，但王命却想通过神来将其复活。林书玉立即表示这绝对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人根本就不是人。祝瑶是个善良的人，如果让他复活，那他的灵魂永远得不到安息，他不会想用这样的方式活下去，那样比死还痛苦。王命则严肃地解释，你说的没错，有关欲望复活的事情我也听说过，那时我就在想，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复活某一个人，但是别忘了，现在我们有2个人，我们可以让神实现2次欲望。林书玉，你愿意放弃自己原来的欲望，帮助祝瑶吗？林书玉立即表示自己愿意。在所有怪物消散，接下来的时间没有任何危险发生，别墅里的食物和水储备足够，只是在经历了那么一档子事后，王命与林书玉过的却是从来未有过的煎熬。在游戏开始10日后，别墅迎来了一场暴风雨，而别墅的大门也在这时骤然打开，只见一个手拿大砍刀的屠夫缓缓地从大雨中走了进来，望着来者不善的屠夫诡秘，王命立马就掏出恶灵车票准备硬刚。他并不知道眼前这有着巨大压迫感的玩意到底是什么。接着就传出屠夫的冷笑声：“伟大的可悲，伟大吗？用自己的死成全别人，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个笑话。真没想到你们2个运气那么好，居然真的能遇到这种天大的笑话。”王命闻言立马就出声斥喝：“你笑什么？在我看来，这件事之所以会成为你眼中的笑话，是因为你身上的可悲，因为可悲你无法感同身受，自然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所有伟大都源自平凡，所有荣耀皆始于微光，可笑的是你，而不是别的。”话音刚落，屠夫立马就将大刀暴砸在地上，然后冷哼一句：“小子，不怕我干掉你吗？”但王命却露出一副丝毫不惧的表情。屠夫见状不由冷笑一声：“原来你已经发现了，你早就知道因为欲望世界的规矩限制，我无法伤害你们，对吧？”王命这下知道自己是猜对了，果然
然，这家伙和之前的那个售票员一样，出于某种规则不能伤害玩家，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欲望世界经历的一切并不是独立的，在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个观望着的怪物。而屠夫也在这时大笑道：“他们都叫我仆夫，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但我现在就是这栋别墅的主人，也就是说，他是被你们害死的，哈哈哈！现在恭喜你们，你们将聆听神的低语。”话音刚落，王命和林书玉手上就骤然出现金色的羊皮纸，于是王命就连忙示意说：“好了，这次我们都不要用复活这个字眼。”接着他们就分别写下让祝瑶保持原有的善良，让祝瑶拥有美好的记忆这2个欲望，很顺利的就得到了神的回应。让王命意外的是，他手中忽然冒出数缕猩红的雾气，然后凝结出了一柄奇特的匕首，这赫然是新的欲望道具。一入手，匕首的介绍就涌入脑中：悲鸣之刃，你确定不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试它是否锋利，听一听自己的悲鸣吗？来了来了，神秘的神明调查局终于出现了。就在刚刚，王命在通关了诡秘挑战后，意外获得了新的欲望道具。王命在收起悲鸣之刃后，不禁暗暗震惊，好诡异的道具，刚才居然萌生了给自己来上几刀的可怕想法。接着王命就感叹一声，这场游戏终于要结束了，没想到屠夫居然来找他搭话。对了，你猜养老院的那对母女有没有得到救赎？王命不由猜测这家伙就是养老院背后的怪物，于是他就询问：“你对他们做了什么？”但屠夫却发出狞笑：“你想知道的话，就自己找机会回去看看吧。”王命闻言瞬间脸色一变，有机会我会去看看他们的，有机会我也不介意亲手宰了你。不多时，王命2人就被传送回了现实世界。接着他们就听到一阵猫叫，林书玉一眼就看出这只猫是在等祝瑶回来。王命得开口决定，以后跟着我怎么样？是祝瑶救下的，现在他去了别的地方，以后就叫你姚阳行吗？随后他就抱起白猫环视了下四周，但他却感到有些讶异，那个售票员已经走了吗？这辆摩托车又是谁的？总感觉这件事很诡异啊。就在这时，一名女子忽然走到了2人身后，王命闻声立马就出声询问：“你是什么人？”女子很是直截了当的自我介绍：“我是神明调查局的调查员，希望你们能好好配合，否则我会采取强制措施。”但林书玉却根本没听说过这个组织。接着女子就用手电筒照了下2人，但林书玉却猜测这是用来消除人类记忆的手电筒，于是他就开始一顿惊叫，说自己失忆了。女子立马就没好气道：“别装了，这东西只是检查你们是不是欲望怪物。”接着他就目光一凝：“好了，跟我走一趟吧。”2人也没办法，只好跟着他走出了巷子。只见巷子外已经围上了密密麻麻的人，全都是神明调查局的人。在来到了局子后，纪小婉就开口道：“你好，我叫纪小婉，经调查，我们知道你们被拉入了欲望世界。第一个问题，你知道官方为什么要隐藏有关欲望世界的消息吗？”王命便是探性的回答：“这个是怕引起恐慌吗？”纪小婉则解释道：“不完全正确，欲望世界可以实现人心中的欲望，而首次进入的方式大多以濒死或某种欲望达到极致出发。每个人都有欲望，不信你问问寺庙里的高僧，哪怕真的怀着一颗普渡天下的心，那不也是一种欲望的表现吗？因此，如果欲望世界的存在公之于众，大部分人将无法控制心底的欲望，从而导致欲望事件频发，欲望将会成为瘟疫迅速扩散，这带来的不是恐慌，而是无数的死亡与秩序的混乱，是怪物的横行与文明的崩坏。所以一会你们要签一份保密协议，希望你们遵守，不要向普通人提起欲望世界的任何事情。第二个问题，你对欲望怪物了解多少？王命不由讶异的反问：“欲望怪物，这是什么东西？”纪小婉只好解释道：“你在欲望世界的经历都是以挑战者的角度出发，但当极致的欲望扭曲，又或者在实现多个欲望之后，欲望世界将会给予玩家成为执行者的机会，阻止挑战者完成任务。对于执行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更加轻松，欲望也更容易实现，但代价就是成为欲望怪物。虽然在彻底失控之前，他们可以维持人类的外表，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人，而是欲望的傀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欲望怪物。”男人想要加入神明调查局，可没想到却被严词拒绝。前不久，王命在听到了欲望怪物的存在后，他立即明白那个售票员就是欲望怪物，而纪小婉立马盯着他询问：“看来你的确知道些什么？带你们回局里，就是因为我们在你们进入欲望世界的地方检测到了欲望怪物的气息，你被欲望怪物盯上了是吗？”王命知道这回是没大倒糊弄，于是就开始详细的述说自己和售票员的恩怨。说完之后，王命便毫不在意道：“所以我得罪了一个执行者，一个欲望怪物，我当时还以为他是 NPC 来着。”纪小婉不由眼神一凝：“如果你提前知道有可能会招惹怪物，还会选择救那个孕妇吗？”王命立即苦笑一声：“刁钻的好问题，我只能说当时情况很复杂，但优势在我。”纪小婉立马就起身没好气道：“整体上你的做法是没错的，当时情况你要是不出手，那个孕妇就死了。但对于这个售票员来说，你破坏了他的任务，估计他身上有避免死亡的道具，因此失败之后没有死在欲望世界，而是回到现实找你报仇。没有其他事情要补充的话，一会签完保密协议你就可以走了。”不过王命却表示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接着他就开始疯狂询问：“我和欲望怪物在同一城市是凑巧吗？他是怎么找到我？既然确定有怪物要杀我，你们能不能优先解决了他？”纪小婉只好耐着性子解释：“一般情况下，欲望世界是以区域展开的，
而临海市就是这样一个区域，欲望怪物受到欲望世界的庇护，在现实世界里，欲望怪物的行踪很难被发现。至于他是怎么找到你，欲望怪物手段诡谲，指不定他现在已经在你家床底下躺着了。还有，欲望世界的时间和现实不是一致的，无论你在欲望世界里过了多久，一场挑战对应现实的时间都是30分钟。王命不由好奇地询问：如果超过了30分钟呢？纪晓婉顿时脸色黯然，超过30分钟的话，大概率是回不来了。接着纪晓婉就催促王命赶紧签完协议离开，见他又给自己下逐客令，王命便讪笑一声：你们不打算邀请我加入调查局吗？纪晓婉立马就无语道：你是怕被欲望怪物找上门，想寻求保护吧？被识破的王命立即就感到有些尴尬，虽然他是一个被掏空的男人，但鬼知道欲望怪物有什么手段，万一把他大卸八块呢？而纪晓婉示意他放心，自己会派人手保护他的。虽然王命还是想在这里住下，但纪晓婉却直接拒绝。接着他就询问王命有没有领悟神明序列或者拿到欲望道具，并提醒他尽量不要使用，都需要付出代价。接着他就询问王命，假设你所在的真地受到敌军袭击，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而敌军从南压境，距离你不足200米，你会怎么做？见王命想也没想就直接说要撤退，纪晓婉立即严肃道：错，应该报告指挥部，告诉他们真地还在，并请他们以自己为目标，向南200米进行地毯式轰炸，我将向敌人发起冲锋，吸引注意。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由欲望诞生的怪物，来自异界的危机，这场战争已经打响，每一位调查员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当你愿意成为和平的代价，我们自然会邀请你加入。这个女人不仅主动要求跟王命同居，并且一进屋就开始熟练的洗澡。就在刚刚离开了神明调查局后，王命便询问林书玉有什么打算。而林书玉则示意今晚是自己女友的生日，要先走一步。接着林书玉就火急火燎地跟王命告别，而王命发现白猫身上全是烫伤和皮肤病，既然自己要收养它，那该花的钱还是不能省的。很快他就带着小猫来到了宠物医院，然后让老板帮忙处理和清洁一下。见瑶瑶一副不舍的模样，王命连忙表示自己不会不要她的。但王命才走出宠物店，就接到了老板娘的电话。原来因为街道被封锁，导致做不了生意，所以才打电话来让王命等通知在上班。可王命才挂断电话，不远处就走出一道人影。黑丝女望着王命，立即发出冷声：呵呵，我们又见面了。王命闻声立即就明白那个售票员又找上门来了，刺鼻的香水味混着腐臭，果然是售票员。王命果断拿出恶灵车票，然后开始装傻，但售票员却直接化身怪物准备干掉王命。这下轮到王命傻眼了，他没想到这厮居然敢在闹市就这样化身诡秘，眼看袭来的头发骤然化作一张张长着利齿的嘴巴，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开始膨胀张开，朝着自己撕咬过来。与此同时，不远处轰然传出摩托的引擎声音，售票员和王命闻声不约而同的一惊。售票员率先收手，然后冷哼一声：他们护得了你一时，护得了你一世吗？等着吧，这笔账我会好好跟你算的。见售票员跑路，王命这才松了口气，他可不想在市区打起来。而纪晓婉在停车后立即询问王命有没有事，接着他就拿出一个雷达仔细查看，已经不在这附近了吗？刚一出调查局就要下手，看来那东西等不及想要解决你。如果这样的话，倒是可以让你充当诱饵。见王命拒绝这个要求，纪晓婉立即严肃地开口：你没得选，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最近局里人手紧缺，队长决定在解决那东西之前，让我们先住在一起，你没问题吧？如此极品美女愿意跟自己同居，王命当然不会拒绝。1小时后，王命就抱着瑶瑶走出了宠物店，而纪晓婉也没多说，直接示意他上车。随后纪晓婉就载着王命回到了他金阳社区的家中。纪晓婉也没有客气，来到他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洗澡。望着纪晓婉那出水芙蓉的极品身材，王命差点就当场喷洗。王命没想到他看上去那么高冷，性格却这么随和，甚至根本没把他当男人看。见纪晓婉坐下，王命便询问他进行过几次欲望挑战。纪晓婉则抚了抚瑶瑶，然后表示已经记不清了。王命连忙心虚的一开视线，在心中暗道：真是人不如猫啊。而纪晓婉瞥了他一眼，询问道：好看吗？王命连忙扭过头去装傻，但纪晓婉却不以为然：别装了，你刚才不是一直盯着我的腿看吗？接着他就面露严肃的开口：欲望世界诡谲多变，说不定哪天就会遇上美人关，到时你遇到的女生无论长相还是身材都是无可挑剔的，她们甚至还会主动投怀送抱，满足你所有的需求。话说你能从这样的关卡里活着出来吗？王命没想到欲望挑战还有这等好事，自己也太倒霉了吧。纪晓婉见状不由鄙夷道：你看上去好像很期待。而王命也大方的承认，不是期待，只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这个妖娆的神秘女人之所以出现，居然是为了将王命给处理掉。就在刚刚，诡秘怪物售票员在王命被接走后，再次回到了宠物医院。愤怒的他只好将怨念发泄在其他人身上，直接化身诡秘，将所有和王命有过接触的人给干掉。原来售票员名为叶潇潇，那年她刚刚大学毕业，跟闺蜜一起前往大公司应聘，凭借不错的学历和出色的形象，她很顺利就通过了面试，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员工。她很珍惜这份工作，哪怕连续加班也从未抱怨。然而几个月后，各方面不如她的闺蜜，却轻轻松松成为了她的领导。她不明白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明明已经很努力在工作了，但结果她却意外发现，原来闺蜜跟董事长有染。在那个瞬间，她终于明白了。没多久，她
她以出色的美貌挤掉了闺蜜，成为了董事长新的情人。职位上的变动不过是耳边一句话的事情，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拼命工作，同样是努力，换一个方向就能得到原本几辈子都得不到的财富。直到有一天，董事长的夫人找到了他，并且将硫酸泼在了他的脸上，从此他毁容了，变成了让人看一眼就想吐的丑八怪。公司随便找了个理由将他辞退，董事长也但没有出现在他面前。绝望之下，他紧锁门窗，打开家里的煤气罐。弥留之际，他听到了神的低语，进入了欲望游戏。要不是王命赶他下车，他已经能变回原来的模样。这一切都是王命的错。但叶潇潇不知道调查局为什么要保护他。可就在这时，一道倩影忽然来到店内，发出一道笑声。真是可怜啊！身为欲望怪物，有着常人无法拥有的力量，结果却连杀个人都做不到。叶小姐，我真为你感到悲哀啊！叶潇潇顿时就愕然了。你是谁？为什么会认识我？你究竟是什么人？而女子却发出一道冷冽的笑声。我是红桃倔啊！但叶潇潇却根本不认识什么红桃倔，然后他就示意红桃倔有什么事就直接说。而红桃倔闻言也没再废话。还真是暴脾气呢！你不是想干掉那个家伙吗？可问题是调查局的人已经盯上你吧？现在的你估计连接近他都不可能了。等他再进入几次欲望世界，那个时候就算没有调查局的人帮忙，说不定你对他也产生不了威胁了。叶小姐，你难道不知道吃饭要趁热吗？按现在这个情况，你的仇可是越来越难报了。不过叶潇潇却冷哼一声，你也想干掉他？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而红桃倔却直接走到他的跟前，因为我要的不仅仅是他死那么简单。多可惜的脸蛋！难道你不想亲手为自己报仇吗？无论是报仇还是变回原来的样子，鲁莽可都是不行的。不过你放心，接下来我会帮你，而你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的小代价。这个男人居然在现实世界使出了神明序列能力。就在刚刚，红桃倔找上了叶潇潇，并表示可以帮助他干掉王命。而纪晓婉也第一时间接到了宠物店出事的消息，于是他就将这个消息告知给了王命。宠物店里的宠物和当晚值夜班的员工全都死了。王命怎么也想不到那家宠物店居然会出事，而纪晓婉的脸色也凝重了起来。看来盯上你的欲望怪物似乎没那么简单。局里传回来的消息，盯上你的那怪物可能跟新世界有关。王命顿时就好奇道：“新世界听起来有点地下组织的感觉。”纪晓婉这才开口解释：“新世界组织信奉欲望之神，他们认为欲望之神既然能够实现人的欲望，那自然就能创造出一个没有欲望的新世界。”王命很快就听懂了，所有人的欲望都能轻易实现之后，自然就不会再有欲望，没有欲望自然也就没有痛苦。纪晓婉则点了点头：“你的理解没错，像你们这类没有加入调查局的人，正是新世界吸纳的目标。”王命闻言立马就冷笑一声：“帮他们杀人是吗？”纪晓婉却没好气道：“是帮他们打造新的世界。新世界，我最喜欢的事就是请新世界的人吃花生米。”5日后的夜晚，纪晓婉意外被强行拉入了欲望世界。按照之前他给出的信息，在不出事的情况下，30分钟后就能回到现实世界。然而纪晓婉才刚进入欲望世界没多久，王命就感觉好像有人在暗处一直盯着他看。很快他就发现安静的房子内传出了异响，并且这道声音并不是敲门声。接着王命就发现异响竟然是从窗户上传来的，只见窗户外已经多出了一道恐怖的身影，来者正是已经鬼秘化的叶潇潇。王命这下是彻底傻眼了，他家在8楼，居然就这样爬了上来，而叶潇潇已经迫不及待了，抬头就直接往窗户上撞去。王命立马就暗暗分析，纪晓婉刚走他就来了，难道纪晓婉被拉入欲望世界跟他背后的新世界有关吗？王命知道不能让他进来，连忙就把窗户关上，但没想到叶潇潇的动作比他还快，率先打开了窗户。不过王命却丝毫不慌，抬腿一脚就让叶潇潇去感受万有引力的拥抱。这一脚下去，叶潇潇立马就从8楼往下面掉，直接狠狠地暴打在地面之上，甚至还把地面砸出了一个小坑。不过叶潇潇却猛地张嘴，生长出数道藤蔓。王命在探头一看之后，立即就面露惊讶，这玩意居然还能进化，究极体欲望怪物吗？欲望怪物本身是欲望所化，因此怪物化后所呈现出来的模样也跟自身的欲望有关。难道他的欲望是变美吗？就在王命震惊之时，藤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然后张开了一张巨嘴。虽然王命及时躲开了袭击，但他知道自己要是挨上一下，绝对会被扇成肉泥，下场绝对是死的不能再死。为了报名，王命也顾不得其他，直接抬手就使出了逻辑链力量强化。进化了，进化了！男人居然将恶灵车票强化成功了。就在刚刚，叶潇潇趁着纪晓婉被拉入欲望世界的时候，竟使用了鬼秘化飞上了8楼，杀向王命。而王命在使用了神明序列强化后，便将悲鸣之刃唤出，但悲鸣之刃的副作用是忍不住给自己来几刀，所以他得速战速决才行。眼看叶潇潇已然扑面而来，不过王命身形一侧，悲鸣之刃破空而出，直接砍断了他的手臂。接着王命就脚下一动，向着叶潇潇冲去，而叶潇潇手上吃疼，立马就发出狰狞的咆哮，接着他的手臂就骤然长出一根尖刺，朝着王命杀去。虽然悲鸣之刃能轻易切断那些藤蔓，但这样下去王命可能搞不赢。他不禁拿出恶灵车票准备拼死一搏，只因他知道逻辑链不仅仅能强化自身，还能强化道具。恶灵车票本身具备的力量就已经很可观，如果再被逻辑链强化一点呢？于是王命就直接开口，载满恶灵的列车行驶在冰冷的铁轨上，他们听到了我的声音，他们不会让车票的力量仅限于此，他们终于觉醒。顿时王命身上就飞出无数恶灵，神兵序列强化恶灵成功。接着王命就感觉浑身一滞，遭到了恐怖的精神冲击。
冲击，而叶潇潇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机会。现在的王命已经深陷恶灵冲击的状态，他低估了恶灵冲击的状态，他低估了被逻辑链强化后的恶灵撤票，不知道致命危机已近在咫尺。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白色身影骤然飞出，瑶瑶奋不顾身，疯狂地在叶潇潇的脸上狂抓，甚至狠狠地撕咬着叶潇潇的脸。顿时叶潇潇就发出一声狂吼，震退了瑶瑶。不过王命身上突然爆发出惊人的诡秘气息，显然他已经撑过了恶灵冲击，完成了恶灵附体。只见王命此时已经大变样，上半身已经变得漆黑无比，浑身缭绕着极为浓重的诡秘气息。叶潇潇见状不由惊呼出声：“你们居然都是欲望怪物！”王命闻言立即呵笑一声：“欲望怪物，或许吧，不对，为什么要说你们？”不过王命没再纠结，率先发起了进攻。叶潇潇立即明白现在自己不能跟王命硬碰硬，接着他就骤然抬头，喷出无数道藤蔓，接着藤蔓就开始缭绕纠缠，形成了一堵藤蔓墙。而王命却直接抬手准备硬刚，随着一道轰鸣传出，他一拳下去，瞬间轰碎了藤蔓墙。但叶潇潇的身影已经不见了，王命果断开始追击。他知道叶潇潇现在已经完全怪物化，这次不杀，下次就不一定有机会了。很快，王命就在楼下的街道中发现了王潇潇的踪迹，不过并没有看到他的人，而是一朵巨大的花蕾。随着花蕾身上的红芒冒出，花粉开始迸发而出。王命连忙捂住鼻子，刚才一瞬间吸入一点雾气，他的四肢马上就出现了麻痹感。而且现在恶灵车票的持续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在他思索之时，头顶突然轰落下一块巨石，顿时王命就直接被巨石砸中。幸好他有恶灵铠甲保护，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而在不远处观察的红桃却不由喃喃道：“有意思，他的神明序列副作用是霉运吗？不对，那块石头原本没有掉落的迹象，是他出现在对应位置后直接掉下去的，这不符合霉运，更像是不合理。真好奇他的神明序列是什么。现在时候差不多了，盛开吧，独一无二的欲望之花，绽放只属于你的美。”话音刚落，那朵花蕾瞬间绽放，露出了庞然的花瓣，其中的花心更是诡异无比。这是一柄只要触碰就会产生自杀念头的神奇匕首，但男人却还要对其进行神明序列强化。就在刚刚，王命追击到了叶潇潇，但却发现他已经化作了一朵花蕾，并且随着花蕾的站拍，还不断散发出花粉。只是眨眼间，花粉就散布了整个街区，被花粉沾染的男人纷纷面露痴迷。巨大的花朵在他们眼中已然变成了一个大美人，而王命也敏锐地发现了花粉有猫腻，眼看越来越多平民围过来，他立马就犯难了。现在王命只能先把那些平民丢到没有被花粉覆盖的地方去了。一离开花粉覆盖的范围，那些小嘎嘎就恢复了神智，但王命却发现现在围过去的人越来越多了，竟然还出现了能强行共鸣其他人的能力，而王命的恶灵附体也在这时开始解除。王命不由感到压力陡增，虽然在逻辑链的加持下，恶灵车票的力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时间只是从3分钟延长到10分钟。刚才救人已经花费了大部分时间，不行，这样下去我也会失去意识的。逻辑链强化力量无法对付欲望怪物，恶灵车票现在又进入了冷却，只能试试这一招了。为了不让宠物医院的事情再次发生，王命只好掏出悲鸣之刃，但武器一入手，王命脑海中就疯狂出现要自残的念头。虽然他使用了逻辑链强化，但是道具强化却失败了。于是王命就再次大喝一声：“悲鸣之刃来自欲望世界！”所以他的力量不仅限于锋利。这一次神明序列逻辑链的道具强化很顺利就完成了。可下一秒，强烈的自杀欲望就犹如潮水般来袭，王命来不及反应，就已经对着自己心脏处捅了一刀。不过幸好他没有器官，要不然这一刀下去，他已经死了。接着他就开始疯狂往自己身上捅刀子，同时大笑出声。很好，我要的就是这种控制不住的效果。接着王命就强行按耐住欲望，然后狠狠地将悲鸣之刃朝着叶潇潇掷去。不过面对王命的袭击，花朵瞬间就窜出数道藤蔓，然后牢牢将悲鸣之刃给抓住。王命见状立即就笑了，果然那女人虽然变成了花，但是她的意识还在。悲鸣之刃强化后的副作用达到了可怕的程度，不出意外的话，任何有自主意识的东西碰到匕首都会控制不住出现自杀的想法。果然如王命所料，叶潇潇在触碰到匕首后瞬间就愣住了，然后那抓住悲鸣之刃的触手就狠狠朝自己刺去。随着悲鸣之刃的挥舞，庞然的花蕾不断被分割，然后就是花朵上那些繁茂的绿叶，只是片刻功夫，花朵就从盛开状态瞬间重新闭合，然后躯体一软，轰然倒在了地上。而那些飘散在这附近的花粉也开始迅速消散，那些被迷幻住的平民顿时就纷纷倒在了地上。王命不由擦了擦嘴边的番茄酱，暗暗嘀咕道：“终于结束了吗？不光要小心这个欲望怪物，还要留意使用逻辑链后的副作用。今晚使用了不止一次逻辑链，现在所有底牌都用完了，要是再被石头砸一下，小命怕是要交代在这里。”就在这时，忽然传出一道绝望哀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有什么错？我只是想恢复原来的样子，我有什么错？我一开始只是想好好工作的，可不公平！凭什么那些不如我的人能站在我的头上，俯视我，排挤我，嘲笑我？我只是想要证明我自己，我只想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王命闻言脸色也不由一凝，我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无法理解你的嘶喊，更无法共鸣，但我知道无论怎么样，你也不能拿别人的命来完成自己的欲望。可没想到叶潇潇却大笑了起来，别人的命？你是说公交车上那个孕妇吗？那是欲望世界，你要知道他们是怎么进入那个世界的。在欲望面前，你居然跟我说人性，你只要别阻止那个孕妇下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你跟其他人也会安全抵达目的地。可为什么？你为什么非要保护那个
个该死的孕妇，为什么非要破坏我的任务？你该死！王命这次没再说话，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无法改变现状。然而就在这时，闻声而来的云离忽然出声打断：“他是为了救我才赶你下车，对不起。如果你一定要报仇，那就把我的命给你吧。”这个女人居然主动邀请王命加入新世界。就在刚刚，云离忽然出现，表示自己可以代替王命来平息叶潇潇的怒火。王命不由询问云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云离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王命，原来他就是住这附近的。上次欲望世界通关后，他就获得了一片药片，可以无视刚刚那些花粉的影响。王命连忙开口：“其实我不是为了救你，我只是想通过破解的方式完成任务，所有你也没必要说什么把命给他这些话。而且你的孩子还没出生呢，好不容易从内鬼地方出来，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努力活下去吧，哪怕是为了宝宝。”云离闻言不由一顿语塞，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二人当着自己面叙旧的情景，彻底惹恼了叶潇潇。既然你们那么喜欢聊天，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叶潇潇现在已经萌生了退意，我无法确定她手上还有什么底牌，再加上这个可能也有底牌的孕妇，先走，回头让红桃界那个女人出手，她一定有办法。一想到这儿，叶潇潇当即就冷哼一声：“算你命大，你个命，我下次再收。”王命闻言却呵笑道：“怎么，都已经等了半天了，这就要走了？”叶潇潇立马就眼神一明：“怎么，你这么急着找死吗？”可王命却掏出倒计时归零的手机，得意道：“我在等他回来，你在等什么？”此话一出，叶潇潇顿时就心头一突，是那个女人吗？下一秒，不远处就响起了一阵轰鸣，一辆摩托车骤然闯入，来者赫然是从欲望世界归来的纪晓婉。这下王命彻底松了口气，卡点姐终于来了，反派死于话多这个道理，相信你这次能深刻体会到。叶潇潇这下也坐不住了，连忙再次诡异化，在化身诡秘的瞬间，立马就朝王命杀去。纪晓婉见状，立马猛地一抿油门，速度骤然提升，只见他的摩托在发出轰鸣后就冲向了半空，然后朝叶潇潇那诡秘化的躯体直接冲去。随着砰的一声响起，子弹瞬间破开叶潇潇的头颅，将其秒杀当场，而沾染在平民上的花粉也开始迅速消散。可就在这时，王命突然发现纪晓婉的摩托车居然失控了，他立马就慌了，副作用原来搁这等我呢。毫无意外，失控的摩托直接一把将他给撞飞。纪晓婉见状连忙下车关切道：“你没事吧？”王命则连连催促：“别说话，先把这该死的车从我身上移开。”感受了一下伤势，王命也是松了口气，骨头断了，不过这次应该是真的结束。纪晓婉立马就敏锐的嘀咕道：“腿骨的确被撞断了，但这家伙看上去似乎很开心。”随后他就拿出手机汇报道：“长宁街出现欲望怪物事件，就是跟踪王命那个，让后勤部门快点过来。这次波及到了不少平民，欲望怪物已经……”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辆法拉利，望着坐在主驾驶位的神秘女人，纪晓婉不由心头一突，这人什么时候出现的？接着法拉利的车门骤然打开，一双红色大腿立马从中探出，随着女人缓缓走出，二人也终于看清了她的容貌。王命在仔细打量了一番女的模样后，就发现了她脸上的面具，扑克牌红桃倔，接着就传出红桃倔的呵笑声：“小姑娘，别紧张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顾风他们都去支援南城去了吧？一时半会这边来不来什么厉害的角色，对吧？”不过纪晓婉却丝毫不慌的斥喝一声：“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但红桃倔对此却毫不在意：“你这小棍，看你的样子，最多也只能接受过2次神刺吧，把枪放下吧，要是真把姐姐弄生气了，保不准会有很多人给你陪葬哦。”随后红桃倔就走到叶潇潇的身旁，然后抓起她就直接往那辆法拉利丢去。做完这些后，红桃倔便再次开口道：“连神刺都没接受过的小家伙，能把他逼到这种程度，姐姐很期待你以后的表现呢。”接着他就朝二人缓缓伸手，然后淡笑一声：“那你要不要加入我们新世界呢？”这个死而复生的女人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人类了。就在刚刚，红桃倔出现在王命面前，并询问他要不要加入新世界。本以为对方会出手的他，顿时就愣住了：“让我加入新世界吗？”王命连忙试探性的询问：“有保险吗？”红桃倔很是干脆的回答：“你要是来的话，年薪保底300万，另外5险1金，带薪休假，周末团建，咱们新世界还免费提供住房、豪车，最重要的是副会长经常会在群里发红包，姐刚刚还抢到1000多呢。”王命闻言连忙摆手：“就这也想诱惑我？你们不会还送女朋友吧？”红桃倔却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不发，但是我们有很多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小姑娘，什么萝莉、御姐、萌妹，都是单身，实在不行，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姐姐我。”王命终于顶不住了，鼻血开始疯狂流出，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不管怎么样，杀人总得偿命，你说呢？此话一出，红桃倔立马就陷入到沉默当中，接着他就摆了摆手，转身朝着跑车走去。在坐上驾驶位后，他就开口道：“你只要记住，新世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说完，他就一轰油门，头也不回的直接离开。不多时，调查局的后勤部门赶到，现场交给他们来处理。纪晓婉因为急着处理别的事情，塞给王命一管治伤的药剂后便离开了。来自潇潇的危机告一段落，但在10几分钟前，王命家却出现了另一个欲望怪物。只见王命收养的那只白毛瑶瑶正开始不断变化，眨眼间就化成了一个猫耳娘，但长相却跟祝瑶一模一样。他不由神情黯然道：“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的？我现在是人还是猫？还是跟刚刚那个东西一样，是个怪物？”就在这时，门外忽然传来王命的声音：“总算到家了，瑶瑶呢？”瑶瑶连忙再次开始变化同声，暗暗决定要想留在王命哥哥身边，还是先不要告诉他。
万一吓到他。下一秒，王命就打开门，在看到瑶瑶后便呵笑道：“原来你在这里啊！刚刚你跑哪里去了呀？都找不到你，难道是我多心了吗？刚才潇潇为什么说你们都是欲望怪物？为什么要用你们？”3日后，纪小婉打来电话，让王命去趟调查局。他不由边走边嘀咕：“婉妹上次给的药效果真好，就是有点难喝。”不久后，王命就进入到了神明调查局。一看到纪小婉，王命连忙打起了招呼：“又见面了，上次你给我的药剂叫什么？效果真不错，还有吗？”纪小婉则边洗车边开口：“康复药剂跟欲望世界有点关系，那晚忘了跟你说，那东西是外用的，你没喝吧？”王命为了不想被他当成傻子，便连忙开口：“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傻的。”就在这时，二人身后忽然传来一道脚步声，只见一名白发男子正缓缓朝着二人走来。王命不由低声提醒：“快看快看，有人卡斯塔卡西！”可纪小婉却恭敬地弯身行礼：“队长，你回来了。”白毛在点了点头后，就向王命伸出了手：“我叫顾风，是小婉的队长。”王命不由尴尬地挠了挠头打招呼：“你好，你好。”顾风也没多说，直接就转身道：“你们一起来我办公室吧。”在进入到他的办公室后，便直接开口：“前段时间我们在南城郊区找到有关新世界的踪迹，因此派了大量人手搜查，没想到对方是为了调虎离山，给这个欲望怪物创造机会来对付你。”王命不由喃喃道：“被毁容吗？那晚他变成欲望怪物的时候，身上开满了花，花象征魅力。”顾风则点头解释道：“欲望怪物跟欲望本身息息相关，他想要变美，所以成了那副鬼样。”王命不由好奇地询问：“如果一个老色批变成怪物会是什么样的？该不会是浑身长满发动机吧？”顾风连忙轻咳几声打断，说：“正是吧，你知不知道神刺？那个神秘女人就提到过神刺，还说纪小婉最多只接受过2次神刺。当我们完成欲望世界的挑战之后，将聆听神的低欲，得到1次让神实现欲望的机会。你已经进入过2次欲望世界，对实现欲望的方式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但有一种欲望不会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只有好处，这就是神刺，接受神的恩赐，成为神赐者。”这个清朗美艳的女子居然是2次神赐者。就在刚刚，神明调查局队长顾风给王命普及了神赐的存在。简单来说，神赐就相当于觉醒，接受神赐之后，各方面的能力都会得到大幅度增长。小婉目前接受过2次神赐，而那个红桃具，根据他推断，至少接受过6次神赐。王命闻言立即就陷入到了沉思：是这样吗？可问题是，我得罪那个售票员是不假，但从现在的事情来看，怎么好像是新世界的家伙在背后推波助澜？难不成我被盯上了吗？顾风见王命妹副表情，便安抚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担心。你是不是觉得接受神赐既然没有副作用，那只要每次都选择神赐，很快就能变成一个强大的神赐者？理论上的确是这样。很可惜，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在进入欲望世界之前，你的欲望可能只有神赐，可当你经历挑战，拿到那张写下欲望的黑纸之后，又会是另一番模样。更别说欲望挑战本身就很难完成。”王命明白顾风的意思，成为神赐者很难，接受多次神赐更难。之前王命的目的就是找回器官，变回一个正常人。但上一场挑战，王命没有任何犹豫，就和林淑玉一起选择将欲望花在祝瑶身上。就在这时，顾风再次开口：“羁绊越多，欲望就越多。据那晚监控拍到的画面，你小子倒是有点勇气。本来你完全可以跑了，但看到有平民被卷入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留下跟欲望怪物死够。要不是你拖了一些时间，怕是会出现不少伤亡。”王命闻言不由讪笑一声：“我还真的没考虑到这件事，当时事发突然，我只是顺心而为，毕竟怪物是冲我来的嘛。”顾风则嘿嘿一笑道：“不过你阻止了一场欲望怪物事件也是事实，有奖励的，回头让小婉给你。”王命在惊愕过后便再次开口：“其实那晚我想过要跑，因为当时我已经受了很重的伤，但看到那些无辜的人被牵扯进来，我心中只剩下一个信念。我不知道这世上有多少的欲望怪物，但今天是疯狂星期4，溜50万，那晚的是一笔勾销。”此话一出，顾风和纪小婉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顾风不由在心中暗骂王命把调查局当提款机，不过他嘴上却保持着笑容：“奖励的事情之后我们会详谈。”不多时，顾风就笑呵呵地把王命给送出了调查局。接着他就再次开口：“新世界那边的事情你不用想太多，他们就是喜欢找乱，估计是发现叶潇潇这个欲望怪物之后，就想着把事情搞大，而不是真的针对你。毕竟你一个连神赐都没接受过的信任，我实在是想不出新世界盯上你的理由。”一听这话，王命立马就暗暗地一步了起来：盯上我的理由会不会跟我丢失的器官有关？可没器官还活蹦乱跳的，用屁股想都知道不正常。万一把老底全交出去，这队长忽然来一句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的好人怎么办？而且新世界也不一定真的是冲着我来的。根据记忆中凶手的对话，我应该是遇到了贩卖器官的非法组织，而不是新世界的疯子。就在这时，顾风忽然出声提醒：“不过你还是要多加注意，小婉的那一枪对那个欲望怪物来说是致命的，但现在新世界的人插手，这事就多了份未知数。”王命闻言不由询问：“你的意思是，那怪物说不定还活着，只不准什么时候会回来找我？”顾风则点了点头，不排除这个可能。叶潇潇只是一阶欲望怪物，相当于接受过1次神赐的人，但如果他再回来找你，说不定就不是一阶了。王命立即就露出了笑意，那意思就是让我继续跟纪小婉住在一起呗。顾风顿时就没好气道：“既然现在新世界在咱这冒头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中心
心肯定是放在那些家伙身上。小婉虽然能保护你，但说不准他什么时候又会进入欲望世界。王命知道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于是他就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顾风这才满意道：虽然风险很高，但进入欲望世界获得神赐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毕竟自身的强大才是根本。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这边有东西可以帮你主动进入欲望世界。王命闻言不禁有些愕然，还可以主动进入吗？那能不能让纪小婉跟我一起进入欲望世界？算了，我摊牌了，能不能让我躺赢啊？纪小婉闻言立马就开口道：我们的确有办法让多人同时进入欲望世界进行同一场挑战，但我接受了2次神赐，跟我一起进入遇到的难度会按我的实力来。换句话说，如果跟我一起进入，你在里面遇到的起码是2阶欲望怪物。我是说，我不介意跟你一起，甚至有些期待。王命闻言立马就连连摆手，那就大可不必了。如果一定要找个队友的话，我倒是有个人选，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这是一柄可以撕开现实与欲望世界通道的武器，但使用者也会因此付出代价，甚至就连神赐者也不一定能承受得起代价。就在刚刚，王命得知神明调查局掌握着可以主动进入欲望世界的办法，于是他就想起林书玉这个可以当做队友的人选。很快，林书玉就被叫来了调查局。在看到老熟人王命后，他立马就咧嘴一笑：老王，我就知道你的世界不能没有我，对不对？顾风不由询问王命是不是真的要选他。但王命知道拥有幸运能力的林书玉确实能规避自己逻辑链所带来的副作用，不过他也发现这家伙的幸运好像只能作用在别人身上，他自己怎么看都是个倒霉蛋。就在这时，林书玉忽然走到了王命身旁，开口道：欲望世界有多危险我就不说了，正经人谁会愿意主动去那种鬼地方？不过嘛，只要老王你开口，人家肯定是不会拒绝的。这人情你可得记着哦。王命立马就低声询问顾风有没有调查过他的性取向，顾风则严肃道：是我疏忽了，没查。这下王命瞬间就不淡定了，能完全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才叫队友。我发现我不敢背对这货，我看还是换个人吧。林书玉立马就炸了：卧槽，你们为什么会怀疑这个问题？我是有女朋友的好不好？纪小婉则一脸满意的开口：别换了，这样挺好，我觉得你们一定能成为很好的搭档。而顾风也轻咳一声说起了正事，叫别人一起进入欲望世界的确有些过分，毕竟保不准就死在里面了，但我们无法避免欲望之神的注视，因此在欲望世界里能有彼此信任的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虽然是王命想让你一起进入欲望世界，可我没记错的话，你之前也说过想跟王命一起进入的吧？纪小婉顿时就贼兮兮的笑道：他说要抱大腿，你们2个还真是心有灵犀呢。为了早点完事，顾风连忙转移众人的注意力，然后再次开口：欲望世界诡谲多变，神赐也不是那么好拿的。不过林书玉并不知道神赐的存在，经过纪小婉的解释后，也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很果断就决定要成为神赐王的男人。见2人达成了共识，纪小婉便起身示意他们跟上。很快他就带着2人来到一处满是罐装液体的神秘房间，然后表示在进入欲望世界之前有东西要给他们。林书玉在扫了那些罐子后不由愕然道：这是什么东东，好吓人啊。纪小婉很干脆的就为2人解释，这是队长从欲望世界里带出来的一件道具，名叫礼帽。这东西可以用寄生的方式代替人的手掌，然后在握手的时候咬住对方，虽然只是简单的咬一下，但这东西的毒比太攀蛇还要致命。王命闻言立马就朝林书玉示意：太攀蛇是什么蛇？1分钟内我需要所有有关这条蛇的情报。林书玉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内陆太攀蛇被认为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陆栖蛇种，其神经毒液1滴酒可以杀死100个人或10万只老鼠。王命这下也不禁感到有些可怖，在握手的时候干掉对方还真是礼貌。不多时，纪小婉就递给2人2枚铜钱，这是买命钱，可以代替1次死亡。林书玉在接过后瞬间就激动道：复活币吗？这可是好东西啊！接着他就连忙询问纪小婉还有没多的，自己想收集几个，或者给点其他别的东西也行。但纪小婉却严肃地提醒，欲望道具都有副作用，弄不好还会丢了性命，所以其他道具等你们成为神赐者再说吧。买命钱虽然能代替1次死亡，但复活后会在一定时间内丧失部分记忆，能不用还是不要用。既然你们2个一起进去，万一用到买命钱就互相照应一下。现在你们可以提前告诉对方一个自己的秘密，一个可以立马获得对方信任的秘密。随后林书玉就严肃地盯着王命：老王，要是真到那时候你跟我说一句话，我立马就会相信你，我与赌毒不共戴天，记住了。而王命也干脆的回忆：那你就跟我说，你这个没心没肺的男人。见2人将秘密交代完了，纪小婉就从一旁的机器中取出一柄长剑，在他劈砍而下的瞬间，立即就冒出奇特的红芒，在撕裂开一条血色的空间裂痕后，纪小婉便示意他们现在可以进去了。这把剑可以撕开现实世界与欲望世界的通道，但欲望世界那边的东西无法从这条裂缝中出来。王命也知道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于是他就率先迈开脚步朝着裂缝走去。见王命没入到裂缝当中，林书玉也连忙快步跟上。在2人进去后，诡异的裂缝这才开始闭合，而纪小婉在收回长剑后，这才呼出一口浊气。下一秒，诡异的血气就笼罩住他的身体，让他聆听神的低语。顿时他的脸色就严肃了起来：真着急啊，希望我能承受得起这把剑的代价吧。而队长步风也在这时走了进来，已然一脸平静的开口：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原来撕开裂缝让别人组队进入欲望世界之后，持剑者自身也会立马进入欲望世界，而这种进入方式会让持剑者接下来遇到的欲望世界挑战难度大幅度提
男人为了成为神赐者再入欲望游戏，可没想到才开始没多久就出现了致命危机。就在刚刚，王命和林书玉主动进入到了欲望世界。王命没想到这次居然出现在了眼外，眼前还有一群人围坐在篝火旁，看来这些就是这场欲望游戏的挑战者了。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帐篷忽然被撩开，西装男一走出就直接开口：“问什么？你们应该都是挑战者吧？”众人闻言顿时一怔，然后立即反问：“你是什么？”男子却两手一摊，无奈道：“别误会，我也是挑战者。不过我跟我哥好像被安排成了发布任务的 NPC， 我叫罗明。按照任务要求，我要对大家说些话。各位辛苦了，这段时间多亏有你们，我跟我哥哥罗德才能平安度过。算算时间，最多5天就能到古城，到时候各位的护送任务就结束了，我们会给予你们丰厚的报酬。”王命仔细聆听着罗明所说的话，但他却升起了一丝警惕。5天护送，让挑战者护送挑战者吗？接着罗明就一脸谨慎道：“不过今晚大家还是别睡了。”光头庞虎立马反问：“为什么？理由呢？”而罗明则语气森然道：“这个，他们今晚很有可能会来，各位要是睡着的话，可能会有危险。他们是那些想要杀死我和罗德的怪物，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神会保佑我们的。”接着他就转身返回帐篷。我离开帐篷的时间有限制，也不能说太多，就先回去了。在罗明进入帐篷后，庞虎立马开口：“看来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帐篷里的人抵达什么古城，时间是5天。但按罗明的意思，他跟他哥哥罗德都跟我们一样是挑战者，但身份却是我们这些保镖的部主。这场任务是要挑战者之间相互帮忙吗？”见众人沉默，庞虎便呵笑一声，都不说话，也没又哭又闹的。看来大家都不是第一次来这鬼地方了吧？王命见状，心中已然有些明了，有意思，这次没有新人，那岂不是会相对轻松些？就在这时，篝火旁的影子忽然开始诡异的扭动，接着影子就缠绕上其中那名长发美女，顿时她就发出一阵惊叫：“影子，影子会动！”众人闻声立马脸色一变，然后齐刷刷的朝他望去，而林书玉则快步走到他身旁安慰道：“别怕，影子随着光线晃动属于正常现象。”但美女却一脸惶恐：“不，他刚刚想掐我脖子，我说真的，我的影子想杀我。”此话一出，众人脸色皆是一变，影子杀人吗？就在这时，一道影子已然缠上了林书玉，并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不仅是他，凡是靠近篝火的人无一例外，全都陷入到痛苦当中。而王命则暗暗吐槽：林书玉这货还真是幸运，什么事都先人一步尝个鲜。接着他就猛然抬腿，直接将林书玉踹离篝火。不过林书玉很快就发现，刚刚缠绕自己的鬼影已经不见了。见王命的判断这么快很准，林书玉连忙出声大喊，提醒大家远离篝火。众人闻声立马就挣脱束缚，快步逃离。这个法子确实有用，大家身上的鬼影全都不见了。庞虎立即就拍了拍王命的肩膀，然后夸赞道：“兄弟，你反应挺快啊！我叫庞虎，第4次进入欲望世界。”而王命和林书玉也没隐瞒，各自报出了自己参与的次数。在得知林书玉参加了5次后，众人都立即就认定他是高手。于是庞虎就询问他有什么看法，但林书玉却故作深沉地表示要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庞虎也没多想，便直接开口：“根据我的经验，危险往往是随着任务的推进而发生的，像咱们这次这么快就出现致命危机的很少见。”旁边的长毛也点头表示认同，要不是老王反应快，估计会有不少人被掐死。光产生影子，影子产生危险，如果是这样，等到白天我们岂不是必死无疑？庞虎则出声提醒：“白天影子应该没有危险，还记得刚刚那个西装蛮说的他们吗？难道我们的影子就是他口中的他们吗？”男人进入营地就会被自己的影子掐死，脱离火光则会遭遇实体化鬼影追杀。挑战才刚开始就陷入到了绝望的闭环。就在刚刚，王命等人意识到所谓的怪物就是自己的影子，眼看那群鬼影逐渐凝聚成人形，并且鬼影的数量还不少，足足有好几个。而那群鬼影很快就行动了起来，朝着挑战者们的位置快速杀去。见林书玉还在犯傻，王命连忙抓起他就跑。不过鬼影的速度很快，眼看快要被追上，王命连忙示意众人先回营地。虽然众人并不知道杀来的是什么东西，但他们也连忙按照王命的提示往篝火跑去。见鬼影逐渐逼近，王命也连忙掏出恶灵车票准备硬刚。为了掩护林书玉等人跑回营地，他毅然转身准备恶灵附体。可就在这时，王命却意外发现扑到自己跟前的鬼影居然消失了。小嘎嘎们也不禁感到有些惊愕，什么情况？刚刚那些是鬼吗？看样子他们似乎无法进入火光的范围。没等王命弄明白缘由，就听到林书玉的呼喊声，只见他居然梅开2度，再次被鬼影给掐住了脖子。不仅仅是他，还有几人也一样被鬼影给缠住。见此情景，王命突然灵光一闪，似乎发现了原因。在火光里，影子会产生威胁，火光外又实体化鬼影在等着我们，这似乎是一个致命的闭环。不过王命也顾不得多想，直接就抓起林书玉的衣领，毫不犹豫地将他扔出了篝火的范围之外。猝不及防的林书玉立马就被摔了个狗吃屎。不过这一招确实有用，掐住他脖子的鬼影瞬间消失了。见这个办法有效，其他被自己影子掐住的人也同样跑出了火光的覆盖范围。不过这一次，没有受到影子威胁的人留在了火光中。就如王命猜测一样，林书玉才走出篝火没多久，鬼影就再次出现了。刚刚被影子掐住脖子的刚好10人，出现的鬼影也是10只。庞虎见状不由愕然道：“为什么是10个？又为什么是他们？”而王命则直接开口：“大家都是一起进来，一起开始的。其他人不知道，但小林一直跟我一起，我可以确定他没有触犯任何规矩。不过他的心中也很是疑惑，
一共18个人，10个人受到影子威胁，其余把人待到火光里似乎是安全的。可为什么是10个？眼下线索太少，无法分析出有用的线索。就在这时，庞虎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在欲望世界，任何不起眼的线索都可能是活下去的关键。你也有必须实现的事，对吧？否则也不会来这鬼地方。别管他们了，或许今晚就是要死10个人，没有被鬼影盯上的人不会死，而被盯上的就是他们倒霉了。此话一出，不远处的林书玉瞬间就不淡定了，给我闭上你的臭嘴！老王，你快想想办法！我还没结婚，我还不想死啊！而庞虎却再次开口：既然鬼影选择了他们，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珍惜活下去的机会，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我知道这或许有些残忍，但人都应该为自己而活，不是吗？更何况也不是我们害了他们，而且林兄弟是第5次进入，他一定能自己找到办法。眼看鬼影袭来，但王命等人却没有动静。林书玉不由暗暗嘀咕：我们这就被放弃了吗？他不禁边跑边吐槽：那混蛋说的没错，鬼影盯上的是我们这几个人，其他人暂时是安全的。虽然这次是王命要跟我一起进入欲望世界，但上次看到他那么厉害，我就想抱大腿，所以就算他不开口，我也会找机会拉开一起进入。归根结底，一切都还是要靠自己。眼看鬼影迅速逼近到自己的身后，林书玉连忙转身，然后在心中暗道：妈，对不起，毕竟我的目标是终结欲望世界啊。然而就在这时，王命忽然出手抓住了他的衣领，然后将其丢回到篝火附近，再次开口道：你们都进来。那些小嘎嘎见状立马就严肃道：你要做什么？不管你想到了什么办法，把外面的人拉进来，他们一样会被自己的影子杀死。但王命却没有理会，而是径直走到篝火旁，然后直接弯身从篝火中取出一根燃烧的木材。而那些刚回到营地的挑战者们也再次被自己的影子掐住，而王命没有理会，不断从篝火中取出木材，朝着营地四周丢去。眨眼间，火光覆盖的范围就扩大了1倍。而那些被自己影子缠绕的人也发现，影子居然真的消失了。男人得知这次的挑战任务竟然只是简单的护送，但生性多疑的他却觉得这次任务绝非这么简单。就在刚刚，王命通过扩大篝火范围，居然真的顺利让杀人的鬼影消失。王命忽然出声解释，不是没有影子，而是我们的影子变淡了。挑战者却有些疑惑，可我们在火光里为什么会没影子？当即王命就咧嘴一笑，知道无影灯的原理吗？光由不同的方向照射物体时，物体的影子就会消失，这是因为每一个光线产生的影子都被另几个光线覆盖。现在我们的影子虽然还在，但被淡化后达不到杀人的条件，而黑暗中的东西又无法进入火光。不管怎么样，至少现在你们暂时是安全的。此话一出，刚刚被鬼影缠绕的10人顿时就喜出望外。太好了，谢谢你，是你救了我们。而王命忽然朝庞虎出声道：一人行善，万人可击。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今晚都好好休息下，后面的路还很长。次日一早，篝火熄灭，挑战的第1个夜晚顺利度过，而身在帐篷中的罗德也从中走出。昨晚大家都辛苦了，他的弟弟罗明也紧随其后的开口：事不宜迟，我们收拾一下，这就出发吧。望着跟自己差不多打扮的罗德，王命不由暗暗嘀咕：他居然有我一半帅。不多时，众人将东西收拾好后，就保护着罗德与罗明踏上了前往古城的道路。然而才走了1个小时，罗德就要求在路边休息一会，而罗德在喝了几口水后便询问罗明：昨晚怪物真的来了吗？见罗明点头，罗德就朝众人询问：那咱们伤亡情况怎么样？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挑战者都没有出声，一致的陷入沉默。王命更是盯着罗德在心中暗骂：昨晚动静那么大，你丫的没听见吗？而罗明连忙安抚道：他们很强，我们一定能平安到达古城的。但罗德却并不乐观，怪物有多强你是知道的，昨晚会不会只是运气好？但罗明却摆了摆手，昨晚大家靠的可不只是运气。闻言，罗德便直接起身看了众人一眼：我知道各位对我和罗明有戒心，但任务这么安排，我们也没办法。不管你们信不信，我们的确没有隐藏任务，相反，我们的任务比你们更加麻烦，你们只需要护送，而我们最后还要进入古城。大家都是挑战者，来这个鬼地方都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欲望，我不会伤害大家，也没理由伤害大家，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对我们抱有敌意，哪怕你们不相信，也希望你们能以任务为重。另外，根据我的任务提示，追杀我的人是返魂村的村民，追杀原因是我这个角色之前路过返魂村，发现这个村子囚禁着不少人，我这个角色成功将那些无辜的人救了出来，但也因此得罪返魂村的村民，被他们追杀。我的任务是活着抵达古城，将返魂村的恶行公之于众，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各位无论如何都请完成任务，拜托了。在休息片刻后，众人继续向古城出发，而林书玉不禁低声询问：按刚才罗德的话说，这欲望世界还搞人口贩卖吗？王命也不禁陷入了沉思。从罗德任务信息来看，欲望世界似乎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纯由一个副本组成的世界。就在这时，金杰忽然开口道：按我之前的经历，包括从其他人口中得到的消息，欲望世界的挑战不光是各种鬼怪所带来的威胁，挑战本身也是极为烧脑的。我不是说昨晚的鬼影简单，只是觉得咱们的主线任务会不会太过明确了点，至少现在看起来根本不需要收集任何线索。一听这话，林书玉不禁看了王命一眼，询问道：老王，你觉不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而王命也点了点头，上次挑战任务就是存活，然而看似明确的任务却暗藏了一个大雷，要不是祝瑶选择牺牲自己，估计最后活下来的只有祝瑶一个，我们全得死。回想起上一场挑战任务，2人就不由停下脚步，不约而同的转身
身望去，然后隐晦的将目光停留在走在最后的罗德身上。一个大胆的猜测瞬间浮上心头，这次真正的任务难道是阻止罗德抵达古城吗？男人仅仅只是被看了一眼，居然就差点失去了双眼。就在刚刚，林书玉和王命二人竟怀疑这次挑战的任务是阻止罗德兄弟二人抵达古城。不过很快，王命就摆了摆手，别乱猜了，大家有时间都好好琢磨下。罗德说的也不一定是真话，只要撒谎，一定会有纰漏。另外，古城也不是说到就能到的，该找线索的时候都记得留个心眼。1个小时后，众人就进入到了一片密林当中，其中还弥漫起了浓厚的迷雾。队伍中的女生立即就慌了，这雾是哪来的？真邪门！前面的路一点都看不见了。众人不由停下了脚步，完全不知道该往哪走。而王命也很果断的示意，雾太大了，早上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看到有一捆绳子，在谁呢？接着他就转身道，大家排成一支队伍，都靠近点。小李，把绳子传到前面来。话音刚落，小李立马就打开背包，将其中的绳子掏出。王命没多说，直接就接过递来的绳子。见林书玉一脸疑惑，王命便解释道，这物很诡异，把所有人都系在一根绳子上，就算有人被蛊惑也能第一时间发现，防止走丢。见王命将自己五花大绑，林书玉不由疑惑道，你就不能直接在我腰上系一圈吗？这绑的我都快成动作片里的女主了。王命没理会他的废话，直接就朝庞虎等人吩咐道，用这条绳子把自己捆上，往队伍后方延伸，一个一个缠过去。众人没有质疑，很快就一个接一个的将绳子绑在腰部。走在最后的罗明见状，立马就出声询问，绳子，你这是做什么？而王命却眉头一紧，开口道，在解释之前，我想先问一下，昨晚你们是怎么知道返魂村的那些怪物会出现的？见罗明支支吾吾，罗德便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也没事，任务并没有禁止我们保密。闻言，罗明这才脸色一正，开口道，任务提示，昨晚我们得到了怪物即将到来的提示。王命立即询问他现在有没有提示，罗明则两手一摊，摇了摇头，暂时没有。虽说如此，但也不能大意，万一接下来没有提示呢？希望神能保佑我们。王命对所谓的神却很是不屑，神的保佑吗？如果神真的能庇佑众生，这世上就没那么多疾苦啊。在道别了罗明罗德后，王命继续向队尾前进，确保大家都被系在绳子上，才回到队头。但林书玉却疑惑道，老王，你这是吃翔了吗？脸色这么难看。而王命脸色凝重的反问一句，我们一共18个人对吧？其中一人则点了点头，加上罗德和罗明的话，就是20。闻言，王命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上
办好了，我这一拳会很帅。说完，他就嘿嘿一笑，然后将逻辑链强化的力量灌注在双手之上。只见王命脚下猛然一蹬，抬起拳头就朝面前的鬼蜜而去。哪怕他闭着眼睛，这一拳依旧精准无误地轰在鬼蜜的脸上，而鬼蜜顿时就像被塔车撞到一样，直接倒飞出去。当即王命就甩了甩头发，装叉道：“爷去了那么久，果然简单粗暴才是最适合我的。”此话一出，好不容易爬起来的鬼蜜顿时就呆滞在原地，而王命则瞄着他们呵笑道：“会害怕吗？那也就是说你们还存在意识？不对，人的意识应该是没了，有的是怪物的意识，所以这应该是被操控了，对不对？”此话一出，鬼蜜的眼眶处立即就开始溢出番茄酱。王命立即明白对方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挖掉他的眼睛，不过王命可不打算再给他们机会，脚下一蹬，再次飞速冲出。下一秒，顺闪而至的他就一把抓住两只鬼蜜的头，然后狠狠地将其抱砸在一块，让他们直接消消乐。强横的逻辑链力量强化，让王命以1敌3轻松完胜。队伍中那些胆小的女生这才怯生生地张开双眼，而林书玉则很是给面子地竖起了大拇指，又变强了哥，无愧是你。可王命的眉头却依旧紧锁，根本没有松懈的意思。他明显察觉到，刚才动用逻辑链时，这些迷雾虽然被逼退到10多米之外，但并没有消失，而是像毒蛇一样盘踞，伺机而动。当即他就抹了抹脸上的番茄酱，提醒道：“都打起精神来，老营地还没露面呢。”男孩在欲望挑战中随手结印，居然就使出了强悍的好火球之术，甚至还给自己自封宇智波之名。就在刚刚，王命敏锐地察觉到迷雾中还存在着 BOSS 存在。见林书玉慌的一批，王命便开口分析：“我们一直都是一起行动的，要出问题应该是一起出问题才对。那么问题来了，第一个人的眼睛是谁挖的？”这下林书玉也明白了，挖眼睛需要看到怪物才能生效，所以第一个被挖眼睛的人看到的怪物才是真的怪物，也就是说，真正的怪物很有可能藏在迷雾里。林书玉感觉自己这波分析实在是太机智了。可就在这时，一只诡异的手忽然搭上了他的肩膀，然后发出沙哑的呐喊：“我看不见了，能把你的眼睛给我吗？”林书玉瞬间就吓尿了，我的序列真的是幸运吗？好事遇不上，坏事不缺席，我到底领悟了个什么多巴玩意？接着林书玉就摸了摸眼睛，立即察觉到手中沾满了黏糊糊的东西，随后他就连忙闭上眼睛大喊：“我看不到了，我是瞎子。”可身后那只鬼蜜却依旧缠着他，没有离开的意思。林书玉瞬间就震惊了，完了，之前的办法对这个怪物不奏效，再这样下去，我的下场绝对会跟庞虎他们一样，变成一个失去眼睛的怪物。可王命却在这时开口道：“别怕，他不是要眼睛吗？实在不行，给他又如何？不想给你还愣着干嘛？用火呀！虽然比赛中借助外物犯规，但咱们这比赛本来就不正规，我在等你绝地翻盘，你在等什么？”此话一出，林书玉瞬间就懵逼了，完全反应不过来。王命连忙再次提醒：“这怪物都肿成这样，一看就是淹死的，大雾也是水，所以他肯定怕火。现在机会刚刚好，快用你的神明序列烧死他！”这下林书玉更震惊了，我的神明序列什么时候变成火？我怎么不知道？然而就在这时，王命忽然使用唇语对他示意：“快蹲下，赶紧的！”林书玉根本就不知道王命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但王命却再次示意：“快蹲下，我来干掉他。”可林书玉却会错了意：“赶紧的，让我赶紧做掉他吗？”王命是知道我的神明序列的，那为什么还要这么说？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猜到的，但我选择无条件相信。接着他就开始快速结印，同时大声大喊：“从比巴伦的高出来，燃烧成太阳吧！”见那只怪物愣住，王命立即把握机会想要解决那只怪物，可没想到林书玉忽然猛地吸气，然后转身骤然喷出汹涌的烈焰，使出了火遁火豪灭却之术。这发好火球出乎意料的强悍，整片迷雾都被火焰炙烤，就连王命都被林书玉这一出给震惊到了。卧槽，你还真会火遁了！闻声，林书玉立即就转身，然后很是装叉的开口：“怎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我愚蠢的弟弟啊！”虽然迷雾退散，危机顺利解除，但恐惧也开始在众人心头蔓延，并且这场迷雾还带走了3个人的性命。而正在给庞虎掩埋的男子忽然开口：“老庞这人虽然自私了点，但也是不得已。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混混，结婚后就靠一辆出租车养家，可能是因为自己前半辈不如意，他孩子也整齐，成绩好又懂事。如果没天资就算了，有天资做父母的怎么可能不培养？所以老庞在得到他孩子的同意后，找了补习班，1节课1000，1个月就要3万。他跟他媳妇2个人收入加起来，也只能勉强让这个家庭运转。可天不遂人愿，他父亲病了，现在还躺在医院，一天光是医药费就要4、5千。他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他要钱救父亲，欲望实现了，他儿子跟几个社会上混混一起偷了一家金店，因此留了案底。第2次他想让自己儿子的案底消失，欲望实现了，他儿子被检查出精神疾病，从共犯改判成教唆，从轻发落。第3次他想让自己儿子恢复正常，他媳妇无法接受这种变故，跳楼自杀，他儿子受到刺激醒悟，但也因此得知欲望世界的存在，他把一切都怪到庞虎身上，现在每天都想着寻死，想用这种办法进入欲望世界复活母亲，好好的家庭，温柔贤惠的妻子死不瞑目，意气风发的少年一蹶不振，这就是欲望世界，这就是神带给我们的希望吗？狗屎，全都是狗屎，这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没有回头的机会，也没有回头的勇气。这次任务当中
没有新手，每个人都不是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他们都听得懂金杰在说什么，也知道金杰想说什么。但即便知道欲望的实现方式可能让他们无法接受，但哪怕有一丝希望，他们都不会放弃。就像金杰说的，这是一条不归路，一条只能一直走下去的不归路。王命不禁回想起过往的挑战，感叹一句：当欲望缠身，死反而成了解脱。旋即他就想起了祝瑶，那被我们复活的祝瑶呢？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就在这时，罗德忽然出声道歉：对不起各位，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昨晚有提示，罗明也告诉你们了，可刚刚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提示。但罗明却打断了他：哥，这不是你的错，欲望挑战本身就充满了危险，能不能得到提示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各位，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希望发生，因为任务的限制，我跟我哥不能出手帮忙，只能干看着。破坏规矩只会让危险来得更快，对不起大家了，但我相信神会保佑我们的。女孩意外得到要将自己奉献的指示，但没想到她却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自残。就在刚刚，王命等人终于解决了诡秘迷雾，继续前进。经过鬼影和迷雾这两件事，所有人都把王命当成了主心骨。当然，林书玉的火遁也让不少人震惊，一致认为他是个大佬。就连王命也不禁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不过转念一想，王命就猜到那肯定跟他的神明序列有关。但林书玉也不太清楚，以前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我总不能真的一直走霉运吧？不过他也偷偷尝试，已经没办法再次喷火了。王命闻言立即就开始分析，幸运是指很难发生的好事竟然发生，比如穷到潦倒的时候捡到钱，上厕所没带纸结果厕所有纸，哪怕晚点也能赶上公交车等等。我想说的是，你的神明序列会不会还有一种隐藏能力，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你会拥有本不该拥有的能力。简单点来说，就是绝处逢生的幸运。林书玉顿时就眼冒星光，真的吗？我感觉我现在强得可怕。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入夜后跟昨晚一样，唯一的帐篷给罗德和罗明两人用，其他人则是点了几堆篝火，利用昨晚的办法将影子尽可能变淡。不过昨晚的鬼影并没有出现，但其中一名女子忽然开口：小哥哥，有个人跟我说了很多，要求我们必须无条件将自己奉献，后来还带我们回村里，让我们让家里人也奉献出全部。林书玉闻言顿时愕然了，然后呢？奉献啥子？女子却脸色一沉，开口道：我刚不是说了奉献一切吗？女子却发出一道冷笑，双手交叉横在胸前，然后猛地撕扯自己身上的血肉，大笑道：奉献一切？他要我们奉献一切，我们身上的所有东西，包括生命。女子的这番自残行为立即就让众人脸色骤变，一众挑战者不禁发出惊惧的嚎叫之声，但女子却似乎感觉不到身上的疼痛，反而开始疯狂大笑。接着她就将目光移到众人的身上，冷声道：现在轮到你们了。话音刚落，树林中立即就冲出一群可怖的怪物，就连王命看到这一幕也不禁脸色突变。眼看怪物群袭来，王命立即抓起林书玉的手就要跑路，而那些跑得慢的挑战者瞬间就被怪物给撕碎。王命连忙将林书玉甩出去，然后让他赶紧使用火遁，但林书玉在经过尝试后，却发现自己根本喷不出一丁点火焰。眼看这猪队友靠不住，王命只好使用自己的逻辑链进行力量强化，将周身的怪物给轰飞。接着王命就转身大喊：遁不出那就想办法，既然有第一次，那一定有第二次，记住，你可是要终结欲望世界的人啊。一听这话，林书玉也脸色凝重道：对啊，我的目标可是终结欲望世界。虽然他不知道自己白天是怎么操控火焰的，但他还是再次开始尝试从比巴伦的高出来，燃烧成太阳吧。这个高高在上的女人居然主动投入到教授的怀中，并且被推倒在桌上还露出开心的笑容，甚至还让教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在刚刚，黑夜才刚降临，诡秘怪物再次袭击挑战者，林书玉再次尝试使用火遁，可没想到舌头都吐出来了，但连火星子半点没看到。而王命已然火力全开对付怪物，但他没想到林书玉的能力居然这么不稳定。然而就在这时，一只诡秘怪物忽然飞扑向了林书玉，而林书玉在察觉到的瞬间，猛地伸手进裤裆一掏，接着他就头也不回的一挥，一根铁棒狠狠地爆砸在怪物的裤裆处，那只恐怖的怪物瞬间就被一棍秒杀。接着林书玉就得意的笑道：不是吧，真以为我没后招吗？与此同时，现实世界某大学内，一名教授正在讲述着人应不应该有欲望。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如反思，人如果没了欲望会怎么样？在我看来，人一旦没了欲望，将变得跟野兽无异，甚至不如野兽。知识、科技、情感，哪个不是建立在欲望之上？在座同学寒窗苦读，难道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吗？这就是欲望。钻研科技的学者，无论目的是为了造福社会，还是功成名就、名垂青史，也都是被欲望驱使。那些为爱付出、不顾一切、诱惑爱的轰轰烈烈的情侣，说到底都是为了填补自己心中所空缺的情感，这也是欲望的一种表现。所以同学们，不要认为欲望是一个贬义词，更不要排斥心中的欲望。我们要做的是正视欲望，接受欲望，实现欲望吗？这番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一说完，底下立即就传出疯狂的掌声。然而就在这时，教授口袋中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赫然是一条来自红桃倔对他发表言论的夸赞短信。教授看完短信，连忙就朝着教室外的窗户看去，只见红桃倔正扭捏着身姿，隔空给他传递了一个飞吻。一下课，教授就带着红桃倔来到了
他的办公室，望着红桃倔那精美的面容，教授立马就询问道：“姐姐，你怎么来了？”而红桃倔则调笑道：“怎了？我不能来吗？”话音刚落，教授立马就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然后一个翻身，狠狠地将红桃倔给压到桌上，大笑道：“能来，我巴不得你每天都来。”而红桃倔很是满意的笑道：“行了，那女人怎么样啊？”教授立马就眉头微皱道：“你说那个丑八怪吗？已经被我救回来了。”红桃倔立即就起身点了点头。很好，方块 K 安排了一个新任务给我们，真是一点偷懒的机会都不给人家。教授立马就有些不爽的冷哼：“方块 K 只会使唤人的家伙，等姐姐成为红桃 K， 我看他连跟姐姐说话的胆子都没有。”红桃倔见状立即就从桌上下来，然后猛地贴到教授的身上，笑道：“好啦，你一个小小的梅花七也敢说他的坏话，记住以后多说说，我爱听。现在调查局在到处找我们，你最近讲课可要收敛着点。当然，如果不喜欢，你现在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了。”此话一出，教授梅花七立马就发出一阵狂笑：“真的吗？姐姐，我可以干掉顾风了吗？我真的可以干掉他吗？太好了，太好了，姐姐你终于答应我了，我终于可以干掉那个家伙了。”这根威力无比的鼓棒所使用的代价，居然让男人差点当场殒命。就在刚刚，红桃倔让梅花七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梅花七此时只想将顾风给干掉。在红桃倔离开后，梅花七就拿出了一个装满红色液体的小瓶子，接着他就露出疯狂的笑容：“孩子，我终于可以给你报仇了。”然后他的身上就浮现出黑色的鳞片，眨眼间就化身成了一条漆黑的曼巴蛇。原来在3年前，某个小区中因为乱丢的烟头点燃了沙发，整个小区顿时就燃起熊熊烈焰，而梅花七也在这个小区之中慌忙逃亡。负责这次救援行动的正是顾风，梅花七很是急切的就抓住了顾风的手：“警官，求救我的孩子！”顾风闻声不由神情一滞，见火势越加剧烈，顾风便连忙询问孩子在哪个房间。梅花七则抱头开口道：“在客厅电视机旁边的一个玻璃缸，他就在里面。”一听这话，顾风的脸色瞬间一变：“玻璃缸吗？”梅花七则连连点头，迫切道：“是啊，玻璃缸。黑曼巴蛇最怕火了，他现在一定很害怕，求求你救救他！”此话一出，顾风顿时就呆住了。黑曼巴蛇？你是说你的孩子是一条蛇吗？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吗？一旁的队友也在这时提醒道：“咱们还有任务要执行，既然不是人，我们就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了。”一听这话，梅花七立马就痛哭流涕，哀求顾风救救他的孩子。就在这时，火灾所在的楼层猛地爆发出剧烈的爆炸，顾风闻声连忙转身朝着那间房间看去，他赫然发现火焰正在吞噬着一个活人。当即顾风就愤怒地咆哮：“屋子里有人，我特么问你话呢，屋子里是不是还有人？”而梅花七却露出了一抹阴冷的笑容：“人吗？我妈还在里面。”顾风当即就咬牙切齿道：“我刚问你里面还有没人，你怎么不说？”但梅花七毫不在意道：“那个老太婆哪有我的孩子重要？是你害死我的孩子，是你，是你！”此时欲望世界的野外营地内，林书玉和王命已然干趴了一群怪物。王命不禁有些好奇林书玉什么时候拿出的武器，但林书玉却表示这是自己刚捡的。王命立马明白了过来，怪不得迷雾退却之后，愣是没看到庞虎的武器丢哪了。没想到这小子不声不响就把东西藏了起来。接着王命就没好气道：“我没打算抢你的东西，就是想提醒你，欲望世界里所有的道具使用时都会有副作用。”虽然王命嘴上这么说，但他的内心还是很舍不得，因为悲鸣之刃的副作用太危险，他还是需要一把副作用没那么致命的趁手武器。然而就在这时，林书玉忽然发现地上那些倒地的怪物忽然悄然爬起，朝着帐篷的位置挣扎地爬去。不过显然王命也发现了，他直接脚下一蹬，快步冲了出去，只是一拳就将那些重伤的怪物给秒杀掉。见王命这么轻松解决，林书玉立马就笑了：“我还以为这些残肢怪物多厉害呢，原来是一群小卡拉米。要不是出现的太突然，刚才那几个人就不会出事了。”随着怪物的接连倒下，战斗很快进入了尾声。而金发男突然注意到了林书玉手中的棒球棍，他立马就出声询问：“那不是庞虎的鼓棒吗？你什么时候拿的？你不用担心，我没打算抢你的东西。不过你看起来好像没事啊，怎么会这样？庞虎之前跟我说过使用这根鼓棒的代价，你刚刚用这东西干掉了几个怪物？”林书玉在思索一番后便回答道：“3、4个吧。”青毛男则再次开口道：“那按理来说，你现在应该断3、4根骨头才对，每使用一次鼓棒就会断一根骨头。”林书玉闻言立马就脸色难看道：“不会吧，这代价谁扛得住啊？我刚才要是乱杀的话，那不岂不是当场暴毙？”话音刚落，一道光束骤然破空而出，直接轰在了他的肩膀之上。男孩接连遭遇怪兽袭击，他也因此发现了怪物出现的原因。就在刚刚，林书玉使用了鼓棒击杀了几只怪物，并且遭受到了使用欲望道具的代价，骨头断裂的剧痛瞬间让他扑倒在地。随后林书玉就贼兮兮的想用鼓棒来交换王命的匕首，但王命却表示要不起。而一旁的小伙连忙安慰他：“欲望世界和现实世界不一样，在这里断手断脚是不会死的，断几根骨头而已，一会就没事了。”虽然怪物已经全部被消灭，但还是有一些挑战者丧命，队伍中的人数越来越少，谁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护送任务中自己能否还能顺利的活下来。一时间，整个场面都冷了下来，大家都无心说话。就在这时，林书玉忽然发现一个妹子正躲在角落里哭泣，于是他就连忙上前安慰：“妹妹别怕，实在不行，接下来你跟在我身边，我会保护你。”但女孩却依旧哭个不停：“我真的好害怕，
你可以保护我吗？而且你的脸色看起来不是很好，好像要死了。林书玉却很是嘴硬的表示自己只是断了几根骨头而已。随后他就好奇的询问，还不知道你叫什么？为什么进入欲望世界？而女孩却低语道，哥哥想听真心话吗？话音刚落，女孩就一手捅进自己的心窝子，然后掏出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开口道，哥哥不是想听真心话吗？你听啊！这恐怖的一幕瞬间就将林书玉给吓尿，可女孩却猛地扑倒他身上，准备将他给干掉。不过王命也早就发现了端倪，直接一手按住了女孩的脑袋。接着王命就再次开口，不出意外的话，我已经知道这些怪物的出现方式了，妹子什么的只会影响我的通关速度，有多远给我滚多远。由于已经经历过一次，因此这次怪物的出现大家反应都很及时，再加上这些怪物不怎么强，因此很快玩家们就占据了上风。而王命也终于说出自己的分析，怪物出现的原因在于恐惧。最开始那个姑娘因为害怕所以来找我，我本来以为她是装的，但我注意到她脸上有泪痕，显然她是一个人的时候哭过。而刚刚那个小妹妹虽然在怪物袭击中活了下来，但我一直在留意她，她从头到尾都表现得非常害怕，眼泪都没停过。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今天晚上的危险源自于恐惧，当害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异变，变成掏自己心窝子的怪物。之前搭建的逻辑既然能强化力量，那么其他的自然也行得通，所以接下来我要干掉活了。众人一听这话瞬间就懵逼了，而王命则咧嘴一笑，直接使用逻辑链敏捷强化，在完成强化的瞬间，他就猛然消失在原地，然后直接袭向那些幸存的挑战者。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直接将其打晕，吸取了伟大的可悲那场挑战的教训。王命此时的目标很明确，人类的思想根本无法控制，就好比我说不要去想粉红大象，大脑就会控制不住出现粉红大象。吃到机制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些挑战者全趴下，哪怕他们在梦里出现恐惧，也要比现在的情况好。在挑战者们都被打晕之后，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王命却感觉有些疑惑，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难不成他们的任务就是躺赢吗？这也太不公平了。随后王命也不再多想，便示意林书玉说说看有没有发现了什么线索。林书玉本来还想装逼卖关子，在被王命爆头后立即就消停了，发现倒是没什么发现，只是最开始那穿粉色连衣裙的妹子提到过一个村子，我想这个村子会不会就是返魂村？如果怪物口中的村子就是返魂村，那他们就从行凶者变成了被害者，那哄骗他们离开村子的人，罗德口中的故事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英雄。可如果这是一个骗局呢？男孩隐约猜测到了罗德两兄弟就是幕后黑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陷入了罗德兄弟的设局当中。就在刚刚，王命和林书玉突然发现罗德所说的故事可能是一个骗局。王命立即开始冷静分析，你之前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叫罗明的家伙说了4次神会保佑我们？之前我以为罗明口中的神是欲望之神，但现在看来，这所谓的神很可能就是那些怪物口中需要奉献一切的神。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罗德到古城，虽然怪物的骚扰有些危险，但完成任务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如果因为我们的猜测导致事情发生变化，说不定难度会直线上升。林书玉明白王命的意思，欲望世界诡谲多变，存在太多变数，眼下只要按照任务去完成，他们大概率能通关，但要是不按剧本走，就很有可能陷入致命的漩涡。不过王命却再次开口道，我倒有个办法，就是看你敢不敢了，只要活抓一头怪物，看看能不能从他们口中得到追杀罗德的真正原因。此话一出，林书玉立马就害怕了，根本不敢尝试。而躲在帐篷中偷听的罗德两兄弟觉得王命实在是太疯狂啊，这根本不是人能想出来的操作。罗德不禁出言感叹，那个家伙实在太聪明了，而且还很强，不过哪怕再强，也只是一个人类。接着罗明就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哥，你放心，我有办法。次日一早，罗德两兄弟在走出帐篷后便抱头痛哭，没有提示。为什么没有提示？要是有提示的话，他们或许就不会死了。而王命和林书玉则用戏谑的表情看着二人的表演。就在这时，罗德再次开口，各位，对不起，其实我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之前是因为我自私才没说出口，眼看对方要摊牌，王命和林书玉立即就操起武器做好了准备。可没想到罗德却突然宣布护送任务到此结束，这下王命二人瞬间就懵逼了，而罗明则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罗德也做出了解释，我实在不忍心再看到有人出事了，怪物的目标是我，只要你们不再继续护送我就不会有危险，接下来的路我跟罗明自己走就行了，这是我的选择，所以大家的任务会自动完成。王命和林书玉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周围的挑战者一听到任务准备结束，立即兴奋了起来。不过王命却依旧紧紧盯着罗德，牺牲小我成全大家，我居然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王命试图从罗德和罗明脸上找出阴谋的痕迹，然而两人的表情没有任何破绽，就差把惭愧2个字写在脸上。就在这时，金杰忽然找上了王命，并留下号码，等回到现实世界他请客吃饭。而王命却有些好奇地询问，能说说你想实现的欲望是什么吗？金杰顿时脸色难看道，其实也没什么，我姐为了我发生意外导致失明，这一路下来我实现了几次欲望，虽然我姐姐能看到了，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有6个眼球？不过我想这次我应该能让她彻底恢复正常了。其实大家都清楚，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掩盖，一个欲望需要无数个欲望来补充。金杰和大多数人一样，进入欲望世界是为了家人，从最开始的诡异到迷雾挖眼睛，最后是昨晚的掏心掏肺的怪物，破解机制都是王命想到的。
而林书玉的火焰也给他们留下了极为震撼的印象。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次要不是有这2个人在，他们绝对活不到这时候。很快，其中一名挑战者就询问罗德自己是不是可以走，而罗德则干脆道：“不用担心，我只是不想看着大家死在这里。当然，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最后帮一个忙。根据任务提示，为了躲避返魂村的怪物，我们已经更改了路线，选择一条更难走的路去古城，但我们还是被他们追上了，所以我不得不怀疑我们之中有内鬼的存在。难道你们就不觉得奇怪吗？按理说，欲望世界的挑战都会有 NPC 来发布任务，但这次全都是挑战者。你有没有想过，那个 NPC 会不会就藏在我们当中？又或者说，怪物一直在我们身边？为了保证能顺利抵达古城，也为了防止各位回去的路上遭遇毒手，我希望在离别之前，各位能帮忙一起先把内鬼解决掉。”男孩因为表现太亮眼被当成了内鬼处决，可他非但没死，甚至还直接将出手者给秒杀。就在刚刚，罗德2兄弟忽然表示可以主动让众人完成任务，但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帮他消灭内鬼。清洁闻言立马就询问：“内鬼，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好几次差点死在那些怪物手里，怎么可能会有内鬼？”但罗德却坚定道：“你们说的对，但据我观察，有些人其实从没遇到过致命危险。”此话一出，众人立即顺着罗德的视线望向王命与林书玉。王命立即就明白自己昨天说的话是被听到了，林书玉则愤怒地指责他诽谤。可就在这时，罗德却再次开口：“各位想想，如果你是内鬼，首先要做的是什么？那绝对是信任、鬼影、迷雾、献祭。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怪物杀人的方式？只有他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他都能应对的那么轻松？我想答案显而易见，他们是想得到我们的信任，而事实也证明，他不但得到了信任，还得到了你们的感激。”见众人纷纷远离自己，林书玉立马不满道：“你们躲得那么远干什么？刚才你们怎么感谢老王的？都忘记了吗？这货明显是在栽赃陷害。还有你们2个，我看你们压根没打算让我们离开，因为前几次危机都被老王化解，所以妨碍到你们真正的计划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煽动大家要玩借刀杀人的把戏。”可罗德却不屑一笑：“什么借刀杀人？我不明白。我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我和罗明可以向大家保证，只要解决了内鬼，护送任务就彻底结束，所有人都可以回家，你们都将能听到神的低语。”金杰这下彻底动摇了。罗德说的没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只要解决了内鬼，我们的任务就彻底完成了。林书玉见状立马就怔住了，刚刚还是你带头说要好好谢谢我们的，王命可是救过你们的呀。但王命却不以为然的冷笑道：“我只问一次，你们想好了吗？”金杰虽然很慌，但依旧坚决：“原谅我们，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可就在这时，一声枪响猛然在人群中炸开，王命猝不及防之下，瞬间就被子弹贯穿了身体。眼看好友倒在血泊之中，林书玉立马就慌了，而金杰等人也没想到，居然会有人出手这么狠辣，而出手之人正是人群中一名不起眼的男孩。就在林书玉抬头想要大骂之时，男孩毫不犹豫对着他的胸口又是一枪。这下林书玉彻底炸了：“你个小垃圾，你玩不起，你都不敢跟我正面。”可他话还没说完，就直接瘫软在地，而男孩也忍不住地喷出一口番茄酱，因为这把枪的代价会转嫁10%的伤害到开枪者身上。不过这对他来说并无大碍。接着他就转身默然道：“你们很惊讶吗？他们2个是一伙的，要么不杀，要么全干掉。仁慈在这个世界是多余的。”接着他就转身询问道：“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他话还没说完，王命就骤然在他身后出现，冷声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没等他做出反应，王命直接就给了他一刀。在完事后，王命立即就默然道：“很遗憾，你的欲望无法实现了。”男孩死而复生，但却面临追杀。现如今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可却没能弄明白这场挑战的真正任务是什么。就在刚刚，本该死亡的王命却意外复活，将偷袭他的男孩给秒杀。男孩到死都不知道为何王命居然没死，而他之所以如此拼命想要通过挑战，也是为了给弟弟妹妹们盖一间能遮风挡雨的房子。他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没有我，他们该怎么办？而罗明也在这时出声大喊：“枪都打不死，不是怪物还能是什么？我要杀了你，为那些枉死的人报仇！”王命闻声立即就眉头一皱，然后脚下轻轻一跃就躲开了这一拳。罗明见自己拿王命没办法，便大喝道：“你们还在等什么？等他先杀了我们吗？”此话一出，金杰等人也不再犹豫，快速朝着王命围了上去。王命已经明白了罗德2兄弟的意图了。好一个贼喊捉贼！金杰这些人倒是好对付，麻烦的是罗明和罗德。接着他就不由望向林书玉，暗暗嘀咕道：“他也应该快复活了吧？买命前的副作用是在一定时间内遗忘一些事，在这种混乱的局面里复活，变数太大。他要是再死一次，可就真歇菜了。眼下只能先跑路再做打算了。”于是王命就果断使用了逻辑链敏捷强化，以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速度消失在丛林当中。只是转瞬之间，那些本想追击的小嘎嘎就全都丢失了目标。而罗明此时已然愤怒到了极点，直接就揪住一名小嘎嘎，然后面目狰狞的咬牙切齿道：“找，给我找，那家伙必须死！”而罗德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王命逃亡。此时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王命这边在足足狂奔了许久之后才停下了脚步。他不由呼出一口浊气，现在应该离他们够远了吧？旋即他就发现林书玉还没复活，买命前生效这么慢的吗？接着他就尝试性的给林书玉甩了2个大耳刮。
可林书玉却毫无反应，显然买命钱还没发挥作用。眼下王命也没办法，只好趁现在有时间复盘一下这次的欲望挑战。最开始的任务是护送罗德去古城，但任务被罗德跟罗明中断了，变成了杀我。触发任务变化的原因，估计是因为我昨晚提出活抓怪物，又或者是因为我分析出了真相。这样一来，基本上可以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罗德并没有救人，而是那个骗返魂村村民献祭的人，所以那些村民才要杀他。可这样的话，这场挑战的任务是什么？让挑战者自相残杀吗？不对，应该没那么简单，还差一个关键信息，就差一点。就在这时，王命突然脸色一变，卧槽，忘记问纪晓婉了，买命钱是被动道具还是主动道具？万一这东西是被动的，林书玉岂不是凉了？就在王命的手刚刚触碰到林书玉的时候，原本昏迷的他突然就发出杀猪般的惊叫，并且不断的远离王命，似乎不认识他了。而王命见状不由愕然道：“看来是买命钱的副作用生效了，你是不是不认识我了？”林书玉立即就疑惑道：“什么买命钱？我应该认识你吗？”王命闻言不由暗暗庆幸事先对过了暗号，于是他就直接开口道：“我与赌毒不共戴天。”但林书玉似乎没有听到一样，毫无反应。王命见状立马就眉头一紧，再次重复了一遍。可林书玉却表示这梗太烂了，显然这个暗号没用。不仅如此，林书玉就连欲望世界的事情都不记得了。王命只好无奈道：“算了，总之咱们两个是一伙的，现在正被追杀。”但林书玉却并不相信被追杀，什么人在追杀我？为什么被追杀？而王命却冷笑道：“谁告诉你追杀我们的是人了？”说完，王命突然警觉地转头朝不远处望去，山崖上正不断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显然是有什么东西向着这边过来。只见一个巨大的怪手突然从林中冒出，那怪物一发现王命二人，立即就发出阵阵狞笑：“找到你了，终于找到你了！”男孩被逼入绝境，只好使出了三重强化，但他却没有杀敌，而是开始自残。就在刚刚，王命遭到怪物化后的罗明追杀，于是王命只好再次催动自己的神明序列，瞬间完成逻辑链力量强化，然后直接一拳将罗明给轰飞。虽然这一拳看似很强横，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罗明造成多少伤害。王命顿时就压力陡增，完全没想到自己强化后的力量居然还不够砍。趁着王命愣神的间隙，罗明猛地吸气，然后喷出一口猩红的液体。及时躲过去的王命望着身后的大窟窿，顿时就脸色巨变。而林书玉此时已经吓傻了，刚才那是什么东西？我一定是在做梦。接着王命就再次发现不得了的东西，只见金杰也被转变成了怪物，正朝着他杀来。所幸他的反应及时，一脚狠狠踢了上去，直接将金杰踢飞出10多米的距离。不过王命的心态已然炸裂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才多少时间，就算他们要杀我，也不至于全都变成怪物吧？关键时刻里，林书玉又失忆了，局势不妙啊！而罗德也在这时从怪物群中走了出来。我觉得你没必要挣扎了吧？你的伙伴已经成了怪物，现在只要我一个命令，他们就会将你撕成碎片。闻言，王命便解除力量强化，摆手道：“想不到这次的任务这么难，我认栽了，你想怎么样？”罗德立马就露出满意的笑容：“很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的态度得到了我的认可。”而王命也笑了：“彼此彼此。”你的阴险同样得到了我的认可。罗德也不浪费时间，再次开口：“我知道你跟这些废物不一样，你很特别，明明没有接受过神赐，却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王命立马就抓住了关键，他也知道神赐，难道罗德不是挑战者，而是跟之前那个售票员一样是执行者？那这场挑战真正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之前是谁说这次的任务简单的？我要撕烂他的嘴！不过只要有林书玉这个幸运挂件在，他逻辑链的使用就没有副作用的限制。可就在他望向林书玉的时候，却发现林书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晕了过去。眼下王命也不知道他的幸运能力能不能奏效，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进行恶灵撤票、悲鸣之刃以及力量3重强化。罗德见状立马就开口道：“我劝你不要那么做，我要是真的想杀你，你已经死了。之所以让你活到现在，是给你一个跟我合作的机会。”可王命并没有回应他，直接用悲鸣之刃就给了自己一刀。罗德见状瞬间懵逼了：“你的勇气得到了我的认可，但你没必要在我面前自裁。”但王命却没有说话，而是不断的用刀子捅自己。好一会后，王命才压下自裁的欲望，开口道：“有话快说，不然我死给你们看。”罗德闻言便直截了当道：“事到如今，你应该也明白了，我的确跟你们一样，都是来完成任务的人类，只可惜我们的立场不一样，你们是挑战者，而我是执行者。你或许无法理解，都是为了实现心中欲望，我为什么要站在挑战者的对立面，去杀害那些所谓的无辜之人？但我们真的有区别吗？你看这些人，为了能活下去，为了能实现心中的欲望，随时都可以出卖自己的伙伴，他们的手上同样染满了鲜血，并不比我高尚，我只是选择了更简单的一条路，仅此而已。我们不过是被神玩弄的人，而你，我真正的朋友。”可王命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再次给了自己一刀，然后一脸不耐烦的咬牙切齿道：“大爷的，给我说重点！”与此同时，林中还在不断冒出怪物，并且不断叫唤着要奉献一切。王命见状，立马就眼眸一凝，3种怪物居然全都出来了。而罗德也在这时再次开口：“跟我合作，杀光这些怪物，到时我的任务就能完成，你也能活着回到现实世界。”这下王命彻底傻了，杀光这些怪物，罗德为什么突然要跟我合作？这场挑战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男孩依靠逻辑链强化将实力提升到神次境界，并动用全部隐藏手段宣判对方有罪。就在刚刚，罗德居然提出跟王命合作杀光所有怪物的提议，王命这下彻底懵逼了，他完全搞不懂这场挑战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而罗德却再次开口：“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从始至终，你们的任务就是护送我到古城。至于我为什么要煽动他们杀你，理由很简单，我们只不过是被神玩弄的人罢了。我的任务是不允许有2名以上的挑战者通过。除此之外，我还要得到挑战者的帮助，解决来自返魂村的怪物。我指的是在知道真相之后得到挑战者的帮助。我知道这很矛盾，我一边要杀你们，一边却要得到你们的帮助，可这不就是玩弄的一部分吗？所以在干掉他们之前，我还需要让你明白，哪怕是同一阵营的人也可以随时抛弃。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并没有任何区别，我们都只是为了聆听神的低语，实现欲望而已。现在就让我们联手将这些返魂村的怪物送进地狱吧。”然而就在这时，怪物化的罗明突然悄然杀向了王命，可就在他准备格挡之时，罗明却被人先一步击溃了。王命见状立马就出声询问：“刚才那是你？”而罗德却笑眯眯的应道：“不用谢，现在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就在这时，王命突然敏锐地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他发现罗德舌头上居然隐约刻着字样，而罗德见王命沉默，便再次开口：“你应该能看出来，哪怕你不出手，我也能解决这些东西。可惜没办法，我的通关条件必须得到知道真相挑战者的帮助，否则我将听不到神的低语。现在你只需要出手随便杀几个怪物，然后跟我一起到补城，我们的任务都能完成。从进入这个世界开始，你就已经没得选，这是神的游戏，也是我们的命，不是吗？”可王命却突然笑出了声：“谁说我没得选？”罗德闻声顿时就露出了玩味的笑意，而王命却突然爆发出强横的气息，反问一句：“你看过哪吒吗？去你的鸟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成败与否我自己说了才算。”他知道自己之前无论是力量还是敏捷，都是只是对单一能力的强化，没神次呢。当即他就再次尝试强化，然后开口道：“我猜到了这场挑战的真正任务，所以我一定能完成挑战，成为神次者。我将永远神次的力量。”逻辑链神次强化。话音刚落，一道霸道无比的金芒就骤然从他身上迸发而出，只是眨眼间，王命就顺利获得了神次强化。感受着体内充盈的力量，他立马开口道：“这就是神赐的力量吗？这场挑战可以结束了。”罗德见状，顿时就满脸不可置信的大吼了起来：“这怎么可能？你还没完成任务，还没聆听神的低语，你怎么可能成为神赐者？”不过接着罗德就开始大笑了起来：“没事，再怎么样，你现在也只不过是接受过一次神赐的人，垂手可及的奖励你不要，非要跟我作对。”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王命就已然冲到他面前给了他一刀。接着王命就冷笑一声：“你敦煌来的吗？壁画那么多。”说完，王命就直接用匕首从他体内划过，随后王命就开始不断上蹿下跳，疯狂用悲鸣之刃撕裂罗德的身体。现在王命发现成为神赐者后，悲鸣之刃对他的影响已经明显降低了很多，怪不得之前纪晓婉说其他道具要等他成为神赐者以后再说，原来神赐能够一定程度低消道具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这家伙也太难杀了，难不成他刚才不是嘴炮？他真的不惧怕接受过一次神赐的人吗？然而就在这时，罗德的身上开始冒出黑芒，身上的伤口处突然睁开密密麻麻的眼睛。就在王命疑惑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怪物化的罗明立即悄然向他喷出一口红色液体，然后化作一张血色大网笼罩而下。在控制住王命后，罗德便再次开口：“为什么？我明明给了你机会，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我们不都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欲望吗？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想杀我？谁给你的勇气？”但王命却丝毫不惧地回对道：“当然是梁静茹啦。”此时王命已然确定自己没有猜错，或许逻辑的成立就已经证明我没猜错，于是他就催动恶灵车票进行附体，然后震开血网的束缚，冷声道：“有罪。”男孩终于弄明白这次挑战的真正任务，却没想到愤怒的罗德居然不顾一切，使出了难缠至极的神之领域。就在刚刚，王命使用逻辑链强行获得神赐者的力量，并且终于发现自己的分析没有错，于是他就朝罗德开口道：“在你说要跟我合作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场挑战的真正任务是什么，可是不管从那个角度开始思考都不合理。于是我想到了最开始看到的那2个字：降罪。我猜你真正的任务是杀光我们所有人，但前提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背负一条罪名，或者死在返魂村的村民手里，对吧？因为有了限制，所以在看到我们一次又一次解决怪物之后，你意识到光凭怪物无法杀光我们这些人，所以你自导自演出了今天这一出。我要是没猜错的话，金杰他们背负的罪名是背叛。真抱歉，你的演技太拙劣了，你甚至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为什么不想办法逼一个软蛋帮你，非要选择我？或许你根本没得选。被戳中痛处的罗德瞬间就咬牙切齿了起来，完全说不出话了。见自己的计划被识破，罗德也不装啊，但面对袭击的王命却丝毫不慌，手中的悲鸣之刃随手挥舞，就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攻击。罗德见状顿时就面露震惊，没想到王命居然这么强。接着他就发出狰狞的大吼，对王命使出大招血瞳地狱，顿时四周就浮现出无数诡异的血瞳，将王命团团包围了起来。
眼看场景发生了变化，王命顿时愕然了，这是什么鬼地方？感觉自己马上要被烤熟了。就在王命觉得罗德这是开挂了的时候，恶灵却给出了解释，这是神之领域。但王命并不知道所谓的神之领域是什么东西，恶灵也很是负责的为其解答。忠诚的信徒将得到神的指引，不过这个领域很粗糙，将身体交给我，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神之领域。王命闻言不由暗暗嘀咕，神的指引，意思这是罗德创造出来的特殊空间吗？恶灵在这种时候回答我，又在憋什么坏主意呢？可就在这时，一颗诡异的眼球突然升腾而起，早有察觉的王命立马就将其砍飞，而恶灵也趁机再次开口，你的时间不多了，把身体交给我。没等王命做出回应，数枚眼球就再次袭来，直接咬住了他的手臂和腰部。那些眼球上的牙齿极为锐利，甚至还不断汲取王命身上的血液。王命根本就搞不懂这些诡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虽然这些眼球的威胁不大，但却不断冒出。恶灵也在这时提示他只剩10秒钟吗？王命顿时就感觉压力陡增，哪怕用逻辑链强化恶灵车票，恶灵的力量也只能维持3分钟。还以为开了神刺以后能秒杀罗德，没想到欲望怪物那么难缠。现在时间快到，难道真的要把身体的掌控权交给恶灵吗？此时王命满心都是强烈的不甘，我明明已经分析出线索了，真是不甘心啊！可就在这时，王命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女声，我看不见了，你能帮帮我吗？你能帮帮我吗？求求你帮帮我们吧！王命见状顿时就震惊了，为什么这次变了？这是求救！与此同时，那群恐怖的眼球再次向王命杀来，但那只女鬼却突然挡在王命跟前，为他挡下了袭击。而恶灵车票的附体时间也在这时结束。王命顿时就有些绝望道，我该怎么做？那只女鬼也仅仅支撑了片刻功夫，便被眼球给撕成粉碎。但王命周身却开始躁动了起来，不断有新的鬼影冒出，只是眨眼间，无数返魂村村民就出现在他的身旁，将他团团保护了起来。眼看情况出现了变故，罗德立即就出声道，既然你们要帮他，那就跟着他一起去死吧。幸运小挂件意外满血复活，有了水遁的帮助，男孩终于找到了破局之法。就在刚刚，王命面临绝境，却发现返魂村的村民居然出现帮助他。罗德这下是彻底怒了，你就跟他们一起死吧。王命没想到那些村民居然会寸步不移地守护自己，他根本不明白这些村民为什么会保护自己。眼看那些村民不断呼喊着帮帮我们，王命终于明白了，降罪，真正的任务是降罪。返魂村的惨案是罗德导致的，真正的任务是降罪给罗德。可是怎么样才能完成降罪？思索片刻后，王命便出声呐喊，罗德，你也是被骗的对不对？你原本也是返魂村的一员，或许你原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可结果却遇到了骗子，一步一步万劫不复。你觉得你没错，你也是受害者，你也是那个应该被怜悯的人，但你没得选，神的玩弄让你不得不对亲人和朋友下手，带他们跟你一起走向一条不归路。你质疑神，怨恨神，憎恨神，但你没得选，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的错，不是你的错。闻言，罗德立即就发出一道冷笑，就算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么样？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我们只是被神玩弄的人，你不会以为真的用一张嘴就能让我感动，完成所谓的救赎吧？但王命却咬牙切齿道，救赎？你也配？我想说的是，你有罪，被神玩弄，不是你残害亲人朋友的理由。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返魂村的村民当中就有他们吧？所有的不公都将得到应有的回忆，但回忆你的不是救赎，而是赎罪。罗德，承认吧，你有罪。顿时罗德就歇斯底里了起来，对，我有罪，你很聪明，那些变成怪物的人的确是因为背叛了你，背叛了几次救他们性命的人，所以他们有罪，变成了怪物。我本来想让你帮我，只要你自愿帮我对付返魂村的人，你就成了我的帮凶。这样一来，你也有了罪。当你猜到真相的那一刻，我的任务注定完不成了。所以你去死吧，我们一起死吧。王命闻声顿时就暗暗叫苦了起来，都认罪了也还是不行吗？看来只能试试用逻辑链强化这玩意拼一把。然而就在这时，滔滔艳浪已然朝着他席卷而来，但没想到他身后却突然涌出磅礴的水流，挡下了恐怖的艳浪。王命见状，连忙就转头朝着来源处望去，在看到是林书玉出的手后，立马就震惊了。但眼下并不是聊天的时候，他很是干脆的示意道：“来，帮我上去。”林书玉闻言立马就笑道：“去吧，幸运的庇护将让你所向披靡。”话音刚落，一道水流就出现在王命的脚下，他毫不犹豫的就踩着水流直接冲了上去。眼看王命朝自己杀来，罗德立马就惊叫出声：“你们连神赐者都不是！这场任务明明很简单。”可王命可不理会他的鬼叫，抄起悲鸣之刃就直接捅了下去，同时大喝道：“罗德，迎接你的降罪吧！”在匕首刺入巨眼的那一瞬间，往日的回忆瞬间涌上罗德的心头。原来罗德和罗明出自一个贫困的小山村，而罗德为了赚大钱，选择出去大城市闯荡。他一直憧憬着大城市的美好，在临走前，他还叮嘱罗明要在家照顾好母亲，自己一定会让弟弟和母亲过上好日子的。果不其然，1年后，罗德就衣锦还乡了，但他的母亲却已经病入膏肓。但他却带着一个诡异的雕像回来，并且这个雕像看起来还怪吓人的。好奇的罗明拿起一看，就发现那雕像下面还刻着一个方块 K。罗德顿时就下意识的夺回，并让他别乱动，然后开口道：“你只要知道这神像很灵就行了。罗明，你信不信哥？跟哥一起去大城市发展怎么样？我会把妈妈奉献给神，神会保佑妈妈的。还有，你问问叔叔伯伯他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城里发财，因为欲望的驱使让悲剧生生不息。”
男孩终于再次聆听神的低语，可没想到纪晓婉却遭遇到了背刺。就在刚刚，王命在林淑玉的帮助下，终于解决了罗德，这下他们终于摆脱了神之领域。然而就在这时，恢复人类形态的罗明突然抱起了罗德，然后一脸黯然道：“你们知道他的欲望是什么吗？他想亲眼见证神的陨落，但我一直都知道，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按理说，你们杀了我哥，我现在应该不顾一切报仇才对，但我不会那么做，因为我根本打不过你们。但这不代表我不会找你报仇，只是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要将神给干掉。”但王命却严肃道：“神应该没那么好杀。”可罗明却坚定道：“但这不代表神不会死。”王命不由眼眸微眯，询问道：“你们口中的神有名字吗？”沉思片刻后，罗明便回应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神像底座刻着一个方块 K。”闻言，王命立马就暗暗分析起来：方块 K， 他们口中的神是新世界的人吗？王命没有阻拦罗明的离开，而是静静的注视着。而林淑玉突然有些好奇的询问：“老王，当时你为什么没选择帮助罗德？”王命立马就没好气道：“罗德的谎言漏洞太多，更重要的是，这场挑战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叫降罪，我实在想不出按照罗德说的做，跟降罪能有什么关联？再结合奉献的故事，我确定罗德是凶手。既然挑战叫降罪，那真正的任务肯定跟罪有关。再加上罗德的舌头上有一个罪字，不对啊，当时你不是昏过去了吗？你小子当时压根就没昏迷，而且已经恢复了记忆，是不是？算了，当时是哪些鬼影带你进入罗德的领域的吧？”然而就在这时，二人身后突然红芒大放，显然是有什么东西在靠近。只见红芒中缓缓走出了一道人影，王命一下子就认出了来人，正是当初通关挑战最后出现的屠夫。而屠夫显然也认出了王命：“我只是凑巧路过，没想到又遇到你，看来我们真的有缘。”王命却毫不畏惧道：“真可惜，这场挑战的是罗德，不是你。”屠夫立即就狞笑道：“你应该庆幸没有进入我的屠宰场，不对，是现在的你还没资格。”可王命却直接回对道：“同样的话送还给你。”但屠夫却没有跟他计较：“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你将聆听神的低语。”话音刚落，诡异的光芒迅速将二人包裹，此次挑战终于顺利通关。王命临走前还不忘留下一句：“希望那天不要太晚。”与此同时，欲望世界中的废弃地铁站，一辆诡异的列车突然停了下来。此时里面的挑战者显然所剩不多，而纪晓婉则带着一名小女孩艰难地从列车下来。小女孩突然怯生生道：“姐姐，结束了吗？”纪晓婉连忙擦了下嘴角的番茄酱，安抚道：“结束了。”但没想到小女孩却阴冷地反问一句：“姐姐，真的结束了吗？”接着一柄断刃就骤然破开了纪晓婉的胸膛。这一刻，纪晓婉才终于明白女孩才是任务的目标，而女孩则笑眯眯地冷声道：“这是一辆通往死亡的地铁，姐姐你难道不明白吗？没人能活着离开。”女孩拥有可以重塑时间的逆天序列能力，却没想到仅是重塑1秒就需要1年生命的代价。就在刚刚，纪晓婉本以为顺利完成了欲望挑战，却没想到居然被自己救下的女孩给背刺。那女孩更是放肆大笑：“这是通往死亡的列车，没人能活得下来。你越是想救他们，他们就越要死。说起来，害死他们的人是你呀！”眼看自己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纪晓婉连忙咬牙催动自己的神明序列时间重塑。在这一瞬，时间被莫名的力量给固定，然后开始缓缓倒退。女孩和纪晓婉开始倒退回列车，而列车重新往后倒退。纪晓婉这次重塑了7秒的时间，剩余生命28年。在列车重新套站的时候，女孩再一次发出了询问：“姐姐，结束了吗？”但这一次纪晓婉却凝重道：“还没有。你知道什么是神明序列吗？”女孩则佯装道：“听起来好像是一种特殊能力。”纪晓婉却温婉一笑，点头道：“你真聪明。”女孩的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那姐姐你有吗？”纪晓婉当即就露出了笑容：“当然有了，可惜姐姐使用能力的代价很大，每一次使用都需要付出生命为代价，1秒钟时间就需要消耗1年寿命。时间重塑，简单来说就是让时间倒退，代价是每倒退1秒，需要付出1年的生命。”女孩这下终于不装了：“那姐姐有多少生命，足够改变结局吗？”纪晓婉当即就意味深长道：“你怎么知道？我现在不是将时间倒退之后与你交谈，你又怎么能确定我知不知道你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举动？”女孩闻言瞬间就眉头一紧，这一次她没有机会被刺，只能选择正面出手袭击。但早有准备的纪晓婉果断掏出准备好的手枪，毫不犹豫的就扣下了扳机。但这一发子弹却只是擦伤了女孩的脸蛋，将她身后的那扇列车门给轰碎。女孩也在这时开始崩裂破碎。她到死也不知道纪晓婉是如何知道这个秘密的。但纪晓婉没有理会，直接就转身默然道：“你输了，安息吧。”这次击杀，原来他还使用了3秒的重塑，生命已然只剩下25年。与此同时，王命已然写下了自己的欲望，那就是接受神的恩赐。刹那间，他就感觉自己的脑袋瓜不断嗡嗡作响，面前的场景骤然变化。他似乎隐约间看到了所谓的神，随着手中阳体指的消散，一股澎湃的能力瞬间就灌注进他的体内。只是片刻功夫，他就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了神赐者，随之而来的是通关获得的欲望道具奖励——审判之眼。想成就伟大的正义吗？佩戴后对恶伤害大幅度提升，并展开对恶的无休止杀戮。在给林书玉也赋予了神赐力量后，虚空中的神这才开始消散。接着，现实世界中的空间就陡然开始扭曲。王命和林书玉顺利的活着回来了。一直在此等候的顾风见状，立马就淡笑道：“恭喜你们，成为了真正的神赐者。”
女孩居然单凭一人之力就解决掉了欲望怪物，甚至还拥有唤醒灵魂的神明序列。就在刚刚，王命和林书玉顺利成为了神赐者，返回到现实世界的调查局地下室中。而早已在此等候的顾风直接就出声询问，这次挑战一共几个玩家，最后通关几个？王命闻言立马就严肃道：18个挑战者，2个执行者，最后就剩下我们2个。顾风闻言顿时就沉吟起来，也就是说死了16个。而王命也说出了自己的疑问：欲望挑战是按区域挑选挑战者的，对吧？我们这次是主动进入，是不是代表这场挑战是因为我们才发生？那16个人也是因为我们才进入欲望世界？顾风则连忙开口解释：小婉没告诉你们吗？那把剑可以撕开现实与欲望世界的通道，但并不能主动开启欲望挑战。你们进入之后会失去所有意识，直到有欲望挑战出现，才会真正进入。王命闻言立即就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一种匹配机制，通过剑进入，就类似预定了名额，只要区域内有挑战出现，就会100%进入。可之前纪小婉跟我说，无论在欲望世界过去多久，正常情况下，一场挑战对应现实世界的时间是30分钟。顾风很是干脆的点了点头。你们这次进入属于正常情况吗？距离你们进入已经过去了2天，比我预计的时间要短很多。另外，因为使用了那把剑，小婉也进入了欲望世界，这回还没回来。不用想太多，这是小婉自己的选择，她从来不会畏惧欲望世界。而一旁的林书玉彻底不淡定了。等会，按刚才的说法，林海市要是一直没有欲望挑战出现，我们岂不是永远都回不来？眼看林书玉要开始骂街，王命连忙将其拦住，严肃道：咱们林海市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事了？顾风顿时就意外道：你的感觉很敏锐，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正常来说，一个区域1星期内只会出现1到2次欲望事件，但林海市最近发生的很频繁。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会死很多人，而且他们的家人、朋友、恋人很有可能因为这件事而触发进入欲望世界的条件。死的人越多，进入的人就越多，欲望事件越来越频繁，最后欲望怪物也会越来越多。王命说的是对的，所以要抓紧时间，想办法打破这个循环。王命突然就想起罗明所说的神像，于是就再次询问：我们这次遇到的执行者，他在沦为欲望怪物之前供奉过一个神像，神像底座刻着方块 K。顾风闻言立马就暗暗嘀咕：方块 K 是新世界的人。然而就在这时，周围的空间突然开始扭曲旋转，随后纪小婉就从漩涡中走了出来，赫然也完成了此次的挑战。王命连忙走到他跟前，关切道：你没事吧？而纪小婉在表示自己没事后，便递过来一张黑色的纸片。顾风见状立马就瞳孔一缩，然后脸色难看道：这是你用欲望换来的消息，我不是让你优先增加自己的生命吗？但纪小婉却淡笑道：下次一定，队长你先看。顾风闻言连忙定睛一看，上面只写着几个大字：即将孵化的欲望将吞噬整座城市。接着顾风就朝纪小婉询问道：小婉，你当时是怎么问的？纪小婉很是干脆道：红桃倔来临海市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闻言，顾风当即就一脸严肃道：按纸条上的信息分析，新世界的目标很可能是整个临海市，说不定会波及到所有人。与此同时，临海市的某座废弃建筑中正传来阵阵惊叫，只见一只欲望怪物已然被一根长枪给洞穿，而出手的却是一名身材妖娆的短发美女，但她的眼睛却是诡异的血红色。在洞穿了欲望怪物后，她没有急着出手，而是望着那挣扎的怪物，而那怪物一边挣扎一边大喊：我好饿，我好饿。接着女子就惊讶地发现，那怪物居然一边吃着地上的泥土，想要将那柄长枪给拔出，不过长枪上似乎附带着恐怖的能量，怪物一触碰到就被割出伤口，而女子也在这时开始了吟唱：来自灵魂的光芒照亮黑暗，弗赖离去的我们换来新生，神明序列灵魂猎者。顿时一道金色的能量就骤然轰入那只欲望怪物的体内，那怪物刹那间就开始褪去恐怖的外表，似乎恢复了理智，不断喃喃道：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接着他就望向女子询问道：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女子则一脸平淡的开口道：临海市神明调查局咒语小队成员于愿。神明调查局咒语小队终于迎来第一次集合，固有的死亡却牵引出为人类牺牲的坚定信念。就在刚刚，咒语小队成员于愿动用了神明序列，将欲望怪物强行恢复成人类状态。男子顿时就惊恐道：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于愿当即就缓缓为其解释：你作为一名美食博主，为了获得流量，不惜用新奇的食物博得观众的眼球。你不是饿，而是被灵魂深处的扭曲变成了欲望怪物。男子终于明白了，欲望怪物，原来欲望世界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我是不是快要死了？于愿见状便再次开口，虽然队长一直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完全控制心中的欲望，变成怪物的人大多身不由己，如果可以，要尽可能完成他们的遗愿，但我觉得你没有资格。不过我可以让你作为一个人死去。男子似乎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忍不住露出一抹苦笑，眼泪止不住的滑落。他很舍不得这个世界。然而就在这时，于愿突然收到布风发来的集合短信，于是他便直接将那柄长枪给拔出，然后头也不回的直接离开，只留下一张漆黑的字条：顺遂无虞，皆得所愿，安息。与此同时，临海站的高速服务
务区，一名男子正途经于此，悠闲地休息着。就在这时，女孩突然将手机递到他的面前，然后将集合的通知告知给他。安年顿时就挑了挑眉，明天集合？咱们咒语已经差不多2年没集合过了吧？安兔则伸了伸懒腰道，要不是队长一直在用自己的能力保护临海市，按调查小队的死亡率，人都换好几批了。安年突然就开口道，明天是我生日，小兔，你说队长是不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啊？安兔顿时没好气道，你都多大人了，还过生日？但安年却摸了摸他的头，安兔，你说话注意点啊，你老哥我怎么就不能过生日了？礼物准备好了没？但安兔却有些安然道，之前队长说红桃具出现在市里，现在突然召集我们回去，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安年却摇了摇头，不一定，京城的那几只小队把新世界的大小王都弄没了，现在他们内部乱成一锅粥，能翻起多大浪花来？我倒是觉得队长可能给咱们找到新队友了，让我们回去见见。一听这话，安兔立即就涌出悲伤的情绪，安年则安慰道，副队的死不是你的错，再说了，我们这些人啊，在加入调查局的那一刻开始，不就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吗？为队友牺牲，为人民牺牲，为国家牺牲，为人类牺牲。安兔没有说话，而是拿出一个挂件，陷入了沉思，上面刻画着人类荣光，永世流传，顾城。接着安兔便露出释怀的笑容，走吧，好久没见苑苑和小婉这2个丫头，也不知道她们找男朋友了没。随后安年便驱车再次启程赶往临海市。与此同时，神明调查局内，纪小婉已经被顾风叫到了办公室。我再说一次，以后有实现欲望的机会，就让神多给你几年生命，你别不把我的话放心上。我不是担心你活得长活得短，我在意的是你的能力，你的重塑能让时间无限制倒流，但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生命，你的能力要用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完成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的生命剩余很重要，这不仅仅关乎你一个人，或许有一天，你的能力决定一个重要人物的生死，甚至一座城。见顾风说的这么严重，纪小婉连忙讪笑道，好吗好吗，下次一定。而顾风这才满意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咱们队的名字为什么叫咒语吗？因为咒语这个名字是顾城取的，他就是你没见过的副队，也是我的亲弟弟。纪小婉顿时就黯然道，对不起啊队长。顾风则摇了摇头，没关系，小程说过，希望欲望的灾难就像咒语，虽然可能会造成很大影响，但持续的时间却很短，彩虹往往出现在雨后，咱们队的口号也是他想的，咒语洗尽人间尘，疾风荡尽浊世昏，燃泪荣光，永世流传。这个猫耳娘终于隐藏不住自己的身份，让王命得知她复活的事情了。就在刚刚，林书玉顺利通关降罪挑战，回到了家中，但此刻的他怎么都开心不起来，只因屋内一闪牢固的铁门中不断发出撞击声，而且撞击的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林书玉顿时就起身叹息一声，好了，我知道了。随后他便走到厨房，拿出一块鲜肉，然后将其剁成小块状，完全没有煮熟，就这样装到碗里，然后朝着那扇铁门开口道，别急，来了。来到门前，他便弯身推开那个头胃孔，一双细长但异常尖锐的诡异爪子却突然伸了出来，然后一把抢过林书玉手中的大碗，很是迫不及待的一把抓住其中的肉块，然后大声的咀嚼了起来。林书玉见状立马就弯身道，脏了，这些肉脏了，我去重新做，别吃了，掉在地上的东西不能吃。当那只爪子却直接甩开他的手，见此情景，林书玉立即就发出痛苦的哀嚎，别这样，别这样，妈，对不起，要不是我让你复活，你也不会变成这样，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好起来？妈，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而他的母亲在感受到他的悲伤的刹那，突然就停了下来，然后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祝你生日快乐。与此同时，现实世界，王命的家，从调查局回来的他连忙打开灯光，见家里焕然一新，他不由愕然道，修好了吗？是调查局的人安排的吗？还挺快。可当他打开冰箱的时候，却傻眼了。我的可乐呢？我记得明明还有2瓶。我的酸奶呢？也没了。我遇到饮料贼了吗？王命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然后朝着客厅的垃圾桶走去。只见那些失踪的饮料全部都在垃圾桶当中。细心的他立即就发现垃圾桶中出现了银色发丝。他在捡起来之后，瞬间就沉默了。就在瑶瑶出来蹭他的时候，他连忙询问瑶瑶：“咱家是不是进贼了？”见瑶瑶抓弄手中的发丝，他顿时愕然了：“你不会是想说这毛是你的吧？”此话一出，瑶瑶立即人性化的开始点头。王命见状瞬间就傻眼了：“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当我傻呀？瞧见没？这头发比你身子还长，怎么可能是你的？该死，家里居然进贼了！我的钱不会也被……不对，家里压根就没钱，就算只偷饮料也很可恶啊！要是被我知道是谁偷的，我一定弄死他。”随后他似乎反应了过来，然后惊喜的抓起瑶瑶道：“等等，你是能听懂人话吗？”瑶瑶闻言立马就连连摇头。王命当即就下意识的后退道：“卧槽，你真能听得懂？你是什么东西？老实交代，不然别怪我虐待小动物啊！”瑶瑶眼看这下是瞒不住了，于是便朝着房间的位置飞奔而去。进入房间后，立马就钻进了被窝当中，然后他的身体就开始急速膨胀，然后传出一道熟悉的女声：“是我喝的。”王命哥哥，闻声。王命瞬间就愣在了原地。只见恢复成人形的祝瑶一脸可怜巴巴道：“你真的要弄死瑶瑶吗？”王命做梦也没想到祝瑶居然会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祝瑶，是你吗？关于当初在挑战中的种种回忆，瞬间就涌上王命的心头。而祝瑶见状连忙点头道：“是我呀。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王命哥哥，你别害怕，瑶瑶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死。”
王命立马就激动地冲到他跟前，开口道：“我这就告诉林书玉，不对，现在不能告诉他，明天咱们一起去找他，给他一个惊喜，怎么样？”祝瑶则笑眯眯点头：“好啊，都听王命哥哥的。”王命顿时就尴尬地转身道：“那什么，我先去给你买件衣服，明天再带你去买几套。”这个平平无奇的女孩，竟拥有可以感知欲望波动的能力。就在刚刚，祝瑶意外出现，王命本想通知林书玉，但他还是决定等明天给林书玉一个惊喜。次日清晨，临海市高楼外，洪桃剧正坐在客厅中询问道：“我美吗？”叶潇潇闻声立即恼怒道：“你的美让我嫉妒。”洪桃剧当即就淡笑一声：“放心吧，等这件事结束了，你也会变得跟我一样美。”叶潇潇却冷声道：“希望你说到做到，要不然……”可他话还没说完，一巴掌就扇在他的脸上。接着梅花七便冷哼道：“认清自己的身份，就你这种垃圾也敢威胁姐姐？要是有下次，老子立马把你剁了喂狗！”洪桃剧见状立即就起身示意他别那么凶，然后就打开旁边的手提箱，将里面的左轮拿起，然后放进子弹。梅花七见状立即就出言相劝：“姐姐，这把枪的威力真的会死人的，没必要，真的没必要。”但洪桃剧却大笑道：“如果这把枪的威力杀不死我们，那还有什么意义？你知道西西里的公牛吗？那位铁匠为了满足君王的要求，制作了一个空心的铜牛。当犯人被塞入牛肚后，在牛肚子下点火，无断制烤牛肚子，在铜牛嘴里一套复杂的工艺下，犯人在被活活烤死前发出的惨叫声，变得像一头牛在喘气。君王很满意，为了验证，他让人把铁匠塞进去。那个以为自己会得到赏赐的铁匠，成了第一个受刑的人。所以你们觉得我们将会得到的是赏赐还是刑罚？”接着他便连开了数枪，然后大笑道：“哈哈，1/6的概率，全是空想，你们听到了吗？神安排的命运，却是神的恩赐。”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竟是王命打来的电话。洪桃剧闻声立即就来到桌边，他一接通电话，对面就传出王命的声音：“林书玉，你在哪呢？我有事要当面跟你说。”当即洪桃剧就大笑出声：“好啊，他在废弃工厂等你哦。”一听到这声音，王命立即就认出是洪桃剧接的电话，顿时王命就焦急的呐喊：“林书玉的手机怎么会在你呢？你把他怎么了？”梅花七这才露出笑容，然后一把揪起林书玉的头发，直接粗暴的将其扔到洪桃剧的脚下，接着洪桃剧便一脚踩在他的脖颈处，让他发出一声惨叫，然后便朝电话开口道：“今晚10点，废弃工厂，咱们不见不散。”与此同时，神明调查局内，咒语小队已然集结完毕。安年率先开口询问：“新世界想在咱们这搞事情，他们是不是想不开，居然挑战队长你的能力？”但顾风却一脸严肃道：“最近欲望事件频发，他们或许已经找到了破解我能力的办法。这次的灾难可能会波及到每一个人。临海市常住人口150万，如果欲望真的爆发，灾难将无法控制。这上面的吞噬，或许可以理解为沦陷。”安年顿时就惊愕道：“150万人口的城市沦陷是什么概念？那不仅仅代表死亡人数，还代表着欲望怪物的爆发，以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顾风闻言当即就点头道：“调查局一直隐瞒欲望世界的存在，就是担心曝光之后会刺激人们为了心中的欲望去主动接触，从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虽然有处理记忆的手段，但经历过多次事件的人会出现免疫，这样一来知道真相是迟早的事情。这阵子我一直在找新世界的踪迹，可那些家伙比欲望怪物还麻烦，根本无迹可寻。虽然我已经通知总部了，但最近各地都不太平，再加上之前围杀新世界大小王的重创，人手很紧张。不过上京那边还是派了一支小队过来。”此话一出，众人也不由面露忧色。人手紧张，咱们调查局永远都是人手紧张，人类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调查局的考核一直以来也不是以实力高低为标准，而是直面欲望不被影响，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所以人手紧张是正常的。然而就在这时，安兔却突然脸色一变，然后使出自己的神明序列回溯。这个能力可以感知一定范围内的欲望波动，代价是使用后会出现窒息，窒息的时间是使用时间的2倍。在1分钟后，安兔突然就猛地瞪大了眼睛，然后陷入窒息状态，开始疯狂的咳嗽。再缓过来后，他便开口道：“清河广场，清河广场出事了。”男孩的好基友惨遭绑架，但没想到咒语小队却抽不开身去救援。就在刚刚，咒语小队才刚集结，安兔却发现清河广场出现了欲望波动。此时清河广场内已然遍布了乌鸦，地上倒下了许多的普通人。外围的人看到这一幕，纷纷都吓得不敢靠近。但人群外突然挤进一名女子，然后朝着倒在地上的小女孩跑去。可当她才跑进女孩，居然就一头倒到了地上。就在这群乌鸦的上空，一只红色的诡异乌鸦正站在楼顶之上，而那只乌鸦的眼中顷刻只一个 K。与此同时，神明调查局大厅，王命才赶到这里，就急切的想要寻找顾队长，但结果却被告知顾队长已经去执行任务了，而且顾队长等人很着急的样子，很有可能是跟新世界有关。王命这下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完全不知道新世界的人到底想要干什么。小姐姐却在这时递上一台手机，并表示可以用这个联系他们。王命接过专用电话，立马就给顾风打过去电话。顾风这边才接通电话，王命就迫不及待道：“顾队长，是我，林书玉被红桃剧抓走了，而且还让我今晚10点去废弃工厂。估计他们是觉得你们在保护我，所以就抓了我身边的人。”纪小婉当即就冷静询问他有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或者让你带上什么东西，也没警告你不准告诉我们。王命思索片刻后便应道：“没有，
他只说让我今晚10点过去。纪晓婉果断就分析到这件事不对劲，他们要是单独冲着你去，应该会警告你肚子一个人过去。现在什么都没说，也就是说明他们并不在意告不告诉我们。王命，接下来的话你听好啊，清河广场这边的事情很麻烦，涉及到上千名群众的生命。我知道这对林淑玉来说不公平，但于情于理我们都要先顾及这边。但你放心，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人，包括林淑玉。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广场了，一会所有通讯设备可能都会失去作用。在我们出来之前，你就在调查局等着，那里是安全的。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新世界的目的，但你只接受过一次神赐，千万不要逞英雄，在调查局等，请相信我们。说完，纪晓婉便将电话给挂断。但王命的内心却很是不甘，让我就这么等着。林淑玉这家伙虽然有点贱，但也不能因为我导致他。无论如何，我都得把他给救出来。一想到这，王命便决定自己今晚必须前往废弃工厂。不多时，骤雨小队等人便来到了清河广场。此时地上已经倒下了许多普通人，但他们却不受任何影响。安年见状，顿时没好气道：“这边解决了，还有另一边，看来今天我的生日会黄了。”但安兔却没好气道：“别想着你的生日会了，能影响那么多人，少说也是3阶以上的欲望怪物。”于愿闻言突然就开口道：“如果只是3阶，我一个人就够了。昨天我解决了一个3阶欲望怪物，我一个人解决的。”就在这时，顾风突然严肃道：“你们两兄妹行了，整天没个正形，赶紧找找问题根源。”就在安兔准备使用回溯探出一番的时候，方块 K 突然开口道：“容我自我介绍一下，迎接欲望降临，为新世界而战。方块 K， 今天与各位是初次见面。”这个女人不仅挖空了男人的器官，事后还逼迫他前往废弃工厂，并让他独自面对仇家。就在刚刚，引发清河广场灾难的方块 K 直接现身在众人面前。骤雨小队众人见状顿时就愣住。根据调查局对新世界掌握的情况，除去普通信徒追随者之外，新世界以扑克牌的方式来区分职位与实力的高低，从大王开始，最小的是3，花色高低也有区分，从高到低是黑桃、红桃、梅花、方块、5过2这张牌从未出现过。据高层猜测，新世界最大的不是大王，而是4张2里的黑桃2。如果抛开2，眼前这只自称方块 K 的乌鸦，排名在新世界能排第4，花色也是第4，可以代表国王，在新世界的体系里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是一个红桃雀可以相比的。顾风顿时就质问道：“你们新世界的人向来藏头藏尾，这次光明正大的打出2张花牌，不如直说你们的目的。”方块 K 当即就笑出了声：“目的？为什么要有目的？非要一个目的的话，前不久你们调查局以多欺少，杀了我们的大小王，我们这些做属下的给他们报仇，合情合理吧？”顾风闻言瞬间就笑了：“你们新世界可没那么团结。”方块 K 当即就冷哼出声：“可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于愿对此却不屑一顾：“你们那些东西也配叫信仰吗？”说完，他便唤出自己的武器，斥喝道：“少废话，打不打？”顾风等人显然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个个都掏出自己的武器，准备来一场硬仗。但方块 K 却张开翅膀，冷声道：“每个人的信仰不同，你不能拿你的信仰来诋毁别人的信仰。”乌鸦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尽全力示警即将降临的灾祸，想要救赎世人，却成了厄运之鸟。而只报喜不报忧的喜鹊却成了祥瑞，深受世人喜爱。其实乌鸦的颜色很美，世人的眼睛接收不到那个波段的光线，所以只能看到黑色。五彩斑斓的黑是真实存在的，就在我们这些乌鸦的羽毛上。或许是神知道人类的贪婪与子嗣，才赋予我们五彩斑斓的黑，这样的羽毛才不会被拔去，我们的身体不会被做成标本，我们不会被关在笼子里，脚上也不会出现镣铐。被欲望蒙蔽双眼的人面前，厄运之鸟是完全自由的。灾难、恶欲、不祥、丑陋、厌恶、诅咒，我是堕落的乌鸦，它是圣洁的月光，我可以永坠黑夜，它一定洁白无瑕。神明序列黑鸦，神明领域灾厄。话音刚落，一束金色的光束骤然激射而出，于愿见状顿时就脸色难看道：“没打中。”而方块 K 突然就消失不见，只留下满天的黑鸦和一道冷笑声：“各位，哈哈，享受黑鸦的灾厄吧！”刹那间，灾厄领域瞬间就弥漫全场，覆盖住了整个清河广场。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10点，废弃工厂，而王命已然如约来到了此处，他的器官就是在这里被拿走的。红桃巨选这个地方，难不成我的器官是他们摘的？而红桃巨见到王命独自一人前来，立即露出满意的笑容。而林淑玉已经被五花大绑吊在了工厂当中，王命才进入工厂就发现了他。林淑玉也在这时缓缓睁开了眼睛，但看到只有王命一人后，他顿时就暗骂了起来：“我靠，这货怎么不摇人啊？脑子有坑吧？”虽然顾队长没回来，王命可以选择不来，但毕竟林淑玉因为自己才被新世界盯上，于是他便斥喝道：“给我放了他！”红桃巨闻言立马就笑了：“我有说要跟你做这个交易吗？”王命当即就反问一句：“那你想怎么样？”但红桃巨却冷笑道：“我就是想看看你。”王命瞬间就裂开了：“我知道我很帅，你想看就跟我回家，我让你看一晚上又能怎么样？”红桃巨笑了笑后便直接进入主题：“我说过新世界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现在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王命毫不犹豫的就一拍胸膛：“只要我加入新世界，你们就放了林淑玉吗？”但红桃巨却摆了摆手：“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拿这件事跟你谈条件，我问的是你愿不愿意追随欲望之主，从灵魂深处成为虔诚的信徒，迎接欲望的到来，为新世界而战。”一听这话，王命只能强行按耐下怒火：“虔诚，必须虔诚，包的！”红桃巨闻言立马就调笑道：“那可真是太好了，那你现在先解决另一个麻烦嘛。”话音刚落，王命立即就注意到身后突然出现的叶潇潇，然后很是诧异道：“另一个麻烦吗？你果然没死。”
女人为了能实现自己的欲望，竟对王命使出才刚掌握的神之领域。就在刚刚，叶潇潇突然来到了废弃工厂，然后面露杀意道：“我说过，我们之间的账没那么好算。”王峰见状却冷笑出声：“那你说，少爷请算账。”这下叶潇潇彻底怒了：“你找死！你以为这里还是欲望世界吗？”然而王命只是脚下微动，就轻松躲开了他这一爪子。没等叶潇潇反应过来，王命已然挥出一记重踢轰在他的腹部之上，这一脚的力道奇大无比，直接将他暴砸在墙壁之上。这下叶潇潇彻底怒了，疯狂催生出藤蔓，同时大吼道：“王命，你找死！”但王命却一脸傲然道：“叫那么大声，我没告诉过你，反派死于话多吗？”下一秒，叶潇潇的胸膛就骤然张开，一条粉白的长蛇瞬间就从中窜出。王命见状，顿时就暗暗诧异，这次和之前不一样了，他脸上的花瓣变多了，色彩也更妖艳了。王命也不敢拖大，连忙使用逻辑链力量强化，但叶潇潇化身的欲望怪物却猛然裂开了嘴巴，发出一道大吼之声。王命感受到冲击波的力道，瞬间就震惊了，他的实力变强了。但如今我也不是之前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小子。就在这时，叶潇潇的手臂突然猛地伸长，不过王命现在已经是神刺者，一个敏捷强化就轻松躲闪了袭击，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杀到叶潇潇的侧面，在双重强化之下，直接一脚暴砸在他的脸上。虽然叶潇潇被打趴，但他身上的藤蔓突然开始缠绕，然后猛然朝王命击射出数根尖刺，可王命只是掏出匕首，随手一挥，就将那些尖刺劈断。然而就在这时，居高临下的红桃倔突然出声道：“忘了告诉你，他领悟的神明序列叫做彼岸花，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孕育彼岸花的种子。现在种子已经被种在城市各处，不用多久，彼岸花将会在临海市遍地盛开，到时候所有人都会死的。”此话一出，王命的脸上瞬间骤然一变。小婉带回来的信息原来是这样，念及于此，王命立马就出声试探：“你们用清河广场事件拖住顾队长他们，为的就是让彼岸花盛开。既然你们能偷偷把种子种下，为什么又要主动出现？为什么不等着花开？”红桃巨却摆了摆手，叹息一声：“哪有那么容易啊！彼岸花的盛开需要养分，而你就是潇潇最好的养分了。只有亲手杀了你，他的欲望才能被满足，让所有种子绽放。当然，你也可以杀了他，只要杀了他，那些种子的威胁自然就解除了。反正你已经杀过他一次了，应该能杀第二次吧？”王命当即就甩出匕首，冷声道：“咎由自取的死亡，几次都一样。”一听这话，叶潇潇顿时就笑了：“咎由自取？你居然说我咎由自取？哈哈哈！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努力？深夜加班，废寝忘食，只为了能做出让他们满意的业绩。可是呢，我一切的努力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笑话，所有一切都比不上一次出卖肉体。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获得我想要的东西。你说我咎由自取？你知道被人嘲笑的滋味说吗？你知道被人嫌弃的感觉吗？你知道当别人看到你的脸向你丢垃圾，骂你是怪物的痛苦吗？你根本不明白我有多么努力的活着。你们这些该死的人，没有经历别人的痛苦，凭什么以为能站在高处俯视我们，唾弃我们？我没错，他们也没错，这个世界本就如此，错的是我没有追随神的脚步，没有一颗虔诚的心，没有早点聆听神的低语。神会实现我的一切欲望，我将追随神，迎接新世界。亡命咎由自取的那个人是你才对。”话音刚落，叶潇潇就化身成了一朵巨大的彼岸花，这正是他的神明领域绽放的梦境。男孩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曾经的挚友居然变成了欲望怪物。就在刚刚，叶潇潇使用了彼岸花的神明领域绽放的梦境，王命的意识瞬间就被拉扯进梦境当中。梦境中，他与纪小婉走到了一起，并且拥有了美满的生活。而临海市也已经连续3年没有发生不良事件，居民生活安定，家庭幸福，所有人都生活在美好的生活中。王命此时已经沉沦在其中，这种生活对他而言实在是太好了。而现实世界，王命的身体由于失去了意识，就这样矗立在废弃工厂当中。红桃介见状，当即就踢了林书玉一脚，淡笑道：“你说王命能从梦境里醒来吗？你可能不知道，绽放的梦境会让人置身真假难辨的美梦当中，梦里的人会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无论是后悔的事还是想见的人，都会在梦里出现，就好像所有的欲望都被实现。人的一生很短，但遗憾却很多。面对幸福而又美满的梦境，就算知道是一场梦，也不想醒来吧？”闻听此言，林书玉顿时就暗暗焦灼了起来。幸运，把所有的幸运都给那个家伙，庇佑他。我这样的人死了也没人在乎，把幸运都给他，都给他。红桃巨见林书玉沉默，便再次开口道：“要不回头让他给你也制造一场美梦？你应该很想看到你妈妈原来的样子吧？等这次事情结束了，我们一起为新世界努力，怎么样？为了你母亲，你应该不会拒绝吧？”呵呵。与此同时，叶潇潇正满脸杀气的缓缓逼近王命，冷笑道：“王命，调查局帮你能怎么样？高高在上又能怎么样？最后还不是得死在我手里？”话音刚落，叶潇潇当即就咧开大嘴，朝着王命暴甩出无数根藤蔓。此时的王命依旧深陷于梦境当中，根本就没办法挡下这些袭击。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刃芒突然就横劈而出，见居然有人出来坏事，叶潇潇立马就咆哮出声：“是谁？给我出来！”原来是祝瑶刚刚替王命挡下了袭击，他紧紧站在王命面前，不断发出嘶吼。叶潇潇见状立马就怒了：“又是你这只畜生！上次也是因为你，让我错失了杀掉王命的机会。”而红桃倔却突然轻笑道：“小心萧，你才刚刚得到神的指引，可没办法让同类陷入梦境哦。”一听这话，
叶潇潇顿时就暗暗嘀咕道：“他这是在提醒我，我和这只猫都是欲望怪物，神明领域对同类的效果会大幅度降低。”而祝瑶的身体突然在这时开始迅速膨胀，尾部更是分裂成了3条尾巴。在体型暴涨之后，祝瑶率先朝着叶潇潇杀了过去，不过他却丝毫不慌，快速催动藤蔓发起反击。但在祝瑶的利爪面前，那些藤蔓根本不堪一击。在破开藤蔓之后，祝瑶直接就狠狠撕咬在他的身上。见此情景，林书玉顿时就暗暗诧异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那不是瑶瑶吗？瑶瑶居然是欲望怪物，不对，难不成是因为我跟王命的欲望？那只猫是祝瑶？男孩本以为自己摆脱了梦境，可却没想到却依旧深陷其中。就在刚刚，祝瑶为了保护王命，终于现身出来阻拦叶潇潇。红桃巨对此感到很是惊诧，这次回临海市还真是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欲望怪物居然会保护人类，王命是怎么收服这只小猫的？为什么在他身上我感受不到任何欲望？没有欲望的欲望怪物却真的很不合理啊！林书玉闻言却突然笑了，他可不是怪物。红桃巨顿时就反问一句：“你认识那怪物吗？”林书玉当即就怒了：“我说了，他不是怪物，他是我们的伙伴。”话音刚落，红桃巨立马就给了他一脚，冷笑道：“伙伴，那可真是太遗憾了，你这2个伙伴为了救你，马上就要死了。”与此同时，叶潇潇也彻底震怒了，他猛然爆发出一声怒喝：“既然这么冥顽不灵，那你就陪他一起下地狱吧！”下一秒，无数藤蔓就从他身上冒出，牢牢将祝瑶给缠住。随着藤蔓的收紧，祝瑶立即忍不住喷出一口番茄酱。然而就在这时，王命的身体突然猛地颤动了一下，然后发出一道冷笑声：“我说，地狱似乎不欢迎我们呢。”话音刚落，王命骤然就使用了神明序列的强化能力，只是眨眼间，他就飞速冲出，一拳暴砸在叶潇潇的脸上。这充满力量的拳头瞬间就让叶潇潇倒飞而出，而祝瑶也连忙趁机咬开那些藤蔓，然后回到了王命的身边。叶潇潇这下是彻底疯狂了，藤蔓上的花朵骤然绽放，袭杀向王命，但这些攻击根本就拦不住二人，只是眨眼间，他就切断了所有藤蔓，然后从半空飞速冲下，同时冷哼道：“结束了，叶潇潇。”下一秒，王命手中的匕首就猛然落下，直接贯穿了叶潇潇。随着番茄酱的喷出，叶潇潇顿时就满脸不甘道：“为什么？我明明没有错。”接着他就失去了生机，周围的彼岸花也开始纷纷凋落。完事后，王命连忙询问祝瑶有没有事。而祝瑶在恢复了体型后便摇了摇头，王命这才再次开口：“因为在欲望世界的矛盾，这怪物一直缠着我，现在总算是解决了。不过他的神明领域真的太吓人了，在梦里我成了调查局的正式工，戚小婉还成了我的，社会安定和谐，家庭幸福美满，局里还经常组织各种福利活动，工资待遇更是没话说。在这样的氛围里，真的不想醒来，要不是那恶灵车票在提醒我，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被困在梦境里。”祝瑶闻言也不由感到有些后怕，那可多亏了他，要不然瑶瑶这次说不定真的会死在那怪物手里。而王命突然抬头叹息一声，只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祝瑶却突然神情黯然道：“是因为内疚吗？他虽然成了怪物，但曾经也是人，因为遭遇不公，他只能选择捷径，随波逐流。原本他能实现自己的欲望，变回原来的样子，但却碰到了王命哥哥，人物的失败让他恼羞成怒，最后他还是死在了王命哥哥手里。”王命闻言顿时就神情一滞，你想说错的是我，我不该杀他。祝瑶却摇了摇头，瑶瑶想说的是，或许他并不愿意走上这条路，只是他没得选。王命顿时就眼眸一凝，是吗？但没得选，并不能成为害人的理由。算了，不想了，瑶瑶，我们回家。但王命还没走出几步，就突然停了下来，然后转身望向空荡荡的楼顶，接着他就语气严肃道：“瑶瑶，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而祝瑶却一火道：“不是来解决那个怪物吗？王命哥哥，你这是怎么了？”但王命却摇了摇头：“是来解决的，他没错，但还有别的事，我不知道是什么，但一定还有别的事，我忘了是什么事了。不对，今天晚上的事情那么重要，我不应该忘记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件小事。可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难不成我还没出去，对不对？”此话一出，祝瑶立马就发出一道狞笑：“这都骗不到你吗？王命！”足以吞噬所有人梦境的欲望之花，最终还是在临海市绽放。就在刚刚，本以为脱离梦境的王命，却发现自己依旧还身处梦境当中。叶潇潇在被识破后，立马冷笑出声：“真假参半的谎言才能让人相信，一真一假的梦境才能让人迷惘。不得不承认，你真的很有本事。可是，就算你知道自己还在梦境里，又能怎么样？王命，你来不及了。”与此同时，现实世界，王命因为沉沦在梦境中，身体依旧矗立在原地。但此时的祝瑶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他根本就不是叶潇潇的对手，而叶潇潇所画出的花朵则不断发出笑声。吃了它，把它埋在花圃里，我们马上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哈哈哈！不知为何，他耳边又回响起了那个男人的声音，那个曾经将他带到山底，又将他推入深渊的男人。男人曾告诉他，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道酬勤，聪明的人用聪明的办法做聪明的选择。所以啊，女人要在有限的花期里绽放出最美丽的色彩。念及于此，叶
叶潇潇的执念更加强烈了，只要杀了王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王命，都去死吧，都给我去死吧！但祝瑶却用身体替王命挡下了所有攻击。就在祝瑶身上的血液溅射到王命脸上的时候，他的意识突然就回归了，当即王命就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斥喝道：“去死的，应该是你！肮脏的灵魂在摆脱压迫后便要压迫别人。叶潇潇，与这个世界告别吧！”神明序列逻辑链，神赐强化。感受到王命爆发出的气息，叶潇潇顿时就吓尿了，满脸不可置信的不断后退，而红桃剧却哈哈大笑了起来。真没想到啊，这就是他的神明序列吗？梅花七也同样感到震惊，他之前似乎只是提升了力量和速度，现在好像直接提升了一个神赐等级。红桃剧顿时就对王命涌起了强烈的好奇，能提升神赐等级的序列，我真的越来越好奇了。而林书玉闻声立马暗暗嘀咕了起来，他们的目的是老王的神明序列，老王的神明序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除了强的离谱之外，在逻辑链的强化下，此时的王命相当于接受过2次神赐，这种级别的对手，叶潇潇根本就不是对手。而梅花七却在这时从屋顶落下，然后飞速坠落到2人之间，王命顿时就愣住了，那是什么东西？来者正是梅花七，他身上已然缭绕着一条恐怖的巨蛇，气息强横无比。他头也不回的默然开口道：“你的退场时间到了。”叶潇潇顿时就涌起一丝不祥的预感，梅花七，你想干什么？而梅花七却猛然示意身上的毒蛇杀向叶潇潇，然后冷笑道：“让你最后发挥点价值。”王命根本就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看起来明明是一伙的，却突然开始自相残杀了起来。在毒蛇将叶潇潇吞下后，红桃却便再次开口：“你能在那么短的时间脱离叶潇潇的梦境，真是让我惊讶。可是对不起哦，我骗了你。无论如何，欲望之花今晚都是要绽放的。”话音刚落，那条巨蛇就猛然张嘴，喷射出一束绿色光线，而地上也开始疯狂冒出彼岸花。只是眨眼间，四周就遍布了无数彼岸花。王命这下彻底懵了，欲望之花从叶潇潇身上来的，为什么他们也能用？难不成这条蛇能通过吞噬获得叶潇潇的能力？与此同时，临海市区也同样出现了大范围的花海，所有平民瞬间被笼罩在其中，所有人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很快就被拉着进入到梦境当中。与此同时，咒语小队的成员也顺利处理完了方块 K， 但安兔却有些担忧，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中计了？我感知到强烈的欲望气息在扩散，应该说临海市现在都有欲望的气息。顾风顿时就开始皱眉分析，即将孵化的欲望将吞噬整座城市，而安兔却很是焦急。队长，方块 K 的目的会不会是想把我们困在这里？真正的任务在红桃郡那，他们想让这座城市沦陷。男人的神明序列，女神的庇护，居然是可以无视领域的恐怖能力。就在刚刚，安兔突然感受到临海市到处都有欲望气息，于是他便猜测真正的任务或许在红桃郡那。安年也不由眉头一挤，利用方块 K 的身份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吗？玩套路的人心真脏。于愿也开口分析，花牌在新世界的地位很高，所以在看到方块 K 后，我们都潜移默化选择了对付方块 K。队长，你去对付红桃倔吧。说完，他就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欲望武器。安兔也附和道：“愿愿说的对，方块 K 的领域没有消失，那就证明他还在这附近。但这里和另一边我们都不能不管，而且现在也只有队长你能离开这里，所以方块 K 就由我们来解决吧。让小婉跟你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队长你就吃亏点，你们2个人，我们3个人。”闻言，顾风也没再多说，只是微笑道：“那你们多注意安全，都要平安归来。”安年则摆了摆手：“放心吧，队长，这2个丫头你不放心，你还不放心吗？”顾风也不再废话，直接双手一合，使出了自己的神明序列，神女的庇护。只见他随手在领域内一划，领域内就破开了一道口子，让他重新回归现实世界。就连安年也不由惊叹道：“不得不说，队长的能力是真的离谱。”就在这时，周围突然传出方块 K 的声音：“顾风的神明序列的确麻烦，神明的庇护可对一定范围内进行庇护，在庇护的范围内，使用者不仅可以无视领域限制，甚至还能组织欲望的发酵，降低普通人进入欲望世界的概率。临海市能安稳这么久，全靠顾风的庇护。可是人的力量怎么可能与神抗衡呢？迎接欲望降临才是正确的选择。”话音刚落，半空中突然就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无数漆黑的乌鸦猛然从中飞速俯冲而下。在把咒语小队几人包围后，方块 K 便再次开口：“就算顾风将自己的生命与这座城市融合在一起，可是你们又怎么能确定哪边才是我们真正的计划呢？说不定我们的真正计划就是支开顾风这个麻烦，以便我将你们全部留在这里。”哈哈哈！下一秒，领域内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旋风，无数乌鸦朝着安年几人袭杀而去。与此同时，现实世界废弃工厂，王命为了尽快解决战斗，直接对悲鸣之刃进行了强化。既然欲望之花因为他而出现，那他绝对不能让整个临海市沦陷，自己必须要在这里阻止新世界的计划。而红桃巨的眼神也开始严肃了起来，这把匕首那晚隔得太远，没能仔细感应，想不到他不但能提升自己的神赐等级，还能强行提升欲望道具的等级。他的神明序列究竟是什么？太匪夷所思了。
可就在这时，亡命突然将悲鸣之刃捅进自己的胳膊，这番变故顿时就让红桃倔二人瞪大了眼睛。可接着，梅花七就发现亡命的人不见了。就在他愣神的间隙，亡命突然闪身到了他的身侧，然后趁着他由于疼痛放松的刹那，猛然张开了他的蛇嘴。不过亡命没有继续发动攻击，而是迅速弯身往他的嘴里伸手。接着亡命就猛然将被吞下去的叶潇潇给揪了出来，然后直接将其随手扔到了地板上。而叶潇潇见自己脱离了险境，连忙就挣扎的想要起身。他满脸不甘的喃喃道：“我不能是，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他们都想害我？我要离开这里，我不能死，恢复美貌，过上富足的生活，那才是我该享受的生活。”然而就在叶潇潇白日做梦的时候，一柄匕首突然贯穿了他的胸膛，出手的正是亡命。他毫不犹豫的将匕首拔出，然后头也不回的默然道：“叶潇潇，该下地狱的人是你。”男人陷入了必死的困境，而觊觎他身体的恶灵也再次出现。就在刚刚，亡命亲手揪出了叶潇潇，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其干掉。但他却发现，虽然叶潇潇已死，但这些花苞却丝毫没有枯萎。这下亡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而就在这时，梅花七突然冷笑道：“你以为自己很伟大是不是？不光解决了自己的麻烦，还顺手救了整个城市的人，对吗？愚蠢可笑，接受欲望才是真理。欲望之花的绽放是为了让他们看到新世界，而你的行为是在剥夺他们实现心中欲望的权利，还把他们推向深渊，让他们永远浑浑噩噩的活着。你可真自私啊！”林书玉见亡命陷入了困境，立即就想要挣扎脱困，不过红桃倔却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而是向亡命淡笑道：“亡命，虽然你现在拥有2次神赐的实力，但你的对手已经登上第4道神阶。用神赐者的定义来说，小七相当于已经接受过4次神赐。如果你没有别的底牌，那接下来等待你的就是死亡啊！”亡命闻声顿时就暗暗震惊，4道神阶，这条蛇的实力居然比纪晓婉还强，而恶灵车票却在这时冒了出来。这次你还有别的选择吗？你不了解欲望，不知道欲望对人类的诱惑有多大。从你拿到这张车票开始，就已经注定结局了。把身体交给我，我会帮你解决所有麻烦。别担心，我只是占用你的身体，而不是吞噬你的意识。时间快到，你还有30秒考虑的时间，但我觉得你活不了30秒。这一次亡命没有丝毫犹豫，行，我把身体交给你，总比死了强。而梅花七突然猛地收紧身体，将亡命死死缠绕在其中。在看到亡命整个人突然软下去后，梅花七不禁疑惑道：“怎么还真死了？”在松开亡命后，他便再次开口：“姐姐，我可以吃了他吗？”可红桃倔却淡然应道：“方块 K 不允许我们杀他，是为了弄清楚他的神明序列。但是你忘记你的能力了吗？小七，只要你吃了他，就能得到他的能力。只要你得到了他的能力，那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们无法知道的呢？”闻听此言，梅花七立马就飞速张开巨嘴大笑道：“姐姐，你真是太聪明了。”与此同时，林书玉眼看亡命就要被生吞，但他根本无济于事，而身负重伤的祝瑶却在这时飞扑了上去，但却被梅花七的尾巴硬生生抽中，直接被抽飞了数十米的距离。接着梅花七便卷起亡命，然后直接张开大嘴大笑道：“就让我来看看你的神明序列到底有什么特别。”眼看好基友就要丧命于自己眼前，林书玉再也忍不住了，完全不顾疼痛，直接断开了身上的尖刺，然后不断发出阵阵呐喊：“3000雷动，给我开！”听到天空中不断传出的雷鸣声，红桃巨顿时就震惊了，这小子什么情况？但林书玉却猛然向梅花七大吼出声：“我上早八，劳兹特么的劈死你！”话音刚落，恐怖的雷霆就从半空中轰落，精准的落到梅花七的身上。与此同时，临海市街道马路，顾风正在赶往废弃工厂的路上。顾风此时很是焦急，不断的加快速度，然后有些懊恼道：“本来想解决方块 K 的麻烦后再处理林书玉的事，毕竟红桃巨说的时间是晚上10点，我没料到方块 K 的领域能影响时间，明明只感觉过了2-3个小时，实际上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然而就在这时，顾风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顿时就下意识的来了个急刹车，然后满脸不可置信道：“这怎么可能？”而站在道路前方的正是他死去的弟弟顾城。只见顾城缓缓的开口笑道：“不认识了吗？好久不见，哥哥。”男孩为了活命，居然将身体交给恶灵车票，直接进入了黑化。就在刚刚，顾风意外遇见自己那已经死去的弟弟顾城，他不由回想起那场让人难忘的遭难。原来在当初一场大火中，顾城让顾风先把安年带出去，由他去救安兔，因为安年需要急救，顾风只好先将他给送出去，留下顾城一人去将安兔给救回。而这场大火是因为欲望怪物的序列能力舞动的死亡之火所造成的。1个小时后，顾风回到了现场，大火已然熄灭，但却没有顾城的身影，而安兔止不住的流出了泪水。刚才火海穿过了河坝，那怪物想烧毁整个城市，顾城我没用，是我没用。就在顾风思绪万千的时候，顾城突然开口打断：“当初你说会回来帮我，我相信你，没有任何的质疑，甚至在火焰蚕食我的身体，怪物啃食我的眼睛时，我还坚信你会回来，哪怕是最后一刻。为了安兔，为了整座城市的人，我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选择。可你知不知道，我做出这选择的勇气来自你啊，我的哥哥。”顾风闻言立马就严肃道：“是我回去晚了，你有怨恨，我能理解。”但顾城却摇了摇头：“不，我没有恨你。作为调查局的一员，牺牲是最好的归宿。即便到现在我也那么想，可是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的牺牲而变得美好。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有人为了自己的欲望去伤害别人。他们就像下水道里的老鼠、蟑螂，在我救下其他人的同时，也救下了他们。”
还记得当初口口声声让你救他孩子的那个人吗？因为我们的无动于衷，他养的蛇死在了火海里。后来他想冲进去救，却被你拦了下来。那名大的火，他一个普通人，只要进去就不可能活着出来。你救了他，但你却不知道他进入欲望世界，并加入了新世界，成为了如今的梅花七，牺牲好人去救坏人。哥，这真的值得吗？可顾风却无比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吐出2个字：值得。顾城顿时就疑惑了，你救了梅花七，导致更多的人受到伤害，这叫值得？但顾风却坚定道，如果哪天救人真的成了一件可以衡量利弊的事情，那么我们调查局就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知道这件事很矛盾，但我们的目标始终坚定，人类荣光，永世流传。此话一出，场面瞬间陷入了沉默。好半晌后，顾城才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就知道我阻止不了你。其实我没有复活，还记得5年前的那次事件吗？最后只有我们2个活了下来。最后聆听神的低语时，我的欲望是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保护你。现在我脑子里多了许多原本没有的记忆，但念头只有一个，那就是阻止你过去。如果这是欲望实现的一种表示，那这次真的很危险，你很可能会，我已经死了。如果你再出事，爸妈怎么办？你想过吗？但顾风却毅然转身道，对国家绝对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他们会原谅并支持我的。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顾城在顾风上车的刹那，顾城的身体突然就开始缓缓消散，最后他只好无奈地笑了笑，轻声呢喃道：“人类荣光，永世流传。”与此同时，林书玉的3000雷动疯狂轰击着梅花七，但红桃巨却突然将他给抓起。好小子，想不到你还有召唤雷霆的能力，但你觉得是你的雷快，还是姐姐的子弹快呢？但林书玉却咧嘴一笑：“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闻听此言，红桃巨瞬间就笑出了声，然后直接扣动手中的扳机，剑里面真的没子弹。红桃巨顿时就咬牙道：“你的运气还真是不错。”趁着这个机会，林书玉连忙使劲后仰，然后用自己的头抱砸在红桃巨的头上。在挣脱了红桃巨的控制后，林书玉突然就喃喃道：“亡命，来世再见了。”可就在这时，祝瑶强撑着重伤的身体跃上半空，将他给接住。再回到地面后，2人再也撑不住了，直接就倒在了地上。就在红桃巨想要去收拾林书玉的时候，却突然听到一阵诡异的大笑声。只见梅花七的身上突然冒出漆黑的烈焰，接着就是恐怖凌厉的金芒，疯狂肆虐着他的身躯，就连他身上那坚不可摧的鳞片都开始寸寸碎裂。红桃巨见状瞬间就傻眼了，这是什么？他为什么会有那么邪恶的力量？小七，快松开他，快啊！可下一秒，数道漆黑刃芒骤然轰在了梅花七的身上，被恶灵车票完全占据身体的亡命突然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列车终于到站了。男孩身体惨遭恶灵霸占，现如今他居然想要让整座城市都臣服于他。就在刚刚，亡命将身体交给了恶灵车票，占据亡命身体的恶灵立即就对梅花七展开了暴锤。哪怕梅花七拥有4次神赐的实力，却被打得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他感觉这样下去真的会死在亡命的手里，于是便连忙呐喊：“姐姐，救我！”闻声，亡命立即就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容，手上猛然抓紧他的蛇躯，然后直接将他抱甩在废弃工厂上，瞬间就将工厂的建筑给轰穿。恐怖的战斗余波，就连红桃居也不敢硬扛。他没有理会梅花七，而是来到王命面前询问：“你不是王命，你是欲望尘垢。”但王命却笑出了声：“欲望尘垢，那些垃圾有什么资格跟我比？你身上有屠夫那废物的气味，给你10秒钟，说说你们到底打算干什么？”红桃巨顿时就震惊了，他竟然说屠夫是废物，于是他便连忙开口：“我们要杀掉一个神女庇护者。”恶灵顿时就来了兴趣：“这座城市有庇护者吗？”红桃巨立马就点了点头：“是的，调查局的队长顾风是一名庇护者，因为他的存在，导致这种城市很多人无法聆听神的低语。”恶灵立即就明了他的意图：“所有你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这个叫王命的小子。”红桃巨很是卑微道：“您说的没错，现在我们的人已经牵制住了调查局其他神赐者，不出意外的话，顾风正在赶来的路上。”恶灵顿时就感到一阵头疼，可是我答应他要解决你们啊！此话一出，红桃巨的神色瞬间就紧绷了起来，然后迅速开始后退，想要拉开距离，但恶灵却在这时发出一阵狞笑：“不过现在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那就杀干掉庇护者，让这座城的人类全都臣服在我的脚下。”闻听此言，红桃居立马就大笑了起来：“我愿意为您效劳。”而林书玉见状瞬间就脸色大变：“老王这不妥妥的黑化了吗？现在老王都黑化了，还不跑等死吗？祝瑶快跑！”然而就在这时，恶灵却发现手上居然多了个面具，而亡命的灵魂突然出现，死死缠住了他。就知道你小子贪我身子，老子让你做掉新世界的人，结果你小子想跟他们联手，真当老子没后手呢？这下恶灵彻底怒了，一个人类也敢对我发号施令，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等我抹杀了你的意识，我看你到时怎么办？但亡命却哈哈大笑道：“你猜我为什么会同意把身体交给你？真觉得我走投无路了吗？”可恶灵却咆哮道：“消失吧，亡命，给我消失！”眼看恶灵正在灭杀亡命的意识，梅花七连忙将叶潇潇给吞下，在他催动叶潇潇神明手剧烈的刹那，四周停滞生长的彼岸花立马就开始张开，接着他就踉跄的来到红桃巨身旁：“姐姐，再过10分钟，这个城市将开满欲望之花。”红桃巨闻言立即就露出了笑容：“你做得很好，你报仇的机会到了。你不是一直想亲手杀了顾风吗？迎接欲望降临，为新世界而战，别怕，神会保佑你的。”说完，红桃巨便猛地扣动手中的扳机，直接将梅花七给当场灭杀。
这个神秘的女人居然是诱惑红桃剧进入新世界的领路人。就在刚刚，红桃剧突然掏出手枪，将自己的好弟弟梅花七给当场爆头。接着他突然就自顾自地呢喃起来：“我们正活着，还是正在走向死亡？从出手的那一刻起，死亡就成了时间问题。每一个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走向死亡，为了不留下遗憾，最后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欲望驱使，生生不息，唯有聆听神的低语，才能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我于深夜去世，又于晨曦重生，神明序列，遂知涅槃。”下一秒，梅花七的尸体就窜出一条巨蛇，将他整个人给生吞了下去。见此情景，林书玉立马就喃喃道：“不对劲，很不对劲。”然后他便将目光投向王命的方向，只见王命正艰难地将那面奇怪的面具往自己的脸上贴去。在面具贴住脸庞的瞬间，恐怖的气息瞬间爆发而出，咔嚓的一声脆响突然自他身上传出。与此同时，那条漆黑巨蛇突然开始猛然扭动，舌头的位置骤然迅速隆起。林书玉见状，连忙就出声催促：“瑶瑶，快离开这地方！”祝瑶也知道此地不能多待，直接转身就开溜。而巨蛇那隆起的地方突然就开始破裂，从中破茧而出的居然是红桃巨的身体。只见红桃巨身上已然覆盖起漆黑的蛇鳞，下半身已经和巨蛇融合在了一起。他望向林书玉的身影，立即就冷笑出声：“你们不留下来陪着王命吗？”眼看红桃巨向自己袭杀而来，林书玉连忙催促道：“跑！别回头！”但祝瑶的速度并不多，红桃巨一下子就快速逼到他的身后。就在这生死时刻，顾风也终于赶到了废弃工厂，他毫不犹豫就直接飞跃而起，直接撞向了红桃巨所在的位置。接着顾风的身影就骤然从车内冲出，直接一脚爆踩在红桃巨的蛇身之上，然后语气冷冽喃喃道：“好久不见，书月。”3年前，红桃巨还是个少女，也没有加入新世界。她突然就看到楼下出现了熟悉的身影，然后向着楼下的顾城打起了招呼。显然二人很熟悉，但顾城有事便先行离去。就在这时，书月身后突然走出一名女子：“你真的想加入调查局吗？”书月当即就无奈道：“为什么不呢？我父母都是调查局的战士，我自然要跟他们一样。”女子却再次开口：“成为调查局的确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可是你父母常年不回家，你真的不好奇他们在做什么吗？调查局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书月却没好气道：“你又想说什么欲望世界是吧？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那又能证明什么呢？”女子却微微一笑道：“神能实现人们心中的欲望，所有这世上有那么一批人，不断进入欲望世界，只希望神能带来新世界。而也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嘴上说着反对欲望世界，实际却也不断进入欲望世界，希望神能带来和平。我们是朋友，所以我希望你能知道真相，欲望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调查局就是为了终结欲望而立。你的父母是调查局的一员没错，你的父母在调查局有一个名字叫奉献者，可是在我看来，他们应该叫迷惘者才对。他们接受各种训练，所有感情都被屏蔽，他们每天徘徊在生死边缘，反复进入欲望世界，反复让神实现同一个愿望，世界和平。两个矛盾的欲望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就好比我许下死亡，你许下或者，这两个欲望作用在同一个目标上时，就会相互抵消。书月顿时就皱了皱眉：“你的意思是，这世上有那么一批人希望世界毁灭，所以调查局需要像我父母一样的人，不断让神实现世界和平来抵消？”女子当即就点了点头：“可以这样理解。但我想说的是，你的父母虽然有一个高尚的称呼，但实际上已经沦为调查局的工具，一种没有感情的机器。当人性被剥夺的时候，真的能换来世界和平吗？在你没有加入调查局之前，还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迎接欲望降临，为新世界而战。”骤与小队合力围杀红桃巨，却没想到纪晓婉居然因此动用了10秒重塑。就在刚刚，3年前的红桃巨突然遭到了新世界的邀请，他很是纠结该何去何从，但突然他就发现眼前突然出现了熊熊烈火，并且置于火海中的人正是顾城。虽然他很想让顾城回来，但最后顾城还是葬身在火海当中。最后黑衣女再次来到他的面前，并告知他顾城死了，还有他的父母也死了，死在了欲望世界，死在了所谓的世界和平。红桃巨这下是彻底崩溃了，但在悲痛当中，他似乎听到了神的低语。画面一转，临海市废弃工厂，红桃巨再次和顾风相遇。顾大哥，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不过我跟这个小姑娘可是刚见不久。顾风闻声顿时就眉头一皱，如果顾城看到现在的你，一定会很失望吧？一听到顾城这个名字，红桃巨瞬间就怒了：你还有脸提顾城？为什么当时不是你留下来？你不能自己冒险要留下主持大局，就算死，你也得死最后一个。我说的对吗，顾大队长？不过顾风没有理会他的咆哮，而是望向一动不动犹如雕像一样的王命。纪晓婉立即就猜测到，他应该是受到了某件道具的反噬，然后试图用另外一件道具来抵消影响。顾风顿时就没好气道：小婉，你带他们先走吧。闻听此言，红桃巨立即就猛然控制巨大的蛇躯高高站起，然后大笑出声：想走？今晚你们谁也走不了，都给我留在这里。而纪晓婉当即就掏出了腰间的配枪，顾风也将自己的欲望道具给换了出来。随着咚的一声巨响传出，顾风一刀狠狠地劈在红桃巨的身上。与此同时，纪晓婉也迅速扣动了手中的扳机，一枚血色的子弹瞬间就脱膛而出。而一旁的林书玉也连忙发动自己的神明序列能力，这一枪能爆头，神明序列幸运启动。可没想到，红桃巨却大笑出声：小姑娘，凭你一个只接受过2次神赐的人，根本无法伤害我。
如果姐姐没猜错的话，你手里这把枪的使用代价很大吧？而纪晓婉却直接蹲换弹夹，默然道：“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话音刚落，顾风的身影突然就从一旁闪出，然后直接抄起手中长刀就要劈落而下。洪桃巨顿时就震惊了：“你居然有2种神明序列？不对，是这把刀，这把刀有问题。”不过顾风却根本不理会他的鬼叫，直接一刀劈在他那庞然的身上。而纪晓婉也再次瞄准洪桃巨，对着他的脑袋又是一枪。面对顾风和纪晓婉的合击，洪桃巨再也不淡定了。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轰成了碎片。为了斩草除根，顾风直接使用长刀将他的蛇躯给切开。只是眨眼间，巨蛇就被切成了2弹。完事后，顾风便关切道：“你没事吧？”纪晓婉在擦了擦嘴角溢出的番茄酱后，就摇了摇头：“没事。”一旁的林书玉已然看呆了，这就结束了吗？他不是 boss 吗？就这样一招秒了，这会不会赢得太草率了一点？纪晓婉顿时就笑了：“草率吗？以我现在的能力，这种子弹只能用1次，第2枪就会要了我的命。另外，队长刚刚使用的神明序列是以神刺为代价，每使用1次，神刺等级就会少1级。对付新世界的人，不能试探，更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必须一击必杀。”就在这时，顾风突然严肃道：“小婉，你刚刚是不是动用了重塑？”见纪晓婉沉默，顾风立即追问道：“重塑了几秒？”而纪晓婉见瞒不住，便脸色凝重道：“10秒。”女孩为了不让队长殒命，居然耗尽自己的生命全力施展时间重塑。就在刚刚，纪晓婉为了除掉红桃倔，居然使用了10秒的时间重塑。顾风的语气瞬间就严肃了起来。之前只剩下25年生命，现在又用了10秒，只剩15年了吗？纪晓婉却脸色复杂道：“没办法，要是不用，队长你就……”可他话还没说完，红桃倔就猛然出现在顾风身后，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眼看顾风的要害被自己命中，红桃倔立马就凝声大笑：“你们想一招制敌，我又何尝不想呢？”顾风见纪晓婉准备要时间重塑，本想出声阻止，却没想到纪晓婉很果断的就重塑了2秒。生命剩余13年，重塑的能力是倒退时间，1秒消耗1年寿命。重塑完成的瞬间，纪晓婉连忙就推开顾风，然后朝着红桃倔刚出现的方向开枪，但却发现面前什么都没有出现。他顿时就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怎么可能会这样？就在他愣神的间隙，窸窸窣窣的声音突然在顾风身后响起，红桃倔操纵的小蛇突然从另一个方向贯穿了顾风的胸膛。纪晓婉没有丝毫犹豫，迅速发动能力，再次重塑了2秒时间，生命剩余11年。他依旧第一时间将顾风给推开，但顾风却再一次被红桃倔给袭杀。纪晓婉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将自己的所有生命消耗殆尽，足足重塑了12秒之多，回到了顾风准备对红桃倔出手的时候，然后叫停了顾风。见顾风重新回到自己身边，纪晓婉这才呼出一口浊气：“有问题，在你斩了这条蛇之后，红桃巨会杀了你。我试了好几次都没能阻止他。”顾风的脸色瞬间就骤变了：“试了好几次，你现在还剩几年生命？”纪晓婉顿时脸色复杂道：“已经无法使用了。”顾风当即就咬了咬牙：“无法使用，代表着他的生命已经不足1年了。”而一旁的红桃倔突然就朗声大笑起来：“我知道这小姑娘的神明序列能力，看来我已经杀了你好几次了，是不是啊，顾大哥？其实你还有一个办法能立刻杀了我，是不是？接受过9次神刺的人，怎么可能连我一个小女子都对付不了？可惜庇佑这个能力，让你无时无刻都在消耗力量，但只要你停止对这座城市施展庇佑，就可以立马杀了我。我说的对吗，顾大哥？”顾风闻言顿时就眉头一紧：“所以这就是你们真正的目的，想杀你还没那么麻烦。”红桃巨却依旧得意，似乎现在越来越麻烦了呢。欲望之花马上就要盛开了。与此同时，临海市内已经遍布了彼岸花，那些普通人但凡看到彼岸花，全都怔在了原地，被拉扯进入梦境当中。而神明调查局此时也已经乱成了一团。小嘎嘎连忙拨通了顾风的电话：“队长，出事了，大家好像都被控制了，只要看到花瓣雨的普通人都被控制了。”听到这个消息后，顾风直接就挂断了电话，然后语气漠然道：“看来这次你们真的做了很充足的准备。”红桃巨却冷笑道：“毕竟这可是一座有庇护者的城市，不过他们终将聆听神的低语。”面对红桃巨的突然发难，众人连忙迅速拉开距离，一时间场面陷入到了僵持状态。纪晓婉连忙趁机提醒顾风：“队长，无论是这条蛇还是蛇头上的塔，都不是本体，它的本体一定藏在别的地方。红桃倔也不做隐藏，好聪明的小姑娘，可是你们根本找不到，不是吗？”可林书玉却突然从祝瑶身上下来：“为什么要找？你说你躲得快，还是我的落雷快？3000雷动。”足以对城市庇护者造成威胁的屠夫意外降临，可没想到黑化王命只是略微出手，就差点将他当场吓尿。就在刚刚，林书玉主动出击，使出了3000雷动轰炸四周的花海，接着他便开始道出自己的猜想：那条蛇吞噬叶潇潇后，获得了叶潇潇的能力，而你通过另一种方式，同时得到了巨蟒和叶潇潇的能力。我说的没错吧？所以真相只有一个，你的本体就藏在这些花里。红桃巨闻言脸色瞬间就骤变，眼看自己的秘密被拆穿，红桃巨瞬间就恼羞成怒，势必要将林书玉给生吞。不等林书玉呼叫，顾风就已经抄起长刀冲了出来，很是果断地向红桃巨劈砍出几刀，瞬间数道刀芒就封锁住了红桃巨的所有躲闪空间。下一秒，红桃巨就感受到身上传来撕裂的痛感，
他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就已经被顾风给劈成2半。虽然看似红桃倔已经被干掉，但纪晓婉却严肃地提醒：“小心，这不是他的本体。”与此同时，四周那些枯萎的花朵中，其中一朵突然开始轻轻摇晃，接着根茎处就开始迅速膨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眼看红桃倔的本体终于出现，林书玉立马得意道：“我就说他的本体藏在这些花里吧。”虽然秘密被识破，但红桃倔却笑了起来，然后骤然张嘴怒喝道：“别怪我，这都是你们自找的！”眼看红桃倔准备爆发，顾风立即就迅速跃起，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砍而下。但没想到一柄大刀却从红桃倔的嘴里冒出，替他挡下了这必杀的一击。接着一个庞然的人影就迅速浮现，将顾风给轻松逼退。屠夫一出现，就向顾风打起了招呼：“临海市的庇护者，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可顾风却是满脸的惊讶：“怎么可能？欲望陈斗，屠夫，你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现实世界？”屠夫却狰狞的大笑起来：“你们可以自主进入神秘世界，我为什么就不行呢？”说完，他就很是不满的转身询问：“一个才接受9次神赐的庇护者，你都摆不平吗？”红桃巨也很是不甘，出了一些意外，这些家伙的神明序列有问题，再加上这个庇护者，但屠夫却不想听他废话，只有废物才会找借口，因为你让我受到一次又一次神罚，今晚过后，你们都将听到神的低语。说完，屠夫便抄起大砍刀，迫不及待地向着顾风杀去，但没想到一直静止不动的王命，却在这时骤然抬手挡下了这一刀。而屠夫在感受到王命身上的气息后，脸色瞬间就巨变，怎么可能？我看到了无边罪恶。只见王命此时周身满是邪恶的气息，浑身被漆黑的铠甲所覆盖，彻底进入到了黑化的状态。男孩竟通过2件能力相克的静物，从而达到完美的平衡。就在刚刚，被恶灵占据身体的王命突然出手，挡下了屠夫所挥出的大刀，这让顾风很是诧异。他用了2种欲望道具，而且还是相互冲突的道具。不对，他身上怎么有2股神秘气息交缠？明明没有融合，却诡异的处在一种和平状态。而原本强横无比的屠夫，竟被王命随手暴砸在了墙壁上。这下红桃巨彻底慌了，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情况？就在这时，纪晓婉突然开口询问：“你们还能继续吗？”红桃巨现在的情况很差，这些花还没消失，趁着那个怪物的注意力在王命和队长身上，我们得想办法解决那个女人。林书玉闻言瞬间就懵逼了，那什么，我该做什么？纪晓婉却很是果断的就冲了出去，你看准时机，用没电掩护我。林书玉顿时就露出坚定之色，这次可千万别掉链子啊！与此同时，被甩飞的屠夫突然就从土堆里冲出，对着王命就是一刀，外来的力量终究上不了台面。顾风眼疾手快，猛然就拽着王命飞速后退，接着他就询问王命有没有事，但王命却直接推开了他的手，二话不说就再次向屠夫冲了上去。屠夫见状，顿时就发出不屑的笑声：“你是想为养老院那对母女报仇吗？还是为了那个牺牲自己来拯救你们的可悲之人？又或者是为了那些愚蠢的村民？不管怎么样，你的下场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我剁碎。”虽然王命的实力获得了飞跃式提升，可面对屠夫这种实力的对手，却依旧落入了下风。就在这时，顾风突然冲了上来，斥喝道：“你的对手是我！”屠夫见状，连忙就挥舞大刀进行格挡。可就在这时，一柄匕首突然被王命甩出，没入了屠夫的胸膛。望着开始寸寸碎裂的身体，屠夫顿时就慌了。不可能，就算借助静物，这小子也不可能拥有这种力量。而王命则冷然道：“我看见了，无边罪恶。”屠夫闻声瞬间就怒了：“我是欲望尘垢，我是神最虔诚的信徒，不应该是这样。”与此同时，纪晓婉几人正忙着追击跑路的红桃俊，但没想到一道雷霆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趁此时机，纪晓婉果断扣动扳机，停滞的红桃巨瞬间就被一枪命中。建筑瑶快步拦到了自己的面前，他顿时就不甘地咬了咬牙，而纪晓婉则瞄准他的脑袋默然道：“结束了。”可红桃巨却丝毫不慌的大笑：“我知道你的神明序列，你已经没有生命去重塑了，对吧？所以你现在无法确定开枪之后会发生什么，你甚至还担心会不会跟之前一样，开枪之后反而会死在我手里。我可以告诉你，无论你们做什么，欲望之花都不会停止绽放。欲望之花已经遍布全城，等完全绽放，所有人都会变成养分，唯一能阻止绽放的只有顾风，所以我们才不惜余力要杀了他。方块 K 为什么要拖住你们调查局其他人？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让顾风落单吗？只要顾风解除对这个城市庇佑，去对付欲望之花，神的低语将会在城市上空响起，而你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整个城市的人进入神秘世界，什么也做不了。在死亡和聆听之间，你说顾风会怎么选呢？欲望之花终于在临海市彻底绽放，身为队长的顾风终于决定不再畏畏缩缩，使出了自己的神明序列，为众人展示9次神赐者的强横实力。就在刚刚，红桃巨扬言顾风绝对会因为阻止欲望之花盛开而死亡，可纪晓婉却冷声道：“我不知道队长会怎么选，但我知道你没得选。”说完，他便毫不犹豫地扣动手中的扳机。就在这时，纪晓婉的身后突然就猛地爆发出一阵轰鸣，只见屠夫的身体骤然发生了变化，以极快的速度向着纪晓婉的位置飞去。可没想到他居然直接掠过了纪晓婉，在落到红桃巨身体的刹那，就钻入到他的体内。下一秒，
屠夫就完全掌控了红桃具的身体，发出一阵疯狂的笑声。这一刻，扭曲之舌、欲望之花、堕落之心3种能力都被他所掌控。屠夫顿时就露出满足的狞笑：我听到了，我听到了神的赞扬。这下林书玉感觉自己的3观彻底被刷新了。先是梅花七吞掉了叶潇潇，然后又被红桃具给干掉，接着梅花七又吞掉了红桃具。打着打着，屠夫从红桃具的嘴里钻出来，现在又钻了回去。而顾风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屠夫现在没有完全降临现实，所以他无法使用自己的能力。他现在应该是想利用红桃具、梅花七还有叶潇潇3个人的能力来对付我们，不能让他得逞。话音刚落，他便和亡命骤然冲出，向着屠夫袭击了过去。但现在已经彻底占据红桃具身体的屠夫，却只是轻轻抬手，2条巨大的黑蛇顿时就从他的手臂延伸而出。面对黑蛇的前后夹击，亡命很是快速的挥舞手中的匕首，将其彻底撕碎。林书玉见状不禁担忧道：老王是不是没得理智了？简直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杀伐机器。顾风闻言当即就出言解释，他被欲望道具影响了，虽然实力大张，但也只剩下最原始的兽性，这样下去迟早会中屠夫的手段。林书玉闻言顿时就急眼了：顾队长，你赶紧想想办法啊，老王他不能死啊！但纪小婉却语气惊恐的呐喊起来：队长，不好了，花要开了！顾风的眉头瞬间就紧皱了起来。如果屠夫完全降临，他的力量或许真的能做到影响整个城市，但光凭舒月和梅花七，以及一个刚成为欲望怪物不久的叶潇潇，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今晚的一切，他们一定筹备了很久，而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想要我解除临海市的庇护。大家为了保护临海都那么拼了，我也没理由畏畏缩缩。既然他们想要见识我真正的力量，那么就让他们好好看看什么是9次神赐者。说完，顾风的眼眸中就闪过一道诡异的寒芒，浑身气势陡然升腾，原本覆盖整个临海的无形光幕，在这一刻开始寸寸碎裂，而顾风的身上也开始金芒大放，出现了一道女神的身影，这正是她的神明序列，神女的庇护。随着她能力的发动，一个偌大的金钟突然出现在临海市上空，发出咚咚的声响。同一时间，临海某高档公寓内，他们听到金钟的声音后，脸色瞬间就凝重了起来，而房子内2楼也突然传来一阵下楼的脚步声。见到男子下落后，那些女子个个都露出一脸渴望的表情，但男子没有理会他们，而是走到阳台，望着天上的金钟发出一阵大笑声。终于，这一刻终于到了，都准备好了吗？话音刚落，房间内的几名女子立即就全部起身走到了他的身后，而男子也从身上掏出了一个诡异的面具，接着他就迅速将面具佩戴在脸上，然后直接转身道：钟声过后，你们将听到神的低语，金钱、美貌、权力、生命，你们心中的任何欲望都将得到实现。现在就让我们迎接欲望降临，为新世界而战。这个男人终于解开了对城市的庇护，但却施展出了他的第2神明序列，打开了现实世界和欲望世界之间的裂缝。就在刚刚，顾风终于决定解除对临海市的庇护，而咒语小队这边却被方块 K 给拖住，没完没了的乌鸦让他们没办法快速解决。那些被波及的平民此时已经慌成一团，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一道钟响突然贯彻全城，哪怕处于神之领域当中，也依旧能看到那偌大的金钟。安年见状顿时就心头一紧，队长居然被逼到这一步了。接着他便果断开口：2个丫头，一会这边的事情结束了，能不能给我买个生日蛋糕？安兔顿时没好气道：行，给你买10个都行。安年突然就脸色一变，喃喃道：说不定他们这次的目的就是逼队长解开庇护，这次涉及到的人那么多，如果不解决方块 K 这个麻烦，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忙于应对乌鸦的安兔却没听到。你说什么？安年闻声顿时就咧嘴一笑：我说我要3层的蛋糕，要动物奶油的，第一口给队长吃，后面小兔安排就行了。对了，别忘了刚来的那2个小子。说到这个，我还没见过他们呢。闻听此言，安兔瞬间就察觉到不对劲，不对啊，以前你都第一个抢着吃。安年则神色复杂的喃喃道：这次我就不吃了。但安兔却没有听到。你说什么？你说大声点。可安年却突然全力催动自己的神明序列，然后出声呐喊道：我说人类荣光永世流传。下一秒，他的双手就骤然石化，他所触碰到的乌鸦也同样石化。这一刻，他浑身的气息澎湃到了极点，周身的乌鸦全部石化坠落。眼看鸭群被解决，安兔却脸色骤变，然后一脸焦急的呐喊：哥，数量太多了，不要用你的能力。但安年却发出一道笑声：数量不多，怎么体现出我的强大？神明序列无动山。眼看安年要拼命，安兔立即就跑了上去想要阻止，而安年第一时间就发现方块 K 操纵着鸭群想要逃，他没有丝毫犹豫，就直接飞身跃起，大喝道：现在才想逃，不觉得晚了吗？眼看安年撞向自己，方块 K 顿时就发出一声嘶吼：疯子，你们咒语都是疯子！望着被石化的翅膀，方块 K 瞬间就裂开了，而安年由于神明序列使用过度，整个身体都被石化。虽然他也将方块 K 的身体部分石化，但也从高空坠落，身死在了神之领域。与此同时，临海市废弃工厂，顾风使出了神明序列女神的庇护，在解除了临海市的庇护后，女神虚影便开始缓缓消散。屠夫见状瞬间就笑了：你终于解开这座城市的庇护了，但是已经晚了。
而王命的眼眸突然猛地一凝，以极快的速度投掷出了手中的匕首，刺入了屠夫的眉心。但没想到屠夫却硬生生地将匕首给顶出来，然后狞笑道：“虽然我没有完全降临，但融合了3个废物的力量之后，解决你们也足够了。”闻听此言，顾风的脸色却没有丝毫变化，而是冷冷地笑道：“你以为我解开庇护后就可以在这座城市为所欲为了吗？我承认你们这次准备得很充分，但自从接管这座城市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准备，时刻准备着。屠夫，其实我已经等你很久了。”神明序列回转，话音刚落，顾风就使出了他的第2神明序列回转序列恶魔的锡纸。这下屠夫脸色的笑意瞬间就消失了。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能撕开2个世界的裂缝？回转恶魔的锡纸，你不止一个神明序列，不可能，却不可能。临海市的灭城危机终于落幕，可咒语小队却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就在刚刚，顾风施展了回转序列，撕开了现实与欲望世界的裂缝。屠夫瞬间就震惊了，不可能，这不可能！虽然他不敢置信，但空间裂痕却爆发出无可抗拒的强大吸力，硬生生将其吸入其中。而顾风这才冷冽的再次开口：“没什么不可能，你们只知道我有神女庇护系列，却不知道我还有回转。而庇护回转之后便是锡纸，虽然我还无法控制锡纸，但触碰那个肮脏的世界，撕开一条裂缝还是能做到的。”眼看自己的计划就这样被毁灭，屠夫瞬间就狂怒了：“该死，该死！”但失去理智的王命却在这时陡然冲出：“我看到了无边罪恶。”而屠夫在临走还也想拉个垫背的：“既然你这么想找死，那就和我一起回欲望世界吧。这次来的有些仓促，下次你们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刹那间，数条黑蛇就骤然窜出，将王命给牢牢捆住。眼看王命就要被拽进欲望世界，顾风当即就果断冲出，然后狠狠地砍下一剑，将那些黑蛇给尽数斩断。接着他就果断伸手一把按在王命脸上的面具上，硬生生将其给扯了下来。顿时王命整个人就跟失去意识一样，身上的气息陡然开始消散。2件静物的平衡在这一刻骤然崩坏，强大的力量也因此消散，王命再也支撑不住了，整个人就这样倒在了地上，望着手中那不断散发出邪恶气息的面具，还有另一只手中那诡异的恶灵撤票，他当即就蹲下身来开口道：“小婉，回头告诉他，我不白拿他的东西。另外，这个地方污染太严重，需要旗帜镇压一段时间。”望着还在挣扎想要摆脱裂缝的屠夫，他忽然语气深沉道：“咒语或许会停，但希望永远不会。人类荣光永世流传。”说罢，顾风便脚下一蹬飞扑而出，直接一手按住了红桃锯的脖子。随着他的手掌发力，红桃锯的嘴巴开始翻涌出诡异的液体，只是眨眼间，叶潇潇、梅花七以及屠夫的分身便全部从红桃锯的体内分裂出来，力量被分散，这下他们再也无力抵抗裂痕的吸力，全都被吸入到欲望世界当中。可那道裂痕在吞噬了几人后，却依旧在疯狂扩张，瞬间就变大了数倍。就在林书玉想要冲出去将顾风给拉回来的时候，纪晓婉突然伸手将他给拦了下来。由于距离裂痕太近，顾风已经来不及抽身了，林书玉顿时就满脸的焦急，本想说些什么，可顾风却回头语气坚定道：“神的欲望终会实现，无论生死，无论哪种方式，人类荣光永世流传。”在顾风被裂痕所吞噬后，猛地就开始急速收缩，只是眨眼间，偌大的裂痕便消失无踪。经历了这波折的一晚，林书玉再也顶不住了，直接就瘫软在地，而祝瑶的身体也迅速缩小，很是关切地拱了拱王命的脑袋，而王命这才悠悠醒来，发现是祝瑶在呼唤自己，接着他就撑起身体，望向地上的长刀，语气复杂道：“这是队长的刀。”但纪晓婉却什么都没说，只是沉默地向着旁边的汽车走去。在从车内取出一面旗帜矗立在地上后，他还是忍不住落下了泪水。不过他很快就压制下伤感的情绪，按照顾风的指示用旗帜镇压。与此同时，清河广场，安年牺牲了自己，顺利将方块 K 给逼退，而安兔此时已经泪流满面。抱着安年的碎石沉默不语，一旁的于苑在沉默了半晌后便黯然转身道：“我去买蛋糕。”安兔却突然叫住了他：“等等，要动物奶油3层的。”至此，以安年的牺牲、顾风的失踪为代价，临海市的灾难顺利被终结。而那些躲在临海市暗处的人，此刻却是满脸的不解：怎么会这样？钟声不是代表庇护被解除了吗？为什么没反应？欲望之花为什么枯萎了？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一只乌鸦突然飞了过来，来者正是被安年重创的方块 K。他落地后顿时艰难地开口：“出了点小问题，顾风没死，但结果还是一样的。是时候拿出那个东西了。”闻听此言，男子立马就点了点头，然后示意旁边的女子取来一个手提箱，如果王命在此，就能一眼认出这正是装着自己丢失器官的医疗箱。而方块 K 也再次发出了狞笑，迎接欲望降临，为新世界而战。咒语小队再次动用可以前往欲望世界的禁物，只为帮助只剩1年寿命的纪晓婉延续生命的时间。原来咒语小队在终结了临海市的危机后，便集体返回到了调查局的屋顶。安兔默默地将安年石化的身躯粉碎飘扬后，就转身强颜欢笑道：“安年会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保护这座城市，所以我们也一样。哪怕到最后一刻也不能放弃。”此话一出，纪晓婉和于苑都不禁一阵语塞。半想过后，纪晓婉突然语气颤抖地询问：“上京那边有消息了吗？”安兔见状，连忙来到他面前安抚道：“这次新世界的行动对我们咒语小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按上京的指示，接下来由我暂时代理队长的所有职务，直到队长回来。每一位小队队长与上京都有某种特殊的联系方式。上京那边说队长并没有牺牲，只是进入了欲望世界，他会回来的。”闻听此言，王命不由暗暗沉思，当时由屠夫为
为首的怪物，试图将我也拉入欲望世界。队长帮忙解围后，其实不需要硬拉着怪物，怪物也会被吸入欲望世界。队长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同归于尽，反而更像是为了彻底解决屠夫这个麻烦，将战场从现实世界转移到欲望世界。念及于此，王命便开口询问：“你们说，顾队长现在会不会正在进行某种欲望挑战？”安兔则摇了摇头：“我不清楚，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相信队长，相信他能回来。”普通方式开启的欲望挑战，对应的限时时间是固定的30分钟，但通过其他手段开启的挑战，就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打破原有的规则。虽然我们咒语小队受到重创，但红桃倔和方块 K 2张花牌也没讨到多少好处。新世界的人或许还潜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蠢蠢欲动，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过几天上京会安排人过来，对我们进行检测。大家做好准备。一旁的林书玉顿时就感到很是疑惑，检测什么啊？纪晓婉不禁无奈地摆了摆手，这件事情我们失去了安大哥，队长也陷入了欲望世界。上京的人有理由担心，我们会通过欲望之神将安大哥复活，又或者用这种方式将队长从欲望世界带回来。可王命也觉得有些不解，复活的代价或许很大，但为什么连把队长从欲望世界带回来都不允许？安兔只好耐着性子解释，在事情没有确定之前，你怎么知道带回来的是人还是怪物，又或者是其他一些我们无法接受的东西？上京的人过来，就是排除我们做这些事的可能性，毕竟这种事光是嘴上做保证是没用的。王命明白后便唤出顾风留给自己的长刀，用队长的话来说，他用随云作为交换，换走了恶灵车票和审判之眼。纪晓婉一看到碎云便开口道，这把刀是队长留给你的，这是队长拿到的第一件欲望道具，在他的改造下，正常使用不会有副作用，但如果激发蕴藏在刀里面的力量，代价是消耗1次神刺。这把刀你留着，希望你不要让碎云失去他的光辉。而王命却突然开口询问，我能加入咒语小队吗？这下安兔瞬间懵逼了，你说什么？王命则脸色淡然地重复了一遍。这下纪晓婉可不淡定了。根据我们对你的了解，你并不想加入调查局，更不想成为小队的一员，而且你应该知道，无论是调查局还是调查小队，都有成立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肩负的使命。你不能因为队长就滚，就说要加入调查局。加入调查局是一种信仰，是不会褪色的红，是坚定不移。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今面对所谓的神带来的危机，仍是无畏无惧。成为调查局的一员，无非是比普通人多了些光荣，无非是危难时刻冲在前线，无非是能说一句我在保卫国家。除了这些，其实也没别的什么了。你现在这样挺好，不需要为陌生人挺身而出，不需要主动接近危险，不需要找寻欲望衍生的怪物。而王命却直接打断道，你是想让我说一个合适的理由吗？可能是因为顾队长救过我，也可能是害怕独自面对怪物，又或许是我自己的一些小心思。但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理由，那就是人类荣光，永世流传。闻听此言，安兔顿时就满意一笑，欢迎加入咒语小队。纪晓婉也很高兴王命能自愿加入到调查局。王命直接就一把上前握住纪晓婉的手，然后向着林书玉询问，你想加入咒语的理由是什么？林书玉立马就愕然了，我什么时候说想加入了？王命却鄙夷道，我知道你想，但你得有个理由。林书玉顿时就面露坚定，我要成为终结欲望世界的人。至此，二人都顺利成为了神明调查局的一员。翌日，神明调查局地下室，于愿再次取出了那把可以开启挑战的长刀，众人也表示都已经准备好了。临行前，安兔还不忘叮嘱小婉，你应该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王命闻言立马就暗暗嘀咕，他的神明序列是以生命为代价，现在只剩1年不到的生命了。而安兔也不忘提醒二人，至于你们2个，你们只接受过1次神刺，这趟尽量再接受1次。一旁的于愿则催促道，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进入欲望世界了。说完，长刀立即挥舞而下，撕裂开通往欲望世界的通道。安兔当即就淡笑道，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回来。出现了！男孩丢失已久的器官终于再次出现。就在刚刚，神明调查局再次打开了欲望挑战的通道。王命见时间差不多，便示意二人抓紧进入。为了让安兔不那么担心，他在进入前还不忘转身道：“小兔姐，等我们回来，晚上吃火锅。”那么第2次欲望挑战开始。由于撕开裂缝让别人组队进入欲望世界后，持剑者自身也会立马进入欲望世界，而这种进入方式会让持剑者遇到的欲望世界挑战难度大幅度提升。安兔也深知于愿这一次进入的难度非同寻常，便严肃地提醒万事小心。于愿没有多言，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于愿就进入到了欲望世界，地下室再次恢复了平静。安兔这才缓缓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照片，那正是咒语小队曾经拍下的合影。他不禁神情复杂的喃喃道，他们都很好，很优秀，你们放心吧。与此同时，现实世界属于临海市的某农村河边，一名头戴斗笠的老者正在河边垂钓。诡异的是，新世界的人突然来到这里，并且完全不敢上前打扰。好一会之后，失去一根翅膀的方块 K 这才从车上飞下，然后和小嘎嘎一起恭敬的行礼，迎接欲望降临，为新世界而战。接
接着小嘎嘎便脸色难堪的汇报道：叶潇潇被调查局的人干掉，梅花七也死在了红桃巨手里。屠夫似乎利用了红桃巨的能力，想把他们全部融为一体，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他们全都被顾风拖进了欲望世界。但听完这些，老者却依旧纹丝不动。这下小嘎嘎瞬间狂冒冷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一旁的方块 K 这才接过话：这次咒语小队受到了不小的打击，那种情况下，顾风很难或者从欲望世界回来。咒语的2把手顾城几年前就已经死在了我们的计划，唯一能看的安年也死了。现在的咒语小队名存实亡。可老者却忽然叹息道：有人说，欲望会使人失去理智和道德，追求无止境的利益和享受，陷入无尽的痛苦与空虚。可我看来，欲望使人强大。为了实现心中所想，我们会忘记痛苦和悲伤，懒惰变得勤奋，弱懦变得坚强。追随神的我们，手中握着人无法抗拒的欲望，却一次又一次失败，一次又一次辜负于神。感受到老者所传递出的不满情绪，方块 K 立马就匍匐跪地。欲望之花虽然没有顺利绽放，但我们的目的依旧达成了。顾风留下的庇护力量形同虚设，只要我们用些手段，最多1个月就能让这座城市的庇护彻底消失。虽然失去了红桃巨和梅花七，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下一个计划。可老者却语气冷冽道：压制欲望的如果是理智，那摧毁理智的必然是欲望。梅花七一直想亲手杀了顾风，却畏畏缩缩；红桃巨想要神复活顾城，却犹豫不决。欲望不够纯粹，理智不够坚韧，最后摧毁他们的是自己。就在这时，那枚浮漂突然猛地下沉，老者很是干脆的直接将上钩的鱼给吊起，可接着那条鱼的身上就骤然爆发出无数裂纹，只是瞬间就这样凭空被碎裂成7、8块。完事后，老者便头也不回的询问：这条鱼死了吗？如果红桃巨在，这条鱼就不会死。我于深夜去世，又于晨曦重生，此时的他就像这条鱼，在你们眼里，他或许死了，但对他而言，死亡才是重生的开始。你现在要做的是带他回来。但方块 K 却很是不情愿的想要婉拒，哪怕没有他，计划也一样能进行。闻听此言，老者立即猛地转身，用碧绿的诡异瞳孔瞥了方块 K一眼，感受到身上传来的撕裂感，方块 K 顿时就连连求饶：我知道了，我会带他回来的，方块一大人。随后方块一就没再理会方块 K， 而是来到小嘎达面前询问道：东西呢？在哪？小嘎嘎连忙从一旁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医疗箱，然后赶忙为方块一打开。再看到箱子内那块被冷冻的器官，方块一这次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迎接欲望降临，为新世界而战。这个只会背诵字母表的男子，居然要在欲望挑战中担任英语老师。就在刚刚，王命进入到了欲望世界的殷家当中，他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普通的4口之家内。没等他仔细观察四周的环境，一个壮硕的男子就带着2个小孩出现在他的面前。王命立马就暗暗思索了起来：怎么就我一个人？林书玉和纪小婉他们呢？难不成真的分开进入不同挑战里了吗？而且这次欲望挑战的主题看着怎么那么瘆人？接着那幅全家福就突然发生诡异的变化，出现了这次欲望挑战的名字：我眼中的家。眼看对方向着自己伸出了手，王命连忙握住了他的手。眼看对方要请自己进去坐坐，王命便猜测应该需要先把剧情给走完才行。一进入家门，男子便开口介绍：我叫殷和泰，这是我的妻子刘菲菲，她叫殷冰冰，很笨，该打的时候就打，该骂的时候就骂，不必在意我们俩夫妻的感受，毕竟不打不成才。这是殷安安，安安虽然比哥哥小1岁，但很聪明，什么事一点就通，教的时候只要仔细一点，他都会明白。闻听此言，王命立即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他们聘请来的家庭教师。接着刘菲菲便表示先带他去房间里休息一点。走着走着，王命就发现这里竟然有很多个房间，并且还安装了很厚重的铁门，看上去不像是阻止外面的人进去，而是阻止里面的东西出来。在来到一个房间门口后，刘菲菲就开口道：这就是你的房间了，等到了你的课我会过来喊你，至于吃喝房间里都有，每天早上8点我会来打扫。王命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也要上早八了，而刘菲菲则指着另一个房间道：这个房间已经有其他老师住进去，但他们不喜欢被打扰，所以王先生就不用进去打招呼了。另外还有几件事，希望王先生能记住，还有晚上熄灯之后，我们一家人都会在自己的房间睡觉，如果我或者其他人过来找你，不要理会，不要开门。还有安安是个聪明的孩子，不需要操心，但是作为哥哥的冰冰总会找很多借口不学习，晚上睡不着，白天犯困和恶心想吐什么了，都是他的惯用伎俩了，不要理会就是。听完这些后，王命心中已然大致了解了这次挑战的基本条件，他也发现住在隔壁房间的不是跟他一样的挑战者。见王命不说话，刘菲菲便询问他怎么了，王命当即就出言解释：没什么，只是在想能不能和这个房间里的老师进行一些学术上的探讨。但刘菲菲却笑眯眯道：是吗？可惜他们不够负责。对了，还有一件事，希望王先生能多体谅，我家先生的脾气不好，所以不管看到什么发生什么都不要管，你们的任务就是教好安安和冰冰。闻言，王命便试探性的询问：我知道了，请问我的课是不是3天？最近太忙了，我怕我记错了。刘飞当即就提醒道：我们不是约好1个月吗？每天1节，连续1个月。说完，他便皱了皱眉：是有什么问题吗？见王命表示没问题，刘菲菲这才转身离去。王命心中也大概有了猜测，这次进入欲望世界不是通过正常途径，所以原本对应的现实世界30分钟法则不一定能生效。虽然1个月的时间很长，
但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随后他便来到窗户旁，打算查看一下四周的环境，但接着他就发现床上居然有台电脑以及一些笔记。拿起笔记一看，他立马裂开了，让一个都选4的人当英语老师，这合理吗？本来还担心教不好会出事，没想到是完全不会教啊！可没想到笔记本上却突然飘落下一张纸。第一天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进入这个鬼地方，但作为外贸公司的销冠，教英语这种小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我不确定以后会不会有别人来到这，但我还是决定记录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希望能提醒自己，同时也能帮助此时的你。殷安安的确很聪明，基本上不用教。殷冰冰跟他父亲说的一样笨，最简单的字母表都背不下来。第二天，昨晚我听到了殷冰冰道歉的声音，就在门外，我没敢开门，我也没回应他。今天殷安安一样省心，殷冰冰上课打瞌睡还吐了我一身，真让人恶心。第三天，我无法理解，昨晚我听到奇怪的声音。透过窗户缝隙，我看到了殷冰冰的尸体。我想表达的是，昨晚殷冰冰跳楼了，而且是不断重复，一直到天亮。更可怕的是，今天我还是见到了她，跟前2天一模一样。第4天，因为殷冰冰学不好，她父亲多掉了我一根手指。事后我忍不住扇了殷冰冰一巴掌。这世界为什么会有人那么笨？4天连字母表都记不住。第5天，昨晚女主人一直在敲门，反复问我为什么教不好她儿子，导致我一整晚不敢睡。自己儿子那么笨，怪我有什么错？就殷冰冰那智商，换名牌导师来也是对牛弹琴。看到这些，王命顿时就疑惑，只有5天的信息，任务时间是1个月。如果这真的是上个挑战者留下的信息，为什么他只记录了5天？难不成他只活了5天？就在这时，王命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当即他就走到门口，将房间门打开，然后没好气道：“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这个女孩穿上了精心准备的地法套装，却没想到男人却视而不见。就在刚刚，王命不出所料的在欲望挑战中遇到了林书玉。林书玉本想跟王命哭诉一番，但很快就被另一道人影给吸引住。最后来的正是纪晓婉，她已经换了套服装，让林书玉止不住的发出惊呼：“我的天，地法从3D 驱出来了吗？”接着纪晓婉就很是满意的向2人询问这身衣服好不好看。王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摇头。女人只会影响我找器官的速度。就在林书玉准备上去索求贴贴的时候，王命立马抬手给了他脑袋一拳，然后满脸严肃道：“说正事，我们房间里可能有线索，大家都仔细找一下吧。”而纪晓婉也开口道：“按照屋里的材料来看，我是科学老师，问题是我不会教这些。”当他看到桌子上那本英语课本后，不禁眉头一挑：“你会教英语吗？”王命虽然不会，但还是装出一副很是自信的模样，示意大家放心。而林书玉突然站出来打断道：“你们怎么知道我教的是体育？”王命闻言立即一脸严肃地告诫道：“体育？那你要小心些了。难道你不知道体育老师都是体弱多病的吗？从眼下的情况来看，那2个孩子的父母很看重他们的学业，如此一来，很有可能会通过某种方式让我们取代体育，又或者直接让体育消失。也许他们会为了多上几节英语，就故意卸掉你的腿，然后让我去代课。”这下林书玉彻底吓尿了。哥，别比如了，应该不会吧？王命见状也没再继续吓唬他。而门外突然传来一道脚步声，还有那重复的叮嘱。王命立即明白是有其他挑战者来了。片刻之后，刘菲菲就敲了敲王命的房门：“王先生，该您上课了。”王命在推开门之后，顿时就有些讶异：“你的脸是怎么了？”刘菲菲下意识地摸了摸脸蛋后便摇头道：“我没事，咱们赶紧去教室吧。”王命淡然地点了点头后，就发现刘菲菲身手遍布伤痕，他猜测大概是家暴的缘故。随后王命就被带到了上课的地方，2个小孩已经在里面静静等待了。相比于殷安安的自信大方，殷冰冰则一副怯懦的样子。而殷冰冰在看到刘菲菲脸上的伤痕后，立即就一脸关切地询问：“爸爸是不是又打你？”而刘菲菲则摇了摇头：“没有，我不小心摔的。”但殷冰冰却根本不信，摔怎么可能摔成这样？我会努力的。妈妈，你告诉爸爸，我一定会用心的。他要是生气的话，就让他来打我吧。王命闻言不由暗暗赞许，父亲不当人，好在还有母慈子孝。可就在这时，刘菲菲突然就拍开他的手：“我都说是自己摔的了，你听不懂啊？我怎么会生出你那么笨的儿子？为什么？我跟你爸要是离婚，一定是因为你。”殷冰冰见母亲突然发狂，顿时就愣住了。而王命也对此很是震惊：“不是，这是什么情况？刘菲菲那么排斥自己的儿子，就因为他笨吗？”刘菲菲是越骂越上头：“你看看安安，再看看你，你有时间关心别人，不如多想想自己怎么能学好。你爸说了，这次你的成绩要是没有进步，以后就不用上学了，去街上捡垃圾吧。”殷冰冰顿时就连连摇头：“我不要捡垃圾，我会努力的，我保证能进步。”但刘菲菲直接摔门而去：“保证有用的话，要成绩干什么？垃圾！”一旁的王命这才走上前安慰道：“掀起来吧，你妈妈可能是气头上才会那么说，你别在意。”但殷安安却突然开口打断：“其实捡垃圾也没什么不好的，努力不代表能成功，而且比你聪明的人也在努力，你努力有什么用？你去捡垃圾虽然会让爸妈很丢脸，但至少他们不会再逼你学习，你也不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不是吗？”可王命却不这么认为，你们都还小，在这个年纪，谁都不能断定你们的未来。但这番话却让殷安安笑出了声：“安慰吗？以前那些家伙也总是安慰我们，但有用吗？他们最后还不是被爸爸关进了那个房间里。教不好，学不会，没用的人就是垃圾，他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场欲望挑战的参与者们终于齐聚一堂，可没想到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会死亡的木头人游戏。就在刚刚，王命亲眼看到殷冰冰被排挤的一幕，他不禁在心中暗叹：家暴的爹，无情的妈，毒舌的弟弟，破碎的他，这是什么扭曲的家庭？太令人窒息了。可是这跟我眼中的家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在这时，殷安安突然询问为什么还不开始上课，王命只好硬着头皮道：能说说你们现在的英语水平吗？话音刚落，殷安安就吐出一口流利的英文，然后很是自豪地表示：我的英语已经通过了6级考试，你只需要教我哥就行了。他连字母表都不会背。王命也没有多谢，便向着殷冰冰开口道：既然这样，那咱们就从背字母表开始吧。接下来，王命便开始了长达45分钟的英语教训。完事后，他便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见王命脸色难看，纪晓婉便连忙询问：怎么了？课上发生了什么？你看起来不太好啊。林淑玉立马就出言打趣：怎么你对老王好像比对我温柔啊？而纪晓婉却语出惊人道：毕竟我们一起住过。一旁的王命顿时就没好气地打断道：说正事，虽然我也不想说出这种话，但事实就是事实。殷冰冰真的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不管叫什么，殷安安都是不用教的，要教的只有殷冰冰，而且是最初级最低级的东西，基本不存在不会教这个问题。虽然这是好事，但问题就在这里，我教第1节课就是最简单的字母表，别说背了，殷冰冰连读都读不下来。如果这次任务存在死亡机制的话，我们教不会殷冰冰，极有可能是一个触发点。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只要上过课的人，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危险。也就是说，任务不是1个月，而是随时都有可能结束。这也恰好说明了留下这条纸条的人为什么只记录了5天。一旁的林淑玉这下彻底慌了，不是我一个教体育的，应该不存在老王你说的问题吧？那个殷冰冰再笨，总不能连跑步跳远这些都不会吧？可王命二人却阴阳怪气道：但体育老师会生病啊，还有可能随时消失。下午3点，体育课，3楼操场。王命和其余的挑战者全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镇。张秋良很是意外道：没想到这地方还有特殊的空间。而陈静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欲望世界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我有一次任务在列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是不同的空间，而王命则细细地打量着在场的其余挑战者，包括他们3人在内，这次一共有8名玩家。就在这时，刘菲菲突然走了出来：各位，不管做什么都要讲究劳逸结合，所以无论是那2个小家伙还是各位老师，想必都有些累了，所以我临时决定，今天的体育课大家就一起放松放松。说完，他便不再逗留，直接就关门离开。随后张秋良便率先开口：我简单说几句，设计欲望挑战的家伙就是想让我们互相猜忌，把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变得复杂，最终走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地。目前大家都没遇到什么危险，但接下来就不一定了。你们没发现吗？这堂明明是体育课，那2个小王八蛋到现在还没出现。要我说啊，他们这是在给我们商量的时间，你们确定不聊聊吗？但长发女却一语道破了他的目的：你不就是想问我们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吗？说的天花乱坠的，张秋良很是干脆的就承认了下来。说的对，不过嘛，大家都是为了欲望而来，最好就别装什么清高了，想憋着的人就继续憋着，手里有线索并想要交换的，欢迎随时来找我。就在这时，操场上猛地就爆发出一道红芒，然后殷家2兄弟就这样凭空从中冒了出来。接着殷安安便开口道：我们一起玩木头人游戏好不好？如果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再聪明的人也会变成傻子的。在没孩子的时候想要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又要比谁家的孩子好看，谁家的孩子听话，谁家的孩子考了满分，谁家的孩子上了好学校，再往后又要比谁家的孩子找到了好工作，赚了多少钱，在哪里买了房，家庭有多和睦，事业有多成功。他们要的不是孩子，他们要的是成功人士，要的是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欲望。现在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体育课了。首先，木头人是不会动的，动了的人可是会死的哦。不能动的死亡木头人游戏终于开始。面对恐怖的蜘蛛浪潮，男人却让他的队友不要动。就在刚刚，殷冰冰在体育课上开始了一场只要乱动就会死的木头人游戏。他很是迫不及待的就转身捂上眼睛倒数。随着倒数的开始，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而王命的眼睛突然猛地瞪大，冷汗止不住的狂飙。等等，那是什么？他赫然发现殷冰冰的身上突然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蜘蛛，数量还极为庞大。这番遍布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振。那是什么？是蜘蛛吗？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那群由小蜘蛛形成的漆黑浪潮就向着众人狂奔而来。林淑玉见状立马就吓尿了，卧槽，义父救我！没等王命出手，纪晓婉就毫不犹豫的就站了出来，并让2人躲在他的身后别乱动。眼看倒计时即将结束，他果断给手枪上膛，然后向着蜘蛛浪潮开始疯狂扫射。只见那些子弹一落到地面，就瞬间燃起了火焰，刹那间就形成一道小型火墙，挡住了蜘蛛群的侵袭。而其余的挑战者却被这一幕给惊吓到，完全反应不过来。其中1名就没那么好运了，那些蜘蛛很快就来到了他的面前，感受到身上传来的蜘蛛触感，他连忙不断挥舞武器想要驱赶着身上的蜘蛛，但蜘蛛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依旧被那些蜘蛛给撕咬中，并且蜘蛛身上所附带的毒素瞬间就从他的伤口处飞速蔓延。无计可施的他连忙就向着周围的人求救，可包括王命几人在内，没人会在摸不清情况的时候胡乱出手，因为倒计时即将结束。很快，在倒数归0后，殷冰冰很是迫不及待的就转身，她已然化身成了恐怖的诡异。此时所有挑战者都不敢动弹，女子也连忙克制住自己的身体，可由于蜘蛛撕咬所造成的疼痛，让她忍不住不断的呼唤救命，但蜘蛛却趁机进入了她的嘴巴。
巴。见女子不断咳嗽，殷冰冰顿时就狞笑出声：“木头人是不能动的哦。”接着女人就惊恐地发现，那股蜘蛛浪潮就这样向着自己袭来。只是顷刻间，女子就被蜘蛛浪潮所吞没，然后就这样被强行拖拽进体育馆旁边的垃圾桶里面。接着殷冰冰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缓缓走到了垃圾桶旁边，直接抓起一团被蜘蛛压缩成砖头模样的肉块，就这样当着众人的面开始疯狂啃食起来。这惊悚的一幕让所有挑战者都止不住的咽了口唾沫。在啃食完肉块后，殷冰冰便再次转身道：“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第2轮游戏哦。”说完，他就背过身去，自顾自的开始倒数起来。就在林书玉想要动的时候，王命突然拉住了他：“先别动，我觉得有问题。”只见殷冰冰身上再次开始涌出蜘蛛，眼看殷冰冰开始不断倒数，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张秋良再也不淡定了，连忙召唤出自己的欲望道具提在手上，可那提灯才点亮，他的手就开始变得透明起来。旁边的老婆婆见状立即就出言提醒：“我看你这欲望道具再这么用下去，你就会彻底消失了吧？”张秋良只好愤恨道：“该死该死，必须赶紧结束这场木头人游戏。”而老婆婆很是果断地催动自己的神明序列，然后再次开口。老身一开始就看出这小畜生不是好东西，没想到他这么快就露出了马脚。话音刚落，他身上就延伸出诡异的绿色粘液，将那些蜘蛛给全部缠住。王命见状当即就皱了皱眉，这些人第一次都硬抗，识别后现在一个个才舍得拿出真本事了。眼看蜘蛛群再次袭来，但王命却让纪小婉先别开枪。殷冰冰反复强调木头人是不会动的，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是游戏规则，但你看他们。纪小婉立即就反应了过来，不能动吗？原来是这样。接着王命3人也像他们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果不其然，那群蜘蛛在靠近他们的时候就突然开始转向，只是片刻功夫，殷冰冰就完成了倒数，再次转身望向众人。这明明是一场只要不动就能保住性命的游戏，可没想到殷安安却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就在刚刚，所有挑战者都按照木头人的规则停在原地一动不动。殷安安转身后当即就一脸失望道：“大家都是木头人。”随后他便再次转身开始倒数新的一轮，这下所有人都脸色都变了，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可没想到老婆婆却突然开口：“现在的年轻人啊，找到躲避这些蜘蛛的办法有什么用呢？要是所有人都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那这游戏怎么结束呢？不去尝试，不去努力，凡事都向着靠别人，如何去实现心中的欲望？”但林书玉却理直气壮道：“老婆婆，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只是单纯的怕死而已。”闻听此言，老婆婆顿时就发出一道不屑的狞笑，接着她脚下的影子就开始飞速绵延，只是眨眼间的功夫就来到了殷安安的身后。接着老婆婆的身形就猛然一闪，来到了殷安安的身后。王命见状连忙就出言相劝：“老太婆，小心点，这游戏说不定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可老婆婆却摇了摇头：“我这把老骨头可不像你们一样怕死。”说完，他就拍了拍殷安安的肩膀：“小家伙，游戏结束了。”而殷安安突然就发出一阵大笑：“抓到我了，你抓到我了。木头人是不会动的。”说完，他就猛地张开嘴巴，一嘴咬在老婆婆的脖梗处。这番变故让老婆婆根本就反应不过来，但她还是本能的催动自己的能力攻击殷安安，可却全都被殷安安给弹开。随着咔嚓的一声脆响，老婆婆成为了木头人游戏的第2个牺牲者。眼看老婆婆的身体扑通倒地，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凝重了起来，而殷安安身上也再次冒出蜘蛛，开始爬向老婆婆的身体。随后殷安安就一脸舒畅地望向众人，开口道：“游戏继续。”她没有理会惊呆的众人，自顾自地开始了倒数。张秋良这才忍不住地大骂起来：“特么这算什么意思？抓到他也得死！可恶，看来只能先不动了。”说完，他便再次拿起手中的提灯，而他的身体也因此透明了一大部分。接着他就突然望向王命询问道：“那边的现在已经死了2个了，接下来怎么办？”林书玉此时也已经慌得一批，这木头人游戏既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那咱们一直耗到下课应该就可以了吧？但玩家陈素却闭着眼睛打断道：“下课，这或许是个办法，但这样就太简单了些。”王命闻言立即就打趣道：“我还以为你要等我们全死了才愿意开口呢。”陈素则轻笑出声：“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吗？”王命当即就道出了自己的分析：“是吗？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游戏不能动却没告诉我，不就是想用我们的命来试错吗？当然你没有义务告诉我们，可惜的是你没想到碰到殷安安也无法结束游戏，对吧？”被戳穿的陈素没有否认，而是赞许道：“你比那个穿花衬衫的家伙聪明。”就在这时，殷安安的倒计时已然归零，他再次转身开始扫视，但在发现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后，他顿时就一脸失望道：“又是这样，大家都是木头人。”见殷安安再次转身倒数，张秋良顿时就松了口气，看来只要不动就是安全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游戏的机制的？接下来呢？怎么办？陈素则漠然地解释：“我有一种能力，能看到殷安安曾经遭遇过的事情，准确来说是一部分记忆。有一次他考了满分，父母都很满意，允许他提一个要求。他的要求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陪他玩一次木头人游戏。只不过这个要求让他父亲很失望，他问殷安安为什么不要求买一些课外书或者报一些兴趣班。虽然木头人这个游戏硬核台答应了，但整个过程简直就是惩罚。他给游戏制定了新的规则，要求殷安安跟木头一样不准动，一旦动了就会拿棍子打趴，就跟现在殷安安要求我们一样。”王命连忙就问出心中的疑惑，奖励变成了惩罚，殷安安当时得有多绝望？最后这个游戏进行了多久？陈素也很干脆地回应道：“1个小时。”他的父亲并没用遵守规则，殷安安被往死里打，打了整整1个小时。我的意思是，不管动还是不动。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殷安安身上就突然冒出数根尖刺，然后传出他愤怒的咆哮：“我已经不动了，他为什么还要打我？
为什么？明明背劲不动了。接着他背后的尖刺就成为了巨大的蜘蛛腿，然后猛地冲向众人，大吼道：“该死！你们全都该死！”这个女孩怎么也想不到，总部居然派遣新的小队来接管临海市。就在刚刚，安兔带着祝瑶在神明调查局等着小队其余人从欲望世界回归。他对祝瑶的形态很是惊奇，你这小家伙真的很不一样。可要是被上京那边的人知道，他们一定会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的存在。也不知道王命他们现在怎么了。就在这时，神明调查局总部的大楼的上空突然飞来了一架直升机。一听到这声音，安兔立马下意识的起身，接着他就焦急的向祝瑶示意，这声音是你快去地下室躲着，姐姐没来找你钱，你千万不要出来。说完，安兔便连忙转身开门，向着天台跑去。很快他就来到了天台。当他抬头看到半空那台直升机后，当即就语气凝重道：“这不是民建小队吗？”只见直升机上猛地跳出几名男子，为首的正是鬼面小队的队长张问。安兔见状，顿时就感到很是疑惑。怎么会是他们？而底下的普通人看到这一幕，瞬间就沸腾了起来。那是人吗？他们怎么跳下来了？而张问却不管那么多，很是干脆的就使用自己的神明序列主场。伴随着一阵诡秘能量的波动，几人下落的速度顿时就开始减缓，然后就这样毫发无伤的降落到了天台之上。安兔望着这群不速之客，脸色当即就凝重了起来。而张问在摘掉眼罩后，便来到了安兔的面前，呵笑道：“安兔，听说安年死了。”安兔见对方这么不给面子，立马就斥喝道：“你果然还是很讨人厌啊，张问。”可张问却耸了耸肩，无所谓道：“我就没义务让别人喜欢我。”古风解开了神女庇护，自己又进入了欲望世界，留下这么个烂摊子。以前还觉得他是个挺负责的人，没想到能把事情办成这样。这番话彻底惹怒了安兔，闭嘴！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可张问却掏出一份文件，直接掠过了他。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是吧？顾城死了，安年也死了，顾风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你们咒语以前是很强，但也仅限于以前。上级你已经决定，临海市暂时交由我们鬼面小队管理，咒语小队原地休整，吸纳培养新成员，其余事宜暂定。看到这份文件，安兔的脸色立即就突变。你说什么？把临海市交给你们？与此同时，欲望世界殷安安彻底爆发，想要把在场的所有挑战者都给宰了。眼看殷安安向自己杀来，林书玉连忙就出声呐喊：“义父，救我！”没等王命出手，纪小婉就率先扣动了扳机，臂枪蹦在殷安安的蜘蛛腿上，将其打断了一块。而王命也换出了自己的武器，然后示意林书玉快蹲下。在林书玉弯腰的瞬间，王命果断一脚踩了上去，然后抄起长刀就想要给殷安安来记狠了。可没想到殷安安却在这时猛吸一口气，然后张嘴就吐出一大片蜘蛛网，将王命给罩住，四肢被束缚。眼下他已经沦为了待宰的羔羊。所幸纪小婉的反应极快，瞄准殷安安就是2枪，直接命中他的胸膛，给王命制造了逃跑的机会。在拉开距离后，王命立即就没好气的催促：“不是哥们，你是在等吃席吗？”闻声，林书玉连忙就将其那根断掉的蜘蛛腿隔开王命身上的蜘蛛丝，而王命恢复自由后，立马就指着那根断腿质问道：“你什么时候拿的？”林书玉当即就转身道：“他自己掉到我面前的，我有什么办法？我就是把它捡起而已，有什么问题吗？”王命也懒得管他，便向着众人开口道：“你们几个都什么时候啊？还憋着呢？”几人见纪小婉一个女生独自面对殷安安那个怪物，他们也顾不得藏私了，连忙开始发动自己的底牌。刹那间，原本强势的殷安安顿时就陷入到了被动挨揍的局面。张秋良的提灯副作用会让自身存在逐渐被消除，而陈素所使用的道具会让自身受到部分清除的对应部分伤害。在几人的合力围攻下，总算是将殷安安给逼退，但这也同样激怒了殷安安。随着一声怒吼传出，他的形态再次发生了变化。这个男孩本打算牺牲一级神赐准备和诡异硬刚，却没想到林书玉的一句抱怨却让他找到了破局之法。就在刚刚，一众挑战者为了保命，纷纷使出了自己的欲望道具。林书玉很疑惑为啥王命不上，但王命却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是近战，上去就是找死。虽然4打1，但殷安安却并没有被压制，几条蜘蛛腿飞舞间就将众人给逼退。过度使用欲望道具的副作用可不是几人所能撑死的，并且殷安安的恢复能力简直可以用变态来形容。王命知道按现在的情况，不用1个小时，大家都会先死在自己的欲望道具上。张秋良眼看情况不容乐观，便向王命斥喝道：“特么的，你们2个还不上，到底在干嘛？”但王命却自顾自地开口道：“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万一他是杀不死的怎么办？欲望世界的挑战都遵从某种规则，即便是强大的屠夫也无法越界。如果这个环节并不是要我们杀了殷安安，那么就算我们接受过10次神赐，也无法用这种方式解决危机。木头人游戏机制是全程不能动，结合那个不睁眼的家伙给出的信息，这个环节不管怎么样，最后殷安安都会暴走，就跟当初他父亲一样，无论动不动都会被打。该死！这游戏的真正机制到底是什么？就在这时，王命突然察觉到不远处竟传来殷冰冰细微的声音，循声望去，他就发现殷冰冰正躲在角落低声读着字母表。他连忙开口询问：“殷冰冰，你不一块玩吗？”但殷冰冰却头也不抬道：“不了，我得看书，要不然爸爸又得打妈妈。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吵架，我弟弟的成绩很好。”
但他很少有做游戏的机会，平时他都不上体育课的，不知道今天妈妈为什么会同意。闻听此言，王命顿时就心头一震，临时决定这节体育课是柳菲菲可以安排的一场扑杀吗？而林淑玉眼看几人就要顶不住了，连忙就出声呐喊：“老王，他们快坚持不住了，我们还不出手吗？”但王命却自顾自的喃喃道：“难道真的没别的办法，只能硬抗1小时吗？或者可以用碎云隐藏的力量试试？虽然代价是降低1级神次，但我要先用逻辑的提升1级神次再去使用，说不定能卡个半，哪怕殷安安杀不死，拖延1个小时总没问题吧？”就在这时，林淑玉突然哀嚎道：“还以为分配到体育老师是最简单的差事，没想到体育课才是最危险的。我特么的真是倒霉奶奶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听到这番话，王命突然就眼眸一亮，想到了一个有可能的办法。接着他就连忙指着林淑玉打断道：“林淑玉，你快说下课，你是体育老师，这节课你说了算，快说下课！”眼看殷安安正在不断攻击着纪小婉，林淑玉也顾不得多想，立马就出声呐喊：“殷安安，下课！”与此同时，现实世界神明调查局安兔在得知要把林海市交出去后，顿时就不满道：“为了这座城市，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现在你要我把管理权给你？”可张问却只是瞥了他一眼，便默然道：“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谢谢你们把林海市管理得这么好，帮我们省去了不少麻烦。我们鬼面小队东奔西跑那么多年，总算能有个地方享享福了。”忽然感觉顾风的牺牲也没那么不负责任了，毕竟这机会也算是他给我的。闻听此言，安兔立马就愤怒地甩出一鞭子，然后冷声斥喝道：“你闭嘴！队长一定会回来的，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回来的。”而张问头也不回地接住鞭子：“很抱歉，你没能通过测试。”此话一出，安兔顿时就怔住了。“你说什么？”张问则步步紧逼道：“提到顾风他们，你的情绪容易失控，我的意思你能明白吧？强撑着能解决事情吗？我的神明序列可以让我掌控固定区域里的重力和物质，甚至掌控情绪。”主场问心话音刚落，张问就直接使出了他的神明序列，刹那间，诡异的气场就将整个天台给包裹了起来，而安兔瞬间就陷入其中，止不住的流出了泪水，然后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嘴里不断喃喃道：“哥，队长。”紧接着安兔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发出一阵凄厉的哀嚎。旁边的女子顿时就不忍道：“队长会不会太残忍了？”可张问却摇了摇头，现在不让他正视自己的内心，以后他很容易在欲望世界迷失，甚至让新世界那些畜生乘虚而入。当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当欲望完全降临，当所有的牺牲都失去了意义，那才是真正的残忍。在终结欲望世界这个目标面前，任何事都不残忍。你的状态已经无法打理林海市，安心调整一段时间吧。或者你也可以考虑解散咒语，加入别的小队，新的朋友，新的环境，能让你更快振作起来。毕竟顾风的情况你也清楚，强行进入欲望世界的人很难再回来。安兔闻言立即就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你说的对，我现在的状态的确不适合管理林海市，新世界盯上了这里，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会全力配合你在林海市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不会解散咒语，更不会加入别的小队。”张问闻言不禁皱了皱眉：“你要知道，咒语现在只剩下你和2个小丫头。”但安兔却起身反问一句：“你知道碎云吗？”张问当即就点了点头：“当然，顾风的武器超危险级欲望道具回收碎云也是上京派我过来的任务之一。”而安兔却自顾自地开口道：“碎云已经有人继承了，他叫王命，是我咒语的新成员。虽然他只接受过1次神次，但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很不错。”可张问却直接斥喝道：“你们太儿戏了，竟然让一个只接受过1次神次的人继承碎云，整个大夏都找不出几件超危级欲望道具。”可没等他把话说完，旁边的女子突然出声打断道：“队长，这里有欲望怪物的气息。”闻听此言，张问顿时就皱眉道：“欲望怪物？安兔，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有上报？那个怪物在哪？”这是一栋入夜就不能离开房间的诡异别墅，可男人却不信邪，偏偏带着好基友外出探索。就在刚刚，王命突然想起林淑玉是体育老师的身份，于是他就示意林淑玉快点喊下课。林淑玉也顾不得多想，果断就指着殷安安呐喊起来：“殷安安，下课！”本来正准备攻击纪小婉的殷安安闻声瞬间就僵住，然后缓缓扭头，恶狠狠地盯向林淑玉。感受到那可怕的目光，林淑玉不由结结巴巴道：“下课了。”游戏结束，顿时殷安安身上的蜘蛛腿就开始消散，她只能无奈地咆哮：“不，我不要结束！”恢复成常态的殷安安就这样摇摇晃晃地站在原地，好半晌后，殷安安才询问道：“老师，时间到了吗？”林淑玉连忙就出声回应：“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等下次体育课我们再做游戏吧。”闻听此言，殷安安顿时就低下了头。就在这时，体育馆的大门被猛地推开，刘菲菲直接就开口道：“各位玩得还开心吗？现在下课了，要不都先回去休息一会。”众人再回到房间后，林淑玉迫不及待的就询问：“老王，你是怎么想到下课这个办法的？”王命立马就得意的表示：“帅气与智慧并存，我也没办法。”纪小婉却面露严肃：“一天还没结束，就折了2个挑战者，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敲响：“能聊聊吗？”林淑玉瞬间就认出是下午那个眯眯眼找上门了。王命也很是干脆道：“开门，看看他们什么来头。”随后林淑玉就将房门给打开，没想到张秋良却直接将他给推开，然后直接走到王命面前：“兄弟，之前要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莫怪莫怪啊。”而陈素也紧随其后：“我叫陈素，这是我姐陈静，在这地方大家都想活命，都想实现欲望，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下午的行为。”林淑玉却很是不悦：“能理解但是不接受，要不是我家老王反应快，
我们怕不是已经死了？”而王命却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然后很是直白的开口询问：“说吧，你们想怎么合作？”张秋良闻言立即就偷瞄了一下陈素，见对方不出声，他只好硬着头皮道：“跟聪明人说话就是好，不费劲。咱一开始就已经死了2个，所以我想咱们几个能不能合作一下，把知道的线索交换交换？”王命顿时就饶有兴趣的反问：“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之前说自己手里有线索？”张秋良在得到了陈素的同意后，便开口说出自己掌握的线索：“我的线索是在房间里找到的，感觉像是上个挑战者留下的，意思是想完成任务就得晚上出门找线索。我知道这是在破坏规则，但我没骗。”而陈素也在这时接过话：“欲望挑战的规则不一定全都要遵守，我提议我们分别出1个人，晚上出去一趟看看情况。”王命闻言立马就眉头一皱：“你们准备让谁去？”陈素很是干脆道：“我姐，我失去了眼睛，但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林淑玉见状立马就惊呼出声：“她没有耳朵。”陈静也很是干脆道：“我虽然没有耳朵，但我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陈素则直接反问道：“你们呢？今晚打算让谁去？”林淑玉立即就怂了：“我夜盲，一到晚上就浑身发软。”闻言，纪晓婉顿时就没好气道：“行了行了，我去吧，我是咱们3个里最弱的，而且他们看中的是你，如果你出事了，他们是不会和我们继续合作的。”闻听此言，王命顿时就暗暗嘀咕了起来：脆弱的，故意隐藏实力吗？小婉是调查局的一员，又接受过2次神赐，再加上经验丰富，明明是所有人当中完成任务机会最大的人。念及于此，王命便果断开口：“算了，小婉还是留下吧，我跟林淑玉一起去。”时间转瞬即逝，很快就到了入夜时分。王命和林淑玉如约离开了房间，接着就开始缓缓准备开始探索。可就在他们离开房间没多久的时候，突然发现地面流出了一些猩红的液体，而王命则一脸坚决道：“走，看看外面到底有什么线索。”欲望世界的血液再次降临，面对怪物化的殷家夫妇，就连王命也感到很是棘手。原来就在刚刚，王命在得知晚上外出可以获得线索，于是他果断带着陈静和林淑玉外出探索。张秋良则有些担心，他们3个不会回不来了吧？纪晓婉顿时就没好气道：“不会说话就闭上你个臭嘴！”3人很是谨慎的在房内缓缓行走，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客厅，但除了血色的月光外，客厅里空空如也，并且没有一点灯光。接着周遭突然就响起滋滋的细微声响，循声望去，王命的目光再次落在那张摆在客厅的全家福上，他当即就咬了咬牙，在心中暗道：这全家福有问题，怎么感觉就跟活的一样？只见画像上的一家4口都露出了让人惊悚的笑容。就在这时，王命身后突然响起哒哒哒的脚步声，眼看有人来了，他连忙示意2人先躲起来。接着刘菲菲就拿着一张纸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王命见状，顿时就暗暗思索：入夜后就变成怪物了，难道是跟养老院的情况一样，是因为月光的关系吗？而刘菲菲突然暴怒的撕碎手中的纸张，大吼：“画画，我让你画画，成天不学好就知道画画！”虽然纸张飘到了几人的身旁，但他们却根本不敢动弹。随后就传来了殷冰冰的声音：“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爸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只见殷和泰正满脸怒气的将殷冰冰从房间里拖出，而殷冰冰则不断的呐喊：“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管了。”可殷和泰却充耳不闻，直接将他给扔到了客厅当中，然后猛地抽出自己腰间的皮带，疯狂抽打起殷冰冰，同时斥喝道：“我让你画画，我让你画画！”听着殷冰冰那痛苦的嚎叫，王命2人知道这真的是往死里打的，儿子都被打成这样，刘菲菲居然就这么看着。在把殷冰冰抽打到没了动静后，殷和泰这才停下了手，然后默然道：“没用的东西。”接着他的目光就猛地望向刘菲菲，反手对着刘菲菲就狠狠地抽了上去，然后满脸愤恨的大骂：“我每天在外面那么辛苦工作，结果你连个孩子都带不好，你有什么用？房子、车子，所有东西都是用我的钱买的，我对你要求很高吗？对他们2个的要求很高吗？现在不好好努力，长大了当社会的毒虫吗？有准备的人才有资格拥有世界，只有成功的人才能享受世界，我都是为他们好，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吗？”见母亲就要惨遭毒手，殷冰冰连忙强忍着痛苦，然后艰难的缓缓爬起，同时艰难道：“爸爸，别打妈妈了。”在殷冰冰就要爬到殷和泰身旁的时候，殷安安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很是恼怒的指着殷和泰就斥喝道：“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吵到我睡觉会影响明天的学习。”原本凶狠的殷和泰在看到殷安安后，脸色瞬间就变得和善了起来：“不好意思，安安，是爸爸不对，吵到你休息了。好了，你快回去睡吧。”接着殷和泰就转身一脚狠狠地踢在殷冰冰的身上：“还不快点滚回去！”但殷冰冰现在已经身负重伤，根本就爬不动了。就在这时，几道黏糊糊的蜘蛛丝突然粘到他的身上，殷安安很是不耐烦的直接就将他强行拖回了房间。在2个孩子离开后，殷和泰这才坐了下来，很是头疼的道：“孩子让大人操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我那么做全都是为了他们好，等他们长大了就明白了。可是要是连家里的老鼠都要我操心，我可真的会生气的。”下一秒，殷和泰和刘菲菲突然就变得面目狰狞，然后齐刷刷的望向王命几人所在的位置，斥喝道：“我不是说过了，熄灯以后不准离开房间吗？”闻声，王命3人立即就知道自己已经暴露，望着狰狞无比的2人，王命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压迫感。卧槽，居然被发现了！
这个女人在血液中惨遭诡异袭击，男人出于好心拼尽全力将其救下，但没想到却因此遭到了女人的背刺。就在刚刚，王命等人本想趁着夜色去寻找通关线索，可却没想到还没开始就被殷家夫妇给发现。刘菲菲直接就转身向着几人怒吼起来：“该死的老鼠，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眼看局势不妙，王命连忙示意几人快跑，但林淑玉却很是装叉的回怼：“你才是老鼠，你全家都是老鼠。”但看到刘菲菲在快速逼近，他顿时就慌了：“卧槽，老王加速，快加速！”而刘菲菲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在逼近后，立即快速挥舞爪，陈静根本就躲不开，被一爪子狠狠地刮在了后背上，感受到死亡的威胁，陈静连忙向着王命呐喊：“救我，快救我！”而王命闻声当即就停下了脚步，然后直接将林淑玉甩出去，并让她先走。就在刘菲菲张开大口准备干掉陈静的时候，王命果断召唤出自己的欲望武器碎云，一剑狠狠地砍在了刘菲菲的嘴上，但没想到刘菲菲却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剑身。王命见状顿时就笑了：“哎呦，牙口挺不错嘛。”接着他就猛地用力将碎云往下压去，但没想到剑身却纹丝不动，根本就伤不到刘菲菲。现在就连想要拔剑逃跑都做不到了。而殷和泰也在这时缓缓向着几人逼近。该死的老鼠！呵呵，王命知道这货看上去就比刘菲菲还难对付，再加上白天殷安安的不死机制，自己绝对不能硬刚。念及于此，王命很是果断的就飞出一脚，摆脱了刘菲菲的纠缠，然后快速搀扶起陈静，呐喊道：“快走，回到房间应该就没事了。”可还没走出多远，陈静就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吐出一句：“对不起了。”接着他就猛地转身，召唤出了自己的欲望道具，一个巨大的风扇。随着道具的发动，一股猛烈的飓风骤然就从中吹起。王命连忙用碎云稳住身体，然后满脸不可置信道：“卧槽，为什么？”而林淑玉也很是懵逼的质问：“大傻春，你在干什么？”王命也同样如此，他不断挥舞碎云想要破风前行。林淑玉见陈静不说话，顿时就怒了：“快说，你想要干什么？”而陈静这才缓缓道出了缘由：因为线索，通关的线索需要晚上出来找是真的，但张秋良只说了另一半，那就是必须要牺牲一个人，否则明天这一家四口就会发狂。王命此时被风扇挡住了去路，殷家夫妇也再次向他冲去，眼下王命逃跑无望，只能选择和殷家夫妇硬刚，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而陈静也很是自责的咬了咬牙，然后艰难道：“对不起，我们都有必须要实现的欲望，别怪我。”话音刚落，林淑玉的手就猛地向着他的俏脸狠狠地刮了过去。陈静感受着脸部传来的剧痛，顿时就愕然了：“你居然打我！”可林淑玉却居高临下不屑道：“打的就是你，怎么了？你个司马玩意！我大哥好心救你，你居然这样对他，我还踹你呢！”接着林淑玉便发现王命眼下的处境很是糟糕，他也顾不得陈静这个渣渣，毫不犹豫的就想要上去帮助王命。可没想到那个电风扇却突然滋滋作响，迸射出数道雷光，直接轰在林淑玉的身上，阻止了他的脚步。同时传来了陈静的声音：“没用的，这件欲望道具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在他自己没有停下之前，任何想要阻止他的外力都会被电流击飞。如果你还要继续，下场只会是一个，那就算被活活电死。”与此同时，王命突然感觉到脚下传来一阵剧痛，原来是被刘菲菲给偷袭抓住了脚踝。而陈静见林淑玉还想要尝试，连忙就出声劝说：“没用的，以你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做到。我说了，晚上出门一旦被发现就必须要牺牲一个人，否则明天这一家四口都会变成怪物。你觉得就凭我们能扛得住吗？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但你想想，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鬼地方？难不成他比你心里想要实现的欲望还要重要吗？”可林淑玉却一脸坚定道：“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在说怎么样才能变成欲望怪物吗？在我眼里，你跟欲望怪物没有任何区别。”说完，林淑玉的脚下猛地就冒出漆黑的粘液，只见他骤然张开手掌，喷射出漆黑的闪雷，同时冷声道：“极阴五雷，给我破！”男人本想通过队友的能力来查看自己所丢失器官的下落，可却没想到陈素只是看了他一眼，就瞬间双目通红，差点原地爆炸。就在刚刚，林淑玉眼看王命就要殒命，于是他就果断发动自己的神明序列，并使出了极阴五雷加持在脚上。他的速度一下子就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哪怕那台大电扇所吹出的飓风也完全没办法阻挡他的脚步。只见他在冲刺中骤然跃起，加持了极阴五雷的脚压，直接就将大电扇给劈碎。这强横的一脚让诡异化的柳菲菲都为之一震，林淑玉没有给他出手的机会，刹那间就冲到他面前，一把按住他的脑袋，抬手一拳就暴砸在他的脑门上，直接将其轰飞了出去。林淑玉这番强横的表现让王命很是震惊，久久回不过神来。而林淑玉见他傻眼，便直接将其抱起准备开溜。而王命这才反应过来，很是好奇道：“我就知道不逼你一下，你的神明序列就无法生效，但能说说为什么是极阴五雷吗？”林淑玉却露出了一个暧昧的眼神：“你知道张灵玉的极阴五雷是怎么来的吗？”一旁的陈静见状顿时就失去了理智：“你们这样会害死所有人的，会害死所有人的！”闻声，王命便连忙从林淑玉的身上下来，然后瞥了一眼身后的殷家夫妇，反问道：“你说的必须牺牲一人是真的吗？”陈静顿时就绝望道：“都什么时候了，我骗你们还有意义吗？”一听这话，王命当即就露出了笑容：“那你可以放心了，林妹妹不会害死所有人的。”接着他就快步冲到陈静面前，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然后
后毫不犹豫地将它扔向殷家夫妇，同时冷声道：“同样的话还给你，对不起，我们都有必须要实现的欲望，别怪我。”说完，王命就和林书玉头也不回地向着自己所在的房间快速奔逃。不多时，二人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一进门，林书玉就赶忙将房间的大门给关上。眼看只有王命和林书玉回来，张秋良的瞳孔立即猛地一缩，而陈素在沉默了一会后，这才开口道：“他死了吗？”此话一出，林书玉立即就炸毛了：“你小子玩得很阴啊！老王，你别拉着我合作，有你这样合作的，要不是老王拉着我，我现在就给你小子给办了。”但王命却冷静地询问：“你好像并不伤心。”而陈素则一脸漠然的淡笑出声：“我们这些被欲望缠身的人，死这件事值得伤心吗？今晚是他自己的选择，从一开始我们就说好了，不管是他害死我，只要有一个人通过游戏就可以。我们想要实现的欲望是一样的，况且就算死了，也可以用欲望复活，不是吗？无非就是我再进入几次欲望世界吧。”王命闻言，表情瞬间就严肃了起来：“你应该也不是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了，复活这件事代表什么，你应该清楚。”但陈素却并不在意：“那又怎么样？现在你想让我走，还是一起聊一聊今晚的发现，一起想办法完成这次的任务？”王命毫不犹豫地回应道：“虽然你隐藏了部分线索，你姐刚刚还想害死我，我完全有理由杀了你们，但我现在需要你帮个忙，如果你配合，我们的合作就继续。你是不是能看到别人的记忆？”陈素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想让我看你的记忆吗？”王命当即就点了点头，如果能借助陈素的能力，或许能找到自己被新世界摘除器官的原因。而陈素在表示自己可以试一试之后，便睁开了他的眼睛，但紧接着他的双眼就开始冒出血液，随之而来的则是一股剧痛，眼球瞬间变成了血色。王命见状顿时就愕然了：“不是，你这副作用那么大的吗？”而陈素则摇了摇头：“我看不到你的记忆，你身上是不是有什么防御类的欲望道具？”此话一出，王命顿时就暗暗嘀咕了起来：“我没有这一类道具，难道是因为我身上还有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呢？”而一旁的林书玉则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王命。双方达成了共识后，王命便再次开口：“既然达成了合作，那我就简单说一下今晚的情况。画画的是应安安，但被打的人是殷冰冰。可殷和泰知道真相后，却没有对应安安发怒，这是家庭的畸形，无法分析出更多的线索。值得挖掘的是，为什么殷和泰、柳菲菲、殷安安三个人都没有心脏，而殷冰冰跟他们不一样，只是后脑勺上有伤口？”林书玉则道出了自己的猜测：“这还不明显吗？难道你们没发现这一家子只有殷冰冰是正常的吗？她会关心妈妈，会为了这个家去做不喜欢的事，而她弟弟和父母就是没有心啊。”纪晓婉闻言立马就皱了皱眉：“那他们的心去哪了？”而王命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猜测：“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场挑战真正的任务就是找回这三个人的心脏？心脏是推动血液循环的器官，但更多时候代表着人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与其说找回心，不如说是找回缺失的情感。”